卦序表一二。21本宫卦序原图。22本宫卦序相推之图。23本卦四气之长。五行虽分，卦先莫后天不依土而生成变化。是土者，执二气之精，五行之本，万物之源也。按之一卦，以艮为土，故曰辰始辰终，以居先天生成之中，为后天生化之始。在后天卦位，艮与坤对，在连山易序，艮为首位，即洛书之象。28易位，亦以艮坤相异，以明后天之土，待得之用，为生化之本也。夫艮卦属土，而异于坤之地也，乃能待坤之用，履得之位，其阴气之意，得之冲也。在先天艮为山象，居西北隅，在后天则移东北，与坤对位，而其原位为干所居，明后天之土，即先天之坤，足与天同宫，与的同德。此连山易所以推为首也。后天之艮，当坎震之交，明生化之源，其成万物中始者，即以其能待得而配天也。故艮在后天，非景山之象，实土之总名也。即亦对海洋而论，以出海面也。故其待得之德，多见于陆，而其象系大陆也。因地之用，有陆水之别，而土之德，则见于陆，即水亦陆所载所防，而后成其用也。故五行之水，受制于土，而八卦之坎，与艮连居，其意志深切矣。土之在后天，实为一切主，无论何物，莫于因地以为生化，即空中之气，亦附于地面而后直。其他有形之物无论矣。凡生在天地间者，无能离土以存以变，不独人物之生也。即植物等或无生之物，亦必赖土以存以变。此可以见土之德，为造化之本源所寄，亦即气属之根诸所在。故土之数五，实为万数之基，而足通天地之用，为人物之权衡。是五者，等于一，言其用广，而能通一切数也。在河图正之：16居北，27居南，38在东，49在西，50处中，四方之数，均养中央，而其差皆此五，以可见此中数所欲，即中气所存。又以阴阳顺逆言之：1379，由北而西；4286，由西反北，两者循环，以相中始。五独居中，以运其殊，不随之一意。时以二五，亦同在中，皆气之妙用，数之妙合也。故因数皆逆，而时不动。由先天之本序言，则2468因为次，今以行之逆，故变四为首，六为中。六者为因数始终之数，在陈数为始，在用数为中。阳始一中九，阴始四中六，辗转相合，皆为五，亦即中数所寄，中气所存也。
14同行，至96相交，莫非五术，以明中气之无不通也。五行之术，故如上述，先天后天各殊，及其方位，亦有此意。当五行之初见于术也，虽有南北东西之分，实则所指属虚空之象。如以中国论，自当北为水，南为火，木居东，金居西，而土在中央。若合天下言之，则有不然。盖赤道南，则反其寒热方位矣。此理原亦明。盖所云方位者，为其气之所宜也。今以土为本，土之所在，当以大陆属之，则凡赤道以北，大陆位多，而南则少，故当以北温带为中央，而顺势以次南北焉。若果赤
到南之大陆，则正与北反，即以南之北，当北之南，而反其五行之位。盖河图五行，本无定方，仅有定位，上火下水，左木右金。若在北温带，则下为北，上为南；若宜南温带，则下为南，上为北。此故就所居得而定。不过水与火对，金与木配，乃不易耳。更推言之，水虽居北，而中国北方皆陆；火虽在南，而中国南方多水。东方亦为水居，西方则多高地，是即岸之无国，亦难以物质求之。况水虽属阴，而根于阳；火虽属阳，而根于阴。是寒热亦为进水火之体用。木在山多，金出水内。东海无森林之地，西垂少金石之矿，则东西以配木金，亦非一定之理。故五方云者，乃就气而言，就先天之气言，与一岁之所合通，除非一一按之食物也。不然，春温秋凉，冬寒夏热，皆气之变耳。物或随之或否，不得以物质其说也。然若为此言无定，而不信五行之说，则不可。盖五行正同于二气，无地无时不见之，其分别亦至明晰。如水之流下，火之炎上，与春夏之温热，秋冬之凉寒，皆一定不移者。虽至何的何时，仍可验者，故其分别的气之殊，成象之意，实有至理，毫无可疑。不过学者宜会通其意，勿逆其辞，贯彻其经，勿执其表，则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山川之遥，草木之数，无不可后其气数，而得其类别也。故言五行，重在其生化之功，而探言生克之理，以求其象数，通乎天道耳。尽是科学，见以尽于事理之讨论。果假以时日，独无中土之书，今以求经，自有会归一途之日。盖五行之说，乃古人探本生化之源，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，通天地鬼神之道，立人生修养之方，顺吉凶祸福之常，为日用起居之责。故与科学之异同，出非场恍无据之谈，迷离末节之论。故中国一切文物制度，无不准事而成，人伦纲纪，世道规范，以及医补之计，言行之真，政教所成，礼法所治，出无不由是而出。所谓规法是也，如天文之轨度，地理之纪程，各有规矩方圆，以应乎二五气数。故欲深通古时文化，必先自意探索，而意之访史河洛图书，以准天地之道，明鬼神之德，其经亦入神，出非言文所尽。今所论者，尚其大略耳。望世之读者，更由是以深求之，倏忽有通于古，有造于今，而不读中国文化之德传。
无复圣人之教矣。又曰天地之间，万物并生，而所凭者多在的土，则以土为后天生化之母，备五行之气，而为两仪之所合化也。其得权而用宏，居中而运重，虽天之高，星辰之远，日月之明，风雨之降，寒暑之往复，关于天时气候者，若不在地，而莫不自得见其用也。地者，万物之中枢，为一切气数之基衡，生变之炉质，而人亦随之生长死霉，至于无穷。故后天之土，虽居五行之末，实测生化之源，而其本数则五。土之生成数，虽有阴阳，而五则备二气，时有五之备，一阳之所用，故其体用兼二气，以为后天之母。四气之长，五行虽分，莫不依土而生成变化。是土者，执二气之精，五行之本，万物之源也。按之易卦，以艮为土，故曰辰始成终，以居先天生成之中，为后天生化之始。在后天卦位，艮与坤对，在连山易序，艮为首位，即洛书之象。28易位，亦以艮坤相异，以明后天之土，待得之用，为生化之本也。夫艮卦属土，而异于坤之地也，乃能待坤之用，履得之位，其阴气之意，得之冲也。在先天艮为山象，居西北隅；在后天则移东北，与坤对位，而其原位为干所居，明后天之土，即先天之坤，足与天同宫，与的同德。此连山亦所以推为首也。后天之艮，当坎震之交，明生化之源，其成万物中始者，即以其能待得而配天也。故艮在后天，非景山之象，实土之总名也。即以山岩，亦对海洋而论，以出海面也。故其待得之德，多见于陆，而其象系大陆也。因地之用，有陆水之别，而土之德，则见于陆，即水亦陆所载所防，而后成其用也。故五行之水，受制于土，而八卦之坎，与艮连居，其意志深切矣。土之在后天，实为一切主，无论何物，莫于因地以为生化，即空中之气，亦附于地面而后直。其他有形之物无论矣。凡生在天地间者，无能离土以存以变，不独人物之生也。即植物等或无生之物，亦必赖土以存以变。此可以见土之德，为造化之本源所寄，亦即气属之根诸所在。故土之数五，实为万数之基，而足通天地之用，为人物之权衡。是五者，等于一，言其用广，而能通一切数也。在河图正之：16居北，27居南，38在东，49在西，50处中。四方之数，均养中央，而其差皆此五。
以可见此中数所寓，即中气所存。又以阴阳顺逆言之。1379，由北而西，4286，由西反北，两者循环，以相中始。五独居中，以运其殊，不随之一意，时以二五，亦同在中，皆气之妙用，数之妙合也。故因数皆逆，而时不动。由先天之本序言，则2468因位次，今以行之逆，故变4位首，6位中。6者谓因数始终之数，在陈数为始，在用数为中。阳始1中9，阴始4中6，辗转相合，皆为5，亦即中数所记，中气所存也。14同行，至9、6相交，莫非五数，以明中气之无不通也。五行之数，故如上述，先天后天各殊，及其方位，亦有此意。当五行之初见于数也，虽有南北东西之分，实则所指属虚空之象。如以中国论，自当北为水，南为火，木居东，金居西，而土在中央。若合天下言之，则有不然。盖赤道南，则反其寒热方位矣。此理原亦明。盖所云方位者，为其气之所宜也。今以土为本，土之所在，当，故其用亦五。以五应天，则天数成，此时干之为2、5也。以五应时，则时令备，此岁序之分为50也。在的则有5方，在人则有5脏，在行则有5德，在身则有5阴，在色则有5色，在味则有5味。凡由天地人物生化之物，皆处之事，莫不以5类别之，则以气之所成，数之所至，莫不本于土，而同为五行之象也。五行云者，言气之运行无息，而有度也。故五行之谓定，而方无定。言五者气自消长，不居一方，而其本位则不异也。如水流下，火炎上，其不变也。若以其所在言，则无定。如水可居山之高原，火可入地之洞穴，其所异者，水不能延上，火不能流下，已非其性也。故五方之地，恒随土而定，除非避南火而北水也。且方位者，本天空而言，以皆气也，不可以行论。故天空之气，流行不息，而五行随之，如人身之气也。人身虽以5脏配五行，心居上而肾居下，肝居左而肺居右，脾在中央，亦如河图之位，但考其实非定也。盖所配者气之流行，用之主管，非为物质之偏处一方，不相涉也。故一身之中，气血周流，无处不至，则五藏之气循环全体，无不不连，故曰五行，而不曰五物。正以其运行不定方，非物之可拟也。其岁时声色等，虽分5类，
恒有坚体，气之所至，体用见焉，故五行之名，亦大略耳。按之佛经，则为四大的水火风，分属一体，其相同于一之四正，而得当土，风当木，合之水火，四少精位。然风亦作气解，与肝经同德。且佛以金刚为佛体，而西方为佛土，是其以精位至坚至静，非色非空，正与纯阳之肝同相，则四大之外，仍有精也。合之中国河图之象，易卦之位，小异大同。此可以广五行之解，而正五位之说也。盖佛生印度，未闻中国之学，而言若是，足见五行之分类，实造化自然生成，非古人谓之名也。故五行之说，通于一切，而其得用，犹推于无穷也。要知五行之分，故在气之分合，生化之原直，而其用则在于生质之性，以后天生化，非二气之合，不能成其生；非二气之变，不能成其化。五行之性，有生有质，而后见其功用。故水遇土则塞，遇火则克，遇金则月，遇木则结。金火土木亦然，各有所生，有所至，则各有所爱，有所谓。于是辗转推演，以尽其性，而成其德。于是万物以生以育，以化以灭，循环往复，莫可救劫。于是造化之功见，而世界以立，为盛衰因果，凡枯消息，以尽二气分合之用，而达天地生成之德，皆由此生至而来者也。故其气往来不息，其数乘除不尽，其为万物禀受之本，生死之基，祸福吉凶之源，夭祥顺逆之则。无巨细远近多少美丑之伦类，必皆愿此以为例。无贤于老幼动静之性情，必皆因此以为范。故天地以之程度，人物以之成绩。以大陆数之，则凡赤道以北，大陆未多，而南则少。故当以北温带为中央，而顺势以次南北焉。若果赤道南之大陆，则正与北反，即以南之北，当北之南，而反其五行之位。盖河图五行，本无定方，仅有定位，上火下水，左木右金。若在北温带，则下为北，上为南；若宜南温带，则下为南，上为北。此故就所居的而定。不过水与火对，金与木配，乃不易耳。更推言之，水虽居北，而中国北方皆陆；火虽在南，而中国南方多水。东方亦为水居，西方则多高地，是即暗之无国，亦难以物质求之。况水虽属阴，而根于阳；火虽属阳，而根于阴。是寒热亦为尽水火之体用。木在山多，金出水内。东海无森林之地，西垂少金石之矿，
则东西以配木金，亦非一定之理。故五方云者，乃就气而言，就先天之气言，与一岁之所合通，除非一一按之食物也，不然，春温秋凉，冬寒夏热，皆气之变耳。物或随之或否，不得以物执其说也。然若为此言无定，而不信五行之说，则不可。盖五行正同于二气，无地无时不见之，其分别亦至明晰。如水之流下，火之炎上，与春夏之温热，秋冬之凉寒，皆一定不移者，虽至何的何时，仍可验者。故其分别的气之殊，成象之意，实有至理，毫无可疑。不过学者宜会通其意，勿逆其辞，贯彻其经，勿执其表，则天地之大，日月之明，山川之遥，草木之数，无不可后其气数，而得其类别也。故言五行，重在其生化之功，而探言生克之理，以求其象数，通乎天道耳。尽是科学，见以尽于事理之讨论，果假以时日，独无中土之书，今以求经，自有会归一途之日。盖五行之说，乃古人探本生化之源，格物致知，穷理尽性，通天地鬼神之道，立人生修养之方，顺吉凶祸福之常，为日用起居之责，故与科学之异同，出非场恍无据之谈，迷离末节之论。故中国一切文物制度，无不准事而成，人伦纲纪，世道规范，以及医补之计，言行之真，政教所成，礼法所治，出无不由是而出，所谓规法是也。如天文之轨度，地理之纪程，各有规矩方圆，以应乎二五气数。故欲深通古时文化，必先自意探索，而意之访史河洛图书，以准天地之道，明鬼神之德，其经亦入神，出非言文所尽。今所论者，尚其大略耳。望世之读者，更由是以深求之，倏忽有通于古，有造于今，而不读中国文化之德传，无复圣人之教矣。又曰天地之间，万物并生，而所凭者，多在的土，则以土为后天生化之母，备五行之气，而为两仪之所合化也。其德全而用宏，居中而运重，虽天之高，星辰之远，日月之明，风雨之降，寒暑之往复，关于天时气候者，若不在地，而莫不自得见其用也。地者万物之中枢，为一切气数之基衡，神变，世界以之成用，宇宙以之成法，神鬼以之成德，行气以之成形，上下筋骨，精粗巨细，咸在其身质之中，而后数命已成，气象已明，智者察之，以为通道；愚者顺之，以为安身。圣人者其象于卦，视其用为义，以利为交，
而宜天下后世，是义之所述，本于河图，而其所拟，莫外于五行生制之力。此凡习义者所当先之也。盖义之卦，虽始为8，终为64，而其本，则两仪也，五行也，及其分合与生制也。故卦有性，不外阴阳；卦有德，不外水火木金土；卦有用，不外五行生制，二气分合。以此卦象全演自河图者，而卦纳甲纳阴纳成各例，犹未推五行生制，而尽其用。本二气消长，而尽其功，至详且明也。此习义必先习河洛图，而明卦必先明纳甲纳辰纳阴者，良有矣也。五行生克之理，由于气之分合，气有消长，则用有生杀，以后天万物并生，必有所至，否则独抗，反生为害。故有志使之不抗，而后成其生化，如水的土，则无犯疫之害；火得水，则无焚燎之灾。而后水火之用见，利多而害少，故物得其意。此造化之妙用，亦本气自然者也。河图之象，以相生者相接，相克者相对，而明其成制之意，知其对偶，非仇则爱。盖相当不让则仇，相得有和则爱，即以刚柔为辩也。刚遇刚则仇，柔遇刚则爱，故其成制，皆以相克而成其用。如水与火，木与金，皆得其所制为助，以其克之，所以助之，虽异其事，实成其道。故相对若仇，而相得未婚，其成生化，全在于此。故五行之运用，必合其生克之情而后见。河图如是，卦象亦然。八卦之谓，亦以对偶成制而尽其用。甲子亦如是。故子午卯酉，分合水火木金之谓，而甲丙庚壬巳刚亦如之，皆以相接相对，各成生克之用者也。五行之名故有定，其气人时通，故其用时相位助，而其生成之术，亦恒以为用。如《内经》等书，以数计用事也。在水火木金，多取的数，土则取天数，亦以其独异也。土之生数5，成数为2、5，生数时该成数，而5又中数，故独取之以用其用。其止时生矣，之如至，而人亦随之生长死没，至于无穷。故后天之土，虽居五行之末，实测生化之源，而其本数则5，故其用亦5。以5应天，则天数成，此时干之为2、5也。以5应时，则时令备，此岁序之分为5时也。在的则有5方，在人则有5脏，在行则有5德，在声则有5音，在色则有5色，在味则有5味。凡由天地人物生化之物，皆处之事，莫不以5类别之，则以气之所成，数之所至，
莫不本于土，而同为五行之象也。五行云者，言气之运行无息，而有度也。故五行之谓定，而方无定。言五者气自消长，不居一方，而其本位则不异也。如水流下，火炎上，其不变也。若以其所在言，则无定。如水可居山之高原，火可入地之洞穴，其所异者，水不能延上，火不能流下，已非其性也。故五方之地，恒随土而定，出非避南火而北水也。且方位者，本天空而言，以皆气也，不可以行论。故天空之气，流行不息，而五行随之，如人身之气也。人身虽以五脏配五行，心居上而肾居下，肝居左而肺居右，脾在中央，亦如河图之位，但考其实非定也。盖所配者气之流行，用之主管，非为物质之偏处一方，不相涉也。故一身之中，气血周流，无处不至，则五藏之气循环全体，无不不连，故曰五行，而不曰五物。正以其运行不定方，非物之可拟也。其岁时声色等，虽分五类，恒有间体，气之所至，体用见焉。故五行之名，亦大略耳。按之佛经，则为四大：地水火风，分属一体，其相同于一之四正。而地当土，风当木，河之水火，四少精卫。然风亦作气解，与肝经同德。且佛以金刚为佛体，而西方为佛土，是其以精卫至坚至静，非色非空，正与纯阳之肝同相，则四大之外，仍有精也。何知中国河图之象，易卦之位，小异大同，此可以广五行之解，而正五位之说也。盖佛生印度，未闻中国之学，而言若是，足见五行之分类，实造化自然生成，非古人谓之名也。故五行之说，通于一切，而其得用，犹推于无穷也。要知五行之分，故在气之分合，生化之原直，而其用则在于生质之性，以后天生化，非二气之合，不能成其生；非二气之变，不能成其化。五行之性，有生有质，而后见其功用。故水遇土则塞，遇火则克，遇金则月，遇木则结。金火土木亦然，各有所生，有所至，则各有所爱，有所谓。于是辗转推演，以尽其性，而成其德。于是万物以生以育，以化以灭，循环往复，莫可救竭。于是造化之功见，而世界以立，为盛衰因果，凡枯消息，以尽二气分合之用，而达天地生成之德，皆由此生至而来者也。故其气往来不息，其数乘除不尽，其为万物禀受之本，生死之基。
祸福吉凶之源，夭祥顺逆之泽。无惧系远近多少美丑，太极图一图表4之伦类，必皆愿此以为例。无贤于老幼动静之性情，必皆因此以为范。故天地以之程度，人物以之成纪，世界以之成用，宇宙以之成法，神鬼以之成德，行气以之成形，上下筋骨，精粗巨细，咸在其身质之中，而后数命以成，气象以明。智者察之，以为通道；愚者顺之，以为安身。圣人者，其象于卦，视其用为义，以利为交，而宜天下后事。是义之所述，本于河图，而其所拟，莫外于五行生制之力。此凡习义者所当先之也。盖义之卦，虽始为8，终为64，而其本，则两仪也，五行也，及其分合与生制也。故卦有性，不外阴阳；卦有德，不外水火木金土；卦有用，不外五行生制，二气分合。以此卦象全演自河图者，而卦纳甲纳阴纳成各例，犹未推五行生制，而尽其用。本二气消长，而尽其功，至详且明也。此习义必先习河洛图，而明卦必先明纳甲纳辰纳阴者，良有矣也。五行生克之理，由于气之分合，气有消长，则用有生杀，以后天万物并生，必有所至，否则独抗，反生为害。故有志使之不抗，而后成其生化。如水得土，则无犯疫之害；火得水，则无焚燎之灾。而后水火之用渐，利多而害少，故物得其意。此造化之妙用，亦本气自然者也。河图之象，以相生者相接，相克者相对，而明其成制之意，知其对偶，非仇则爱。盖相当不让则仇，相得有和则爱。即以刚柔为辩也。刚遇刚则仇，柔遇刚则爱。故其成制，皆以相克而成其用。如水与火，木与金，皆得其所至为助，以其克之，所以助之。虽异其事，实成其道。故相对若仇，而相得未婚，其成生化，全在于此。故五行之运用，必合其生克之情而后见。河图如是，卦象亦然。八卦之谓，亦以对偶成制而尽其用。甲子亦如是。故子午卯酉，分合水火木金之谓，而甲丙庚壬巳刚亦如之，皆以相接相对，各成生克之用者也。五行之名故有定，其气人时通，故其用时相位助，而其生成之术，亦恒以为用。如《内经》等书，以数计用事也。在水火木金，多取的数，土则取天数，亦以其独异也。土之生数5，成数为2、5，生数时该成数，而5又中数，故独取之以用其用。
其止时生矣。太极图一图表4。太极图2。孔子太极生两仪四象八卦图图表5。宣圣讲义。义传曰：亦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此言易卦所自始也。易卦有8，而本于四象之分。四象者，太阳、太阴、少阳、少阴也。阴阳太少，虽有四象，而本于两仪之化。两仪者，阴阳也。阴阳虽有两仪，而本于太极之所生。太极者，至极也。言天地万物莫不有始，始于太极，由下而溯其源，至斯以极，故曰太极。言无极也。太极之始，阴阳未分，两仪未生，纯然一气，精神光明，谓无始之始，无生之生，真体元灵，气周道宁，德智玄玄，神智冥冥，光和习纯，悠然至清，不可误拟，不可言明。明之太极，立身之根。此太极之象，谓自无之有，太初之母，万有之宗，一气之源也。故曰太极。言其至极，无可上进，无可分移，而不得以名称，以象类者也。夫天地万物，同司气也，同司生也，同司运行不息也，同司有守有立也，而皆自太极始。以太极能生也，有始也，运行不息也，守中立极不二也。故谓天地万物之母，气数之祖，生成变化之大本也。言其远不可知，言其可知，则太极而已；言其外不可名，言其可名，亦太极而已。天地上自太极生成，况其下者乎？故欲穷生化之源，气数之根，必自太极始。太极者，故万有之宗，而言亦必以太极起其端也，义之始也。夫羲之一化，即太极也。谓体一，谓气纯，无数之可计，无象之可象，而计之以一，象之以一，言数之始，象之初也。故易之卦象，即自一始，盖是太极者也。太极之为象，虽仅此一化，其气虽纯，而有动静之用；其精虽凝，而有生化之功；其出虽一，而其既动则有所生，既生则有所变。故一之动也而二生，静也而一复。一者谓阳，二者谓阴，两仪乃生焉。两仪者，太极之初变也。太极以气之动静，精之生化。动者自生，静者自化。生者谓阴，化者谓阳。阴阳既分，其气思变。前之一者，变而二矣；前之太极者，变而两仪矣。故亦自太极生两仪。然两仪虽生自太极，非如后来之生化有父母也，乃自至极之元气动荡而生。因其有动则有静，动静异也，异则有别，而后生化见也。
虽生化而仍有一气之变，非生自二气也。虽化而成两仪之名，其使人为一体也。故曰亦有太极是生两仪，言两仪之生，生自一气，而两仪未生之前，故浑然一太极也。是生云者，言自是始生也，名是两仪之生，谓生化之初始，而太极之变为两仪。时生化之初见其用，以素天地生成之本，人物化育之源也。故曰是生。凡古文是字，有自此作始之意，且言其本能也。世界生物，莫不自阴阳之和生化，为两仪始生，则太极之一气所化，由其有动静。动静亦阴阳也，不过一气之动静，而成两体之阴阳。老氏所谓一生二者，即指此也。夫太极之初，故浑然元气，无形无质，无色无相者也。然以其元气，有其光焉。光生热，热生动，动则有生。光者元气之体，热与动者，元气之用。生者用之见也，元者人也，人之德，以生为用。故元气以生化为本，动而有生，生而阴阳出，此元气自然之德，流行不息，而后阴阳之象，往复无穷。一生永生，一化众化，而天地已成，人物已育，生之化之，日益以盛。故元气之德所见，亦造化之功所真者也。故太极者，主生化之书，为天地万物之母而塑世界之初始，则故来自浑然之一气也。是曰气化。气化作始，形化继之。既有阴阳，则生化者自一气之和合而后成，故有两仪，乃生四象。有四象，乃生八卦。即由合图自二气而生五行，络书自五行而变九宫。老氏所谓二生三，三生万物者是也。阴者成阳，阳者包阴，二气环行，乃见生成。此一气之自然，数之自合者也。故易之卦象，自阳爻图之象，生阳爻图与阴爻图之两仪，根生四象图共四之四象，再由是推之而生八卦图共八之八卦焉，皆气属自然化合而生成者，而其自出则太极也。极易也，图而象之，则谓特殊图。此是浑然之气也，以其既具动静也，则谓特殊图。是以生两仪也。是传之图，有谓竞合，应以此二图为则。一图则太极之象，纯净光明；二图则动静生阴阳之象，黑白环抱。如是可见太极之体，即所生两仪之象也。夫异象者，言天地既生之后者也。故取象自太极以下，而八卦也，64卦也，384爻也，皆两仪四象既生之后之事物也，重在既变之象，故名曰易。易变易也，而易有太极一语，即名士所自始也。易字不必指书名，
当以卦象变易之以示之，有字不可属于易经解。当以字无入有之以示之，盖言易之言变易也。必自其变所使考之，言变者必真于有物之初，而使有者，即变之始见也。则太极者，即万有之始，亦万变之宗。故言变易，而名变化之源。言自无之有，而名有物之始。自当素太极而为权易之根本，则亦有太极一语，其意义至深切者名也矣。若是为易经有太极，则不合矣。太极非物也，言易虽自伏羲，而太极之有象，则天地之先也。故太极不得是为易所有无者也。要知太极之象，传之久矣。伏羲时化之为一，无此图也。后圣见由伏羲之一，演之为圆圈，以示其体。又有由圆圈之象，演之为特殊图，以明其用。即特殊图自所自出也。后更演之为黑白交互之象，以明两仪既生，二气之周流不尽，而以正天地生化之序，乃合意象八卦之图。此经世所传之太极图也。图之为象，在明其体用。黑白之图，有用以体，尚非全也。必先有浑圆明彻之图，以象其本来元气；和以黑白交环之图，以象其动静生阴阳。于是体用皆全，变化自见。如易之卦象，自一生阳爻图、阴爻图，自阳爻图、阴爻图生四象八卦，皆有序也。若不循序观之，则不知八卦所自来，又何以明卦象之体用与变乎？故易者太极也，阳爻图、阴爻图者两仪也。八卦皆自是生化者也。古人言文尚简，况当画卦之时，尚无文字，所有之象，仅八卦与64卦，虽有太极之象，而未有图，又未以列于卦象前后，不过口授之后人，知其有所始耳。待文王之后，诸圣人之言，皆彼之书，不独易之象义，有其文言示之，即河洛太极之图像，亦有传序以解之。此系传中有亦有太极之语也。盖恐后人不知易卦所自始，而忘其本，故特述先圣之言，而系此以传之耳。系传者，谓系于此以为传授，以意象之未备，恐先人口传不垂久远，故系之辞，谓之传。言由系之于意，是无疑耳。天地之前一气所凝，故无物也。天地既判，万物续生，人气之所周流，故营天地者，物也；运天地者，气也。气化而物生，气化自太极始。太极者，气之主宰，其化生之序，则见河洛二图，阴阳并行，生化无垠。曰阴阳者，以太极气化之次序也。太极之初，元气纯阳，不可分阴阳也。元气胚动，乃生阴焉。动则阴生，静则阳复。气阴动化，生以动成，
故太极出生为阴气，而其后动静往复，二气始分。此阴在阳先之意，非有所轻重也。治其计化，二者并行。阳主阴从，刚先柔后，则阴统于阳，天包乎地，此有生之序，不可乱也。故太极之后，河洛之象乃见。天地为两仪之大者，天生则地成，地生则天成。天地合精，生成乃见，非如太极之气化也。故两仪分合，五行已出，五行往来，九宫已分，五行九宫，即易之四象八卦也。故卦有气，有数，有位，有时，有其名类，有其变化，皆由气之所致，生化自然之序。然生化虽重，不得离于阴阳，以气化之后，必因阴阳之化合而后生也。天地阴运，万物化生，此造化之序可记者也。自太极以一气而分为两仪，其德在生，得流气薄，生生不已。太极谓有生之祖，两仪谓有生父母，皆气之自治也。气之自治，是谓之道，以其循环往来不相害，消长盈虚不相乱，而以成其德也。为道有德，道不可见，其德显焉。两仪之德在生，即其道之见也。道以成其身为先，人之成道者，常生而生物，此即顺道至德之事也。故道出于太极，见于两仪，成于人，全于性，为性合乎道也。人生之性，受于中气，亦太极之元气，生而有之。全性则全身，成人则成性，身全人成，纯乎道也。故归于太极，复于真境，是谓得道。故曰道者，反本复始者也。本始者太极也，反而复之，纯乎元气之体矣。是故义之言教也。以道为本，圣人立卦象，将以明道也。道之始乎太极，运行于二气，调和于五行，以因万物万事，而成其德，以守中立极，而全其性。虽依象以奇数，而判其吉凶；依数以言命，而明其顺逆。而莫非指人以道，彼克全身以反本复始也。故义之言谓道言也。义之象，原始要中，为教人各正性命也。故必推元道之所自，人生之源，气之所运，数之所合，以定其所宜，而为人立其责，以便其所至，而是人所有修。必以天道谓之准绳，人道谓之纲纪。敬人以合于天，致力修养，以全身是性，立德成道。此亦有太极一节之大旨也。夫太极故世人以象矣，浑圆无明，虚然光明，明然周流，悠然长存，气行不息，德增广深，数继太一，道在用中。故以纯精至神，为天地先；周还太和，为万物宗。
其所向者，道之体用；而人之所见者，德之玄玄。人志随所视而得，生成随所欲而合，无大无小，莫能外内。况参以河洛之图，正以乾坤之卦，大哉至矣！其意有不可尽矣。故义之象始于斯也。且义之言义，义不义名义，义名不义，素使气中，则天地推于无尽；反本复始，则万有归于一元。太极主其始矣，而终亦尽于世。盖亦不义之元气，而主变异之阴阳，生生不穷，而真体长存，行行不息，而终极永在。此所以谓道之象也。天地上自此出，而失其用，况其下者乎？故物物有极，事事有终。终极之德，即性命之所见。此中和之功并复载，而人治之德同天地也。亦传曰：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可以明太极之道矣。夫亦自太极立其极，而以乾坤代明其两仪。万物皆自阴阳生，故权益卦爻，皆自乾坤出。乾坤者，天地也，父母也。其德则刚柔也，仁义也。其功则生成也，复载也。何莫非阴阳之道所见耶？欲明道而知太极，必自意始。亦故演太极而该河洛象者也。宗主附注。此文讲太极要义，以举其大者言之耳。太极图像，秦后儒者失传，唯道家存之。至宋时传于周濂西氏，而后儒者亦得有之。时以门户之见，沿袭之深，自毁者大有人在。徒以一传有亦有太极一语，无能根本推翻之也。然周所传，虽名太极图，实则太极以生两仪之象，非太极之体也。后人有演为一圈者，有谓黑白相互，中藏一小圆圈者，取义固善，然尚非全体。以太极之出本无极，由无入有，必有其象。如河图之与洛书，由二五变为九宫，其图不能混为一也。必先视太极之体，浑然元气之实，再视其动静之用，阴阳生化之象，方可由图见天地生成之序，阴阳未判之先也。故夫子命作二图以象之，一圆圈浑然明净，此其体也。一黑白交互，二气流行，此其用也。体用既全，始终在目，自意探造化究竟，而明晓由无入有之景象也。夫太极气之所化，全为自然生化之物，因其气之有动静，而后阴阳分，出则一气而已。二气既判，生物无穷，而此太极之象，人如故也。盖前者先天之气，后者后天之体，后天之生化，即后者之所主，而先天之气，人存其中也。习道者由后天阴阳之体，见复于先天元气之时，当依此图正之。苟在生时，百体俱用，情事未除，
不能逃于阴阳往复之道，即在生灭轮回之中。是后图二气互为消长之象。若果平除物好，觉至情事，充其性灵，至于中和，则由后天反于先天，即前途浑然光明之象。所谓反本复始，原始要中之道，皆在此二途中验之。其意故重在明道者也。夫子此文，决意教之为，指修道之要，非仅是亦有太极之文意义也。读者当三复焉。夫子前讲一本河洛图象，不只言取其象而致为一之卦象也，实则取其象，以立修道之教耳。盖道自本无名之名，修道更难以言闻名其方，必因图象而指示之，乃得悟其本源，及其归者处。而图象则自河洛始，河洛图象，以变者是人不变，不变者是人变。一静一动而阴阳生，一顺一逆而生成见，皆本道以明道。明之即以教之修之也。故观河洛图象，重在动静之间，顺逆之序，更重在以天道立人道，以人道顺天道。天人之相成者道，圣人之立教者亦道。道无二用，用之于身则成己，用之于人物，则成人成物。皆亦以贯之，皆自河洛图象始终之也。故修道之教，不外于河洛之图，而圣人之道，不输于天地之术。由其浅言之，则为人之事；由其深言之，则成道之功。亦传曰：仁者见之谓之仁，智者见之谓之智。此语以尽河洛之意。一部易经如是，六经亦如是。除是外，更无他语足以尽之也。故道无大小，无远近，人自见之。若推而言之，望者谓之望，愚者谓之愚。人自望愚，何救乎图象也？中国言道，以信礼待之，此宋人言也。实则道，自不止信礼，凡天地之物，无不在道中生成往来，无一事不有道在。盖天下物物事事，无不在气中航运，而自然生成往来者也。此气之名曰阴阳，气之用即道也。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天下物物事事不离阴阳，故不离道。非指性理名为道也。气之所行，不独生物，即木石之类，无知无情者，皆有其气，皆在道中也。如衣饰中，或桌几，或书画，或完好之物，皆在自然中谓之。或主或客，或畜类，或虫蚁，出入住席，皆在自然中游走去住，皆有其道也。因天地成于此一阴一阳之道，则自天地以下，无大细，皆不得离道以生成往来。故道者气之道，由车之轨也。有车必有轨，有气必有道。同此气，即同此道。太极者，气之所始，道之所自。言道而不溯太极，譬如行路而忘所自至地，徘徊其路而已。
故言道必先明太极之用。既明太极，则性理在其中矣。所谓知其源，则流易测；得其本，则知业易探。此言道者所当知也。儒者言道莫先于易，易自太极出，则欲习道者，可不先求之太极哉？又曰阴阳动静源相根，而动为阳则阴生焉，静为阴则阳复焉。出无一刻之停，只见消长之气。故动则阳生阴，静则阴生阳。如人作弓，以动属阳，而晴见即生阴，反于静，则性渐而阳复。二者思虚之间，往复之运，非了然二事也。果动矣，必由阳生阴；静矣，必人反于阳。此理自然而然者，已含有往复消息之意，足以明太极之气无一时停住，阴阳来去，有相根之妙，即天地间二者之相应。正如是也。以阳为主，则阴从之；以阴为母，则阳生焉，非截断可比。如静坐至极，神气活泼，灵光周回，即动也。然非动之动，乃静生动也。故曰阳复。太极之成两仪，即有此动，而分为阴阳。若未动，故无二名。动则阴生，即此意也。凡义理皆象气之流行者，若以不动者拟之，则失意义矣。义者，变异也。变异者即流行无助之意。阴阳互抱，出无可结谓二者。详细体会之自明。述甚讲义。太极图者，自意象素而上之，乃是其出之象也。天地之生也，一是象以生成，更一是气之推行变化，以生成万物。其始则简，其纪则繁，其本则合，其用则分，而时有定序与方位，有数量与名类，非无纪无序者也。盖天地出于太极，其象故大，大则难考；人物生于天地，其形以小，小则易真，真其小，自得其大，以其生也同，而气之行也一，不以大小有殊也。故言天者，必先求之人；言大者，必先求之小。物有一太极，苟求之则自见，不疑谓无真也。凡有生之物，皆同此气形而化，皆同此太极之象者也。太极者，至极也。古文太字同大，大者无与比拟，言独有而绝无，不可复加也。故有大一、大出、大素、诸名，皆是其独有无复加者。太极亦然，以至静不可复静，曰极；而极之不可复加，曰大极。盖自是以上，无可逆也。故凡物自大极始，然大极者，不可作上下看，或左右看，以端谓极也。知一作中心讲，盖极必有所立，必有其位，其处必至中也。若无所立，不得谓之极，以无定也。无其位，不得谓之极，
无所守也，非至终，不得为之极，不可久也。唯有所立，则定于一而不二；唯有其位，则守于常而不失；唯其至终，则久于运用而无所穷。故名之极，有北辰之为北极也。天之极定于北辰，地之极定于南北极，而世界之极，则定于太极也。以其至极，无复与比故也。何以谓至极无比？则以其所立虽定而无定，虽有位而无常位，虽至终而无常终，不似北辰之天极，南北端之地极也。夫既曰极，而曰无常，岂非异于极之为极乎？曰非无常也。言无常而有常耳，以随所在而立，所至而位，所行而至终也。故曰无极之极，曰太极焉。夫有之与无，同出一途；上之与下，同名一方；神之与形，同生异类；道之与气，同用异事。故天地既判，人物思生，形神所分，阴阳乃别。此太极之为至极，恰介乎两者之中也。由此以上，皆属于无者。上者，神者，道者；由此以下，则属于有者。下者，行者，气者。两者之中，乃为极，而太极乃居之，故曰至终。而有位，有所立也。然有既明，无谓常无；下既分，上谓常隐；形既深，神谓常少；气既沉，道谓常亡。则两者婉转生化，千变相随，未尝一日异。而极之为极，亦未尝一时失其中与其位也，而亦未尝执其中与位，执则失之。故有常而无常。故曰物物有太极，取喻于小，足知其大；取譬于近，足证其远。故太极者，极而非极，异乎物之两端，天地之极也。果名乎此，可与言太极矣。夫太极之象，是天地之生成，生化之循环，阴阳二气之地善，万物之生成变化，自无入有，自始至终，盖无不包在象中也。故易之卦象，肇始于太极，而推溯万有之源，亦为太极。言物必始于有，言生成变化，必本于气之动静。太极未出有，而具动静者也。故推而上之极于世，推而下之始于世，推而内之立于世，推而外之本于世，以是为宗，而后可以推及其他，以是为始，而后可以推至无尽，以天地之气，通行而无所至，故其为象也圆，为物也周流不穷，为用也无习不二。而太极谓之极，以定其位，守其中，以御无尽，而行无穷。故天地不离其度，万物不乖其序，而易之卦象，遂本是以立以成以用，始终于易，以尽其变化，而后天德之道以见。
人物之数以明，鬼神之德以知。而后有形者视其生成，有气者通其变化，合阴阳而归于太和，会万类而统于太一，同万行而齐于至中。以言乎道，则道至矣；以言乎物，则理备矣；以言乎事，则勤俭矣；以言乎天下，无不嫌疑。而行之无不得，守之无所失，是以为教之本，义之源。故非圣人莫之能知，亦非圣人莫之能言者矣。夫子于中庸述其义，曰时中；于大学述其径，曰至善；曰无所不用其极。此极自与太极同一义。盖有物必有则，有则必有极。太极为一切之极，凡在有者，皆有极；而凡有用者，皆必用此极。此极中庸时中之意也。简明之曰道，故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而太极即自阴阳成，人生受命于天，而有性，性亦合于太极也。故曰成之者性，性成于善，太极之行，至善也。故曰继之者善。此太极者，统一切事物而言之者也，非尽以一物名之。凡有名者，皆合于太极。不问其为物，谓事，谓道，谓气，谓形，谓神也。苟可言者，必自太极始；有形有守者，必依太极以形以守之也。盖太极之为道也，道之为一阴一阳也。无能外阴阳以生成，故无能离道，亦无不合于太极也。虽然，太极故自生成者，人之在生成中，而不克明太极之道，则谓忘生之本。圣人乃以教教之，使明其身，而义之益于世间也。故义之素太极，谓至卦也。谓以卦喻其教也。卦之所向，事事物物，皆道之所在，亦太极之所运行，无他物也。二气之消长盈虚，以成天地间之生成变化，而义象之以示人耳。是义之教，尽在太极中。天地万物原在太极中，故义不得外之以为教。人之求义之名，而不从太极始，将何以见义哉？故传曰：义有太极，其义与也，正中之矣。伏羲八卦所自始，故溯源太极。而合乎河洛二图者也。河图以天地合化，生成五行，以分四方，即四象也。洛书以五行生变，而为九宫。四方之外，加为四余，遂分列八方，即八卦之象也。中五者，太极本位。九宫名太乙本宫。太乙虽在中央，而以时行临于八宫，故九宫皆有太乙至临之时，而八方皆受太乙之气。八卦之象亦然，由四象而分为八卦，须其中以谓太极。太极虽无象，其位故在，而其气运行于八卦，则八卦皆太极之象。分则谓八卦，合则宜太极。此天地自然之象数也。
太极何以无象？则以意之重在变而推其用，故引其体。以体为先天，非如后天之有形也。太极之为太极，言其气之如是行，生化之如是成，不可以物拟之，故不象之也。然太极之气，无时不在，所行之道，无的不至。其所生化者，自物见之。故列八卦，即有太极。太极自存八卦之中，见八卦即见太极，由道不可见，而以德见之；神不可名，而以形名之。先天者，立于后天；道者，存于气。得其一，则知其二，不呆别求之也。故八卦之谓虚太极，而八卦之用，皆太极之用也。以太极有名无位，有位无象，故亦有用无体，非无体也。见用即知体，体在用中也。传所谓神无方亦无体者，即此意也。神者，指太乙之神，无方，无定方也。言太乙虽居中宫，而周行八方无定也，亦无体，则太极之不显其象，而其用存于八卦。不独八卦，64卦，384爻，皆有所用，皆太极之用也。用见而体藏，故曰无体。后人不明此义，遂不解无体之谓何也。夫天地之大，谓神者一，谓行者万，谓体者一，谓用者万。故有上下道气之殊。太极体道而用神，谓名可名，而物不可拟。合之则一，分之则万，皆此太极也。如合天地，一太极也。而天地间万物皆有太极在，道，一太极也。而天下万事皆有太极在，太极不可得而象者，恐象之而人疑为物也。故虽有太极之图，只可视为虚拟之象，不得认为一物也。不得谓物，而物皆有之。故易卦不列太极，而全易卦爻皆存之。伏羲一化开天，岂非以一拟太极哉？则凡卦爻，莫非自此一来？故莫非太极之象，何事在象之乎？通者达之，直者昧之。观八卦之象，故无在而非太极，是人之能见的否耳。弘教附注：此文是太极之象，明透极矣。太极之象，重在一阴一阳之周流无尽，非象物也。物皆如是，非象是也。事皆如是，此天地自然之象，无大小异也。故八卦不列太极，而太极自在卦中也。人能明此，则明神之为神，道之为道，而造化之妙，气数之奇，无不在指掌中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：易经正式上经第2册图像，伏羲文王八卦各义大旨。宣圣讲义。伏羲画卦，始于太极，以见前讲。
其所画八卦者，纯本太极，阴阳并行之象，即河洛五行九宫之图者也。太极之阴阳两仪，非同等同类各据一方者也，非首位不移者也，非分行不谋者也。其身也有序，化也有次，交也有多寡，行也有往复，一消一长，一降一升，非化然两节也。一盈一虚，一错一宗，乃合而有的者也。故自阴之始，至阴之终，阳之消，至阳之息，皆地位加减乘除，而象其气之上下往复，皆序为东南西北，而分其数为奇偶盈虚，故其名有等，位有极，类有大小，象有经纬，以成其变化，而该天地万物之始终者也。故两仪地分为四，四象地变为八，八卦于是成象矣。河之河洛亦恰同。河洛之图，由天地之数成五行，由五行之位变九宫，五行除中央，则人四象；九宫除中央，则人八卦也。中央者，太极也。八卦以中央为虚，故列八方而虚其中，实则中央太极人自在也。八卦之象，本于太极，合于河洛，而象天地万物之生成变化者，生成无尽，变化无穷。八卦之用亦无垠也。亦传曰神无方，亦无体。此即指八卦之虚中位也。中位太极，元气周流，主之者神，行无定方。太极为体，八卦成用。太极既虚，故曰无体。此八卦既立之后，用其变化，而至无尽，虽曰无体。体见于用，由神之无方而无不在也。夫伏羲作卦之始，初无文字，卦象即象形之字也，其命名也，即象物之名。故干三爻图谓乾，象天，即天字，天之古文。即如干三爻图，卦之象，象阳气之聚于上也。坤三爻图谓坤，象地，即的字，象的之形，的成于山水。其左为山，右为水，后人变其状为地也。离三爻图为离为火，即火字也。火为旁实中虚，如特殊图，后人变为特殊图字，或作特殊图。人离三爻图象也。坎三爻图为坎为水，即水字，象水之形，后人变为特殊图。人坎三爻图象也。震三爻图为震，为雷，象天上之电光流照，即雷字也。后人变为特殊图。人震三爻图象所化。艮三爻图为艮，为山，象山在地面，高出于土，即山字。后人变为特殊图。有作特殊图者，人艮三爻图象也。巽三爻图为巽，为风，又为木，象风行天空，木之叶分披。后人变为特殊图，或特殊图。人巽三爻图象也。
对三爻图，未对，未泽，象水之在泽，如虎爪之类。后人以其从水出，便谓特殊图，象水之诸，而后流之意。又谓说言，象蛇动而口起也，此皆最初之字，象形者也。虽已去古久远，千变已多，不尽相同，而其意仍在。且坎离二象，人如出也。坎之水，离之火，其象既似，其数亦同，则一览可知者矣。因水火二者，阴阳之枢纽，天地之运用，其自然之象，永固如斯，则自象亦不变也。况八卦，名气与数者也。气有阴阳，数有奇偶，故天谓阳奇，地谓阴偶。其所生者阳则奇，阴则偶，亦如之。而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，名阴阳必交互而后见其用也。所谓自然之理，自治至焉，不假人为者也。是观八卦之名及其字，即可以知其数与气，其符合者，纯自然自在，非圣人所谓也。八卦之气数，生化之所系，皆自四象来，如乾与兑，太阳也；坤与艮，太阴也；坎与巽，少阳也；离与震，少阴也。阴生阳，阳生阴，二气周流，循环无穷。其数则有先后，其位则有上下。属于阳者，敬天而数其；属于阴者，敬德而数偶。天地者，阴阳之总殊，故乾坤为父母。水火者，阴阳之代用，故坎离为枢机。此四者居四方之正，正巽艮兑者，阴阳之变化，消息盈虚中始之事也。故四者在四余，以辅益其生化，而变通其气数。此卦之有八，为天地万物之总象也。夫伏羲作卦，以象明气数生化者也。而生必有始，化必有终，有其气，则有其物；有其数，则有其类。天地至大，万物至重，而约之于八卦。其所象者简，而所推者繁；所举者易，而所变者多，则由其用之不穷也。天地亦阴阳也，万物亦阴阳耳。故万物虽生化无尽，不得外于天地，即不得外于八卦也。八卦之始终可得言也，而变化不可测。八卦之名物可得类也，而迁移有无穷。此所以名之曰卦。言以一卦万，以简喻繁，以易喻众，其为德不二，故能成其大也。此就八卦之名类气数，略言之耳。伏羲八卦，自象言之，则包举天地万物之象；自数言之，则纳天下之数；自气言之，则通二五之气。其设象有物，治卦有则。物者，天地生成之物；则者，河洛太极之象。故卦有大小，的有方位，形有次序，有往来之度，有变化之形，
有奇偶对待之术，有阴阳分合之情，故卦有名，有义，有位，有时，有交合之类，变异之事，虽简而不移于物，虽繁而不乖于道，此其本于自然，成于固有者，非作者意谓之也。如八卦之气数，与河洛太极之图合，自分阴阳，自成上下，干为天而居上，坤为地而居下，此天地自然之谓也。阳从天下，阴从地上，阴阳上下，天地以交，生成乃见，此河图之象也。生成之术，守水次火，水以阴藏阳，火以阳包阴，水则润下而随阳生，火则炎上而随阴降，阳左阴右，故离东坎西，以象日月。日为阳则东升，月为阴则西出，其象亦天地自然者也。天三生木，则阳气出生于阴，阳在天为风，在的为木，风行于空，木生就上，故震在东北，巽在西南。阳袭则阴消，阴虚则阳动，亦天地之气，自然分合也。的四天九，今已生成，今藏于山，而要其直。含阴则静而居地，非光则动而进天。山乃后藏，阳阴应用，则乃流润，阴以阳耀，故更为山而居西北，以覆于地。对为泽而处东南，以立于天。阴阳自分，方位以义，亦天地万物自然之象也。阳者从阳，而乐交阴；阴者随阴，而喜顺阳。天地既立其殊，六物因之而定，水火既分其用，四象由之而行。风雷震于东西，以成寒暑之令；山则列于南北，以见生化之机。此八卦之方位有所定也。亦传曰：天地定位，山则通气，雷风相搏，水火不相涉。此指伏羲八卦之方位也。至八卦之次序，则本于太极两仪之象，而分阴分阳，顺逆以相交，成往复循环之术，亦与河洛同。盖太极之变异，河洛之生成，阴阳二气，自生至老，自始气终，有其序也。而以数记之，则次序乃明。八卦亦然。干为阳统，坤为阴统，干数为9，即阳之老；坤数为6，即阴之中。此二气之殊，谓各数之载。循阳者由阴始，行阴者由阳起。故阳自上统下，阴自下统上。左之卦上统于前，右之卦下还于坤，一顺一逆，而成环形。阴乃继阳，阳乃交阴，故自干数之，则次为兑，次为离，次为震，又次为巽，次为坎，次为艮，次为坤，以成一序，相贯而相得。莫见乃见其次序焉。故太阳有二，太阴有二，少阳少阴亦然。以有始则有终，有来则有往。
其行之自治也。观其卦象，则自知之。如一日然。日午夜子定其书，辰系定其行，而自午至系，自系至子，自子至辰，自辰至午。气有异同，数有进退，象有盈虚消长，此自然之理，非有所谓也。故卦之次序亦象之。阴阳二气无一席之停，其序不乱，日月往来，无一时之失其度。不乖者，则由于有自然之次序也。故八卦陈列，则次序见，而推之无尽，变之无穷。由依此序，未尝有差，以合天道，以类万物，无不贤德，则序之效也。故有卦象，则有卦位，以定其方；有卦序，以定其形。方定则可守，形定则可遵。有守有遵，则可久可大。此义之道，大而无尽，久而不息者也。八卦之象物，虽有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名，然举其类，不止此也。盖物之生也日繁，气之所附，数之所同，有难尽举。此则以其类而统之耳。如干象天，以其纯阳也，其数久，其气阳，则凡类事者，皆其属也。他卦亦然，有事象者，皆复是类。以象言之，不以物名之，故于所象之物名外，另谓之名，是其不限于此物也。此干三爻图象天，于天之名外别，名曰乾；坤三爻图象地，于地之名外别，名曰坤。是干三爻图阴三爻图不指象天地也，故别称之为乾坤。他卦皆然，不可以名拟其象也。故曰象不曰物，由之二气，不曰气，曰一也。凡物之生成，皆有其气数，则有所象。象合卦者，属何类？其多不可尽数，数其意见闻者而明之，而恐人泥于名物，乃别名之。又恐人之不能推演其象，乃别数卦象于传。虽所举较多，实未尽也。且天地间事事物物，生化无尽期，则分类无尽数，名不尽名，纪不尽纪。由其化合而得者，则自其所合之象合之；由其化分而来者，则自其所分之象分之。此在人之推之也。如八卦之象，故以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物名之。而八卦有分合而成者，则将自天地水火风雷山泽之分合而象之也。推之至64卦，384爻，各有所象，有所合，有所分，有所变化。其所得之事物，亦自其象推之，无不知也。故易象，以简象繁，以少象众，由其本推之，可无尽也。夫乾坤之名，与64卦之名，名其象耳，不可逆于物。物不止此名，而象则同。如阴阳之为物，可千万以至无尽。
而相同于两仪，五行亦然，九宫亦然。凡同此气数，同此生成者，皆同此相，或是或物，或隐或显，或神或形，或过去，或未来，皆同在相中，皆得推而类之也。故相者，象气属者也，非象物，物从而象之耳。故在干三爻图之卦曰干曰天，不过名其卦而举天以象之，非谓以干三爻图象天以也。其他皆作如是观。宗主附注：伏羲八卦谓先天卦，非平时所用者，以其在先天，重体轻用，必合文王卦，使能用也。然卦始于伏羲，不明其象，则不知所自来。此易经以伏羲卦为纲，文王卦为尾，而其次序与文辞占卜，皆用文王卦为主，以在后天，不离后天卦象也。但文王以前，亦自有其卦，为后天之用，即连山归藏之类，同伏羲卦行于世，皆伏羲卦所变也。一正一变，一体一用，原不能离者。不过伏羲识着其正体，为以变用复之，以实在上古，人事甚简，人多明道的正体即自明变用，故不必者之于测也。今之伏羲卦，必赖文王卦，而后明其变用。若仅观伏羲卦，为考古则可，求其适用则不能也。故学亦必通二卦之象，且伏羲创制，皆有志意，必先知之，以素易之源。此夫子首集之也。前仅是卦象名义，与河洛太极之相合。今则讲卦之八方次序，以明历卦之旨。宗主书述。夫子言中国文化发明最早，至伏羲画卦而后文字乃起。仓颉氏作字，即仿于卦象而推广之。因天地间，物物事事，行与义所见于外者象之，而自见多。又因物之生化，事之变迁，情事之分辨，行止动习之殊异，而推此以成彼，借彼以成此。其用亦繁，其字越多，然其原始，莫不自卦象出。盖卦象者，实文字之模型也。卦之出成，原以记名，虽非字，而含有字之用意。不过所画，限于数，止于气，其笔画多少，皆有一定。且因数之消长，气之生化，其间有序，其志有位，而皆相连接以成其用。反正以明其变，其为象，不似字之单立成形，推广成体，其伸缩无限，其构合多方也。故其为象，恒尽于化，皆以平行线为形体也。然最古之字亦多如之，以便于用。即亦与卦变，则往往以直立为形体。不过笔数犹未改也。是就各字之例最显者举之，以见中国文字之由来，而正后来字书之传物也。天字、坊字、干三爻图、卦象，古文作
特殊图，后见变位，特殊图及特殊图皆自卦象出。今之天字，仍有其余义，故撰文作特殊图或特殊图，而草书作特殊图，尤明显也。至干之字形，亦仿于干三爻图。初本系干字作特殊图，即由干卦图所变，画数人同，为墨画改作特殊图，后见变为特殊图，字书误为特殊图，以为系汉字古文，实则干字也，通作干，故同一字，后始分也。后更由特殊图变特殊图，即甲乙二字，以干属天干，始于甲乙也，以天干共识，又加时于上作特殊图，遂见义为前。此即干之仿字，干三爻图卦象之基也。的之仿字，坤三爻图也，亦然。的之初本作特殊图，而特殊图字即水字，水土合为的故，的古文作烂，同六画也。而坤字则尤明显，坤之古文作特殊图，系将坤三爻图竖起来者，后变为特殊图，即快字，亦作特殊图。与溃通，于击溃之古文，生字亦作特殊图，故坤字由特殊图转变而来，其行人痛地的作特殊图，坤作特殊图，象相近也。坤字快出，亦大快之意，故以名坤三爻图而象的特殊图，其原识字坤三爻图卦出也。离之为火，火字本于离三爻图，象作特殊图，系将离三爻图竖之成字特殊图，此亦见者也。而离字亦仿字离三爻图，其初系特殊图，字以合则为特殊图，分则为特殊图，独立不与他物合，即分离之意。后由特殊图变加特殊图成特殊图，后又加追遂成离字。前之特殊图字，遂另为立字矣。不独离字仿于离三爻图，即分别二字皆自离三爻图出，故分撰为特殊图，别古文作特殊图，皆与特殊图字画数同，皆含分离之意也。坎之为水，本于坎三爻图象，数之成特殊图，其形至显，亦如火字，而坎字则其变多，远以难寻，亦似离，但其初亦仿字坎三爻图卦也。坎之初系堪字亦作特殊图，特殊图以堪字画数亦五也。堪之撰文特殊图，后渐变成坎，故无坎字。凡坎坎先字，皆自堪字变，故书云随山堪木，诗云坎坎带檀溪，其字亦痛也。又坎字亦作特殊图，即现字，是人现入也，后变为坎，即坎字从坎所由来。嵌字本因刀字之形近似，而坎字之变，则自堪与现二字所成，故坎字训现，与坎三爻图相同。坎三爻图是阳现入阴中，即
特殊图，字之意也。且坎三爻图与离三爻图反对。离三爻图为分立，坎三爻图为合入。离三爻图为光明，坎三爻图为暗闭。离三爻图为利，坎三爻图为现，皆相反也。故立自古文特殊图，特殊图皆象特殊图及双目之意，而现坑字则从现亢，皆象人坠下及闭蒙之意。此皆自卦象所变而成者也。正谓雷，其卦象正三爻图，为雷字所仿者，原作特殊图，又作特殊图，后以雷生于天，故加特殊图于上，一语而二字所出也。凡电漏雪霜等字皆如之，故正字亦谓特殊图，皆自正三爻图象出也。正者动也，长也，出也，故自从与长，后改从成，而因从成生，实则从动长二义，非成也。其古文有作特殊图，上近似也，盖从正六爻图之象耳。古字之音时不同，以各地语言之殊，故正或因战，或因动，或作雷乌，或是电闪，同一字而分指各事，同一字而有各音语义也。巽为风为木，即草类也。其卦象巽三爻图，为风自草字所仿。风出本作特殊图，后亦作特殊图，即今讽字篆书亦有作特殊图，而巽字之初为特殊图，象风之行，亦象草之随风动也。而特殊图字亦从此出，盖巽之木，柔木也，为草类，而世界出成，无乔木，所见者草上之风，即象风之状，以风无形也。巽为顺，为入，为细柔，其意与正恰反对，故卦象正相反，自从象出，故特殊图自上二画连，下则断。与特殊图与特殊图，其画数通也。此可见字所仿实者也。艮为山，其卦象艮三爻图为山字所仿，但初时山字作特殊图，后作特殊图，渐变作特殊图，而古文山冈本一字，冈字从艮象出，作特殊图，即特殊图之变也。山即为冈，亦称艮。今土人尚有呼山冈为艮者，而艮之古文作特殊图，字书而为良字古文，实则艮字也。以特殊图象艮三爻图卦形，篆之为特殊图，上一画连，下四画断，与卦象同，又更为止，谓现。止字义，自此出，现则加复旁，复亦山也。以大地之气至山而止。古时山外皆水，水流遇山亦止，故艮止之意，与山自通，而止字与山字近似，亦可见其所自仿也。对为则，其卦象对三爻图，未则字所仿，初则字本作特殊图，作特殊图开象，亦作特殊图，变作特殊图，
后渐变为特殊图，即是自古文也。盖特殊图是水泽之形，沿湖水之有口可放出也。后人有而作特殊图者，语则应尽，俗称湖尾曰特殊图，即是也。故则自草书作特殊图，其上即特殊图，自特殊图即就，谓对卦象，对为说谓乐，以言语欢笑必开口也。对三爻图，卦之上段，即象口之张开，故说自本作就，无言旁也。后变作曰，又乐字亦无心旁，皆以就字为用。后渐分为曰、与对，即说乐等字。对为则，谓出，谓见，故光字、见字、行皆近似，出字亦近日字。特殊图亦是舌自口中出，为开口见舌而应出也。凡字之所仿，虽屡变不易寻其源，而细按之，无不出于卦象。此就其最显明者只是之，以证历来字书之物，而比后人得知文字之所起源，并见中国文化之由来已远，除非他族所及，而习义者亦可见意象未用之广。与夫求古学者，必先求之意也。宗主自著，吴国之学术，莫不始于易，而文字尤极显明，以文字亦自伏羲时发明也。然古文制作，均本天然气象，其象形者无论矣。即命名一层，亦必真于气与数，而视其物之自来，视之自成，与夫致用之处，非贸然明之也。天远的近，天虚的实，所取象多求近实，而人被天地之气，犹未最近实者，故命名多仿于人。虽物事事变化万端，必因人而后见之，知之，行之，成之。故人者，天地间之主体，亦因人之能代天地而主之也。易卦至后天以坎离为主，六爻以三四为主，皆以人道立其极。故意象虽繁，其用虽泛，无不归于人道，以明其旨。此古人制度之为义也。此篇系探索文字源流，以见文字出于卦象，日推日广，越变越殊，而后人自书多不知其来由，妄为揣测，致失古人作史命名之真意，更不知干三爻图何以名乾，坤三爻图何以名坤之类，实为习义者一层缺憾也。要知字出自卦，非先有乾字，而后以名干三爻图卦，乃先有干三爻图卦，而后变出乾字，以别于天，以象于数，而复与字义相近者，始定名之也。故孟子谓卦象为气数符号，非象物也，非可定名于其物是也。必知字之后于卦，名之不因象立，象之不因字立，而后能通象之意，即作义者之心。否则不至于名，则居于物；不至于字，则居于文。皆悉义之必也，可乎乎哉！凡中国一切制作，莫不自意象出，又岂文字异端矣耶？
不过文字即记卦象而兴，其源流未最易寻。果通意象，则于文字之学亦了然矣。此在乎学者之能会而通之耳。崇正附注。夫子以前讲卦象未尽其意，命宗主书数补之，使之由八卦之名，悟64卦之名，由自悟象，而知意象与名之真解，与前雅圣所讲卦位、卦序对反之意，均为习义者所宜先知。如否太反类见于传词，而不知何以反，即卦位之反、卦数之反，即字义反。否字谓天加地上，太字谓地在天上，此必于古否太字求之者也。卦象之不讲，不足以言义，而谓序名子之不明，不足以通象。学者误以为无关紧要而略之也。宣圣讲义，伏羲作卦，以象天地万物，自无之有，自始至终，无不包举。所至卦象，初不必皆有其物也，而物之生成者自何焉？初不皆有其事也，而事之千变者自弗焉。盖本于气化，而推之也。合而言之，则卦有物；分而言之，物自物，卦自卦。且卦简而物事繁，一卦不止一物一事也。故言物以象卦，言事以明卦，谓字莫达本，不可尽也。必由卦以象物以明事，而后推之无尽，所谓有本以及末也。伏羲手至八卦，以象天地水火风雷山泽，而天下之物与事未可尽也，乃众之以极其变，变之以通其化，变化既深，其用乃宏。而八者，众之为64，六者，众之为384，此皆本于八卦之变，三爻之化而成者也。卦虽尽于64，而卦之用未尽；爻虽尽于384，而爻之用无穷。以其变化之律言之，则是止于64卦，384爻也。盖卦之为象三，以象天地人，各有阴阳，乃众之为六爻。六爻者，体用具备，阴阳咸聚之卦也。故卦成于六爻，天地人也。八卦之爻皆六，分阴分阳，而天地之气已见，由六爻之变。而八卦成64卦，48爻，成384爻，此皆自本推之末也。天地生成，自少而众；人物生化，自简而繁。虽有终始之书，就无气数之意。故八者，变为64； 48者，变为384，皆自气数之分合者也。气数分合，有刚有纪，有气有志。卦之与爻，有统有数，有错有宗，以象之也。八卦之分变而成64，由其卦象之推移可见者也。一卦所变为八，八八为64，故八卦为刚也。48爻之变为384爻，其象异同，由卦之象见之也。盖爻者卦之肢体，卦变则爻随之，
爻始于阳爻图、阴爻图，即两仪也。即爻未卦，不离两仪，故爻之变不出于阳爻图、阴爻图之推移往复，卦亦爻成，故爻变而卦亦随之。以卦言，则爻随卦变；以爻言，则卦以爻变。实则皆气数之变也。如八卦自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变，而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自阳爻图、阴爻图成，则由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变者，莫不由阳爻图、阴爻图变也。六爻成卦，六位成章，故卦有六变。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六变，而成八卦，即阳爻图、阴爻图六八之数，合之为48爻，因其六位之意，而自有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之体，故以八变。八者后天之目数，物之出生也，以象生化之序。故八卦之变亦近于八，以其变化之序言之，则凡阳爻图者必变为阴爻图，阴爻图者必变为阳爻图。自其三位之爻言之，则其变者自下之爻始，六位之爻亦然。故出变自下之爻，由下地上，六变而至上位。与其对位本位二者合之，则八变也。故有一宫，八卦之变象焉。其对位者，如天与地、水与火、雷与风、山与泽，皆正对也，亦阴与阳也。本位者，言反其本主也。如天之归天，地之归地，各复其本源，由阴还阴，阳还阳也。故名对位曰游魂，反位曰归魂。往者必复，终者人始之道也，亦由气至而自治也。故变终于不变，此变之长度也。八卦之变以此而集于八，八八64卦，而其变已尽，其气已极。尽则反始，极则复生。虽有变者，仍还于初，不必更推之也。故卦终于八八，而权益之卦已成矣。爻随卦动，卦亦爻成。卦静则爻亦静，卦终则爻亦终。此爻亦近于八之48，而止于384爻。虽有变者，不更推之矣。夫数本于气，循环无端，宁有终极？而曰静者，言其一段也。如以365日计一岁也。天地之数，皆至世而更转也。故卦爻静焉，静而未尝静也。八卦自乾坤而成，64卦自八卦而变，其一人尽知之，而其所以成所以变者，人或未知之也。本来天下之物物事事，莫外二气之推荡所成所变。二气之推荡，自在流行，自然生化，与天地间一切物事，自相分合。时气之自治，非有为主宰之，驱策之也。其气自太极，而两仪，而四象，而八卦，自生自成，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至而至者也。而有其序焉，有其位焉，有其时焉，
有其类焉，非漫然无章，杂然并陈者，故其生成变化不相害，推移往复不相乱，是则谓之道。道由路也，路有自治，有近有远，有水陆舟车之宜，有关山易旅之变，各不乱也。故行者立之，居者安之。天地之生化亦如是也。有其机之可验也，有其名之可记也，有其外之可度，内之可测，大之可计，小之可数。虽繁而不杂，多而不乱者，有一定不义之统序也。虽大而无外，细而无内，莫不可拟以象，可系以辞者，以其永久不息，终古如一也。故得其本，知其末，明其往，知其来，推其出，知其终，知其显，知其隐，如何服气也。彼八卦故自乾坤出，而64卦，则自八卦生。其序至明，其位至清，其推移变化，至一不二。故观一足以知时，察此足以见彼，只在就其象而合之耳。如乾坤之变，而离坎六卦成，只由其卦象，所其为干为坤者几何，则知其出自干亦坤，或乾坤之合，或干之己，而坤之己，皆能了然矣。64卦之成于八卦也，亦然。除八卦外，谓56卦，属于干者几，坤者几，其他者几，或由干之消，坤之习，或由坤之进，干之退，或其他之消习进退，皆可于卦象中见之。故卦之变成于八卦，始出于两仪，有一定之序者也，而合于一太极焉。卦虽有8，有64；爻虽有6，有48，有384，合之亦一太极耳。以太极显两仪而行，卦爻随二气以变，出无他物也。虽卦有象，爻有名，或所象所名无尽，总不外二气之消长生化耳。故物事虽不可穷，卦爻有可尽者也。明乎此义，则知卦爻之所自成也。夫羲之卦象，谓象气之出行，道之使用，天地既奠，人物以生，其数出见，其象见成，其卦之序，有益于文王之意，故名之为先天卦象。然既有象，是亦有生成可言；既有物，是亦有名类可辨。非如太极之先天，尚无所有者。不过伏羲之创作时，谓物也简，谓名也卦，所象者气之所至，非有是物，而后象以卦，乃有是气，而后象之，其后因其象，而得其物，物乃备。是伏羲之卦在物先也，非先天，乃先物，以物言之为先天耳。治其治卦，纯本于气，而其所重，纯在于象，初谓治其用以及其变也。64卦，384爻，虽随时皆成，亦就其本体变化象之。
谓及其变体之用，盖将以示天地之生成，人物之生化，而模其形，指其图，以教于众，使知天之为天，地之为地，人物之为人物而已。初谓演其用也，故其卦象，由玄则以示明，如天之文，地之理。其象显而变化有度，其义明而往来有纪，乃发天道之端，而立人道之极，故谓义之始基，而后世诸义之所本也。此卦象之名先天，与文王之名后天者，亦属体，亦属用，亦属成则，亦属变利。其同义自其序可见者也。夫伏羲既立卦矣，宁不尽推其变而及其用哉？则犹未识太古，文字未传，初无疑者，后之可考者，有连山归藏之意，即文王所资以作后天卦序者也。卦本无义，以序而义。伏羲之卦，留其本则，而文王之卦，通其变利，其用不同耳。然卦始自伏羲，则羲亦必先成则，以探其本，本达而后可言用也。故卦之用，必从文王；而卦之习，必溯伏羲。伏羲之卦为后圣所采，以制作文物者多矣。其气所向不异故也。物有生化，气永存也；物有成坏，气常在也。故言物不可尽，言气则有度有纪。伏羲之卦名先天者，以依于气而先于物也，非太极之先天也。伏羲之卦，既属先天之象，则其卦所象，谓气而非物。其系物名者，多后人谓之辞也。且卦少物众，不可以物象者，则别名之。要皆非伏羲所名也。不独64卦如是，八卦亦如是。故干三爻图为天而名乾，坤三爻图为地而名坤。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者，卦象气者也；天地者，象物者也；乾坤者，别名者也。别名亦有其意，谓指示或会意。物名则象物者也。如巽之为风，又象木；离之为火，又象日，皆一物不可尽其象，而后名之以巽以离。然巽与离之意，不巽，谓风木及火日也。是则别名非象物者也。且古人尚有他名者，至文王始厘定今名，以其知者众，而含义广也。故习一时先知其名，与卦有同义，不可直名以求之也。欲卦之象，必求象之变化在爻位也，或阴或阳，必自其卦爻求之，使得伏羲之卦义也。伏羲之时，初无文字，所据者卦爻之化而已，以化之进退升降，之气之消长往复，以化之变化迁移，之气之生成同义。故习之者，必列其卦爻以按之也。伏羲卦序以八卦为纲，每卦属者共8，名自其本卦所生化也。然每卦之间，有连贯之气，非截然独立者也。如乾坤之卦，
故相连而成变化者，非只在本卦当下也，其他亦然。故必会通而求，则其序可见。此八宫之外，有圆图方图二者，以其连贯生化自成方圆，象天地之气自相统属也。圆者象天，方者象地，方在圆中，象天之胞地。其卦则象天上地下之物，即天地间之物也，象其气之周流中始，非现于何物也。故观伏羲之卦，先八卦之变化，次64卦之推移，次64卦本宫之序次，即方圆各图，以求其所以生化之机，以验其所由周行之气，应以见天地生成之序，人物生化之次，皆可明了，则于伏羲作卦之意已知，而权益卦象之意可得。既得其本，再求其用；既得其则，再集其变，而后集于文王之卦，其终始可一览而尽矣。是则习义者所当知也。卦之变化，自其本宫所生者，则其本气之变也；自他宫生者，则兼他气所变也。如干宫卦，自干所变；若坤宫有干卦所生者，则二宫之气共化也。八宫皆相通，为乾与坤，离与坎，震与巽，艮与兑，皆相对，半属本宫，半属对宫，以气之相当，而变之必至也。如干三变，则受坤气；四变以下，皆坤卦之来化，此定例也。为最末人反本宫，以归于本源，名气化之终归始也。此本宫变化之序也。方圆各图，则以卦为主。凡其卦之气属某者，不问其宫，与各卦同序。如干卦凡属前者，不问在干宫与别宫，皆列于一序，交错各宫以成卦序。因天地之气，流行八方，本无界限，气之所至，则卦象见焉。以此可知气之周流，不限本宫，而天地间之物，不出两气之生化分合也。故竖之则成形，横之则成列，圆之则成环，方之则成块。气之所至则成形，象之所见则成物，出无可犯也。不过行有度，致有纪，不相乱耳。故卦象错综，气数往来，天地之大，万物之众，无一非所生化者，则无在不有其气也。关乎伏羲卦象，知气之所化，而万物生成；知气之所行，而万物消长。气质有象，气行有序，象征其物，序征其数，高下大小，远近来去，莫不可知，则天地人物，生化变异，莫不可知者矣。故曰卦象，言卦以象之也。天地尚在象内，况其下者乎？故物物事事，有名无名，总在卦中，就象验之，无遁情矣。故义者，通天地之造化，明天下之委者也。宗主父主，
此文讲伏羲各卦大义，其重要专在卦爻之变化与卦序之先后。盖卦以化事气，以序事变，不求其象，则不知气质；不求其序，则不明气形。凡属阳爻图，皆干；阴爻图，皆坤。而各卦中有阳爻图、阴爻图者，知乾坤之气所致；各卦上下左右之有阳爻图、阴爻图者，则知乾坤之气所行。其他亦然。64卦皆八卦所变，即八卦之气，往复升降所行所致也。所最宜注意者，以此与文王卦相比，而得其同义。卦故通也，惟序不同，不同则变。此体用之书，常变之意，唯在其方位次序求之耳。弘教附注：易道通天人，数包神鬼，能经言通彻者，未来世皆可见。伏羲作卦，诸物尚未有之者，而伏羲知其必有是物，遂以卦象之。后人由此制作文物甚多，实以伏羲甚至能知未来也。亦知次序，有状天下者，有象世间者，有比人物者，有立鬼神者，只在次序上求之。凡物皆在二气中生化，故以二气交互，可象至无尽也。雅慎讲述，意象莫先于伏羲之卦，由8而64。纲举目章，条分缕析，有体有用，有正有变。其体不见而用招，其变无尽而正一。必从其自身自化，而求其推移之机；必由其所谓所行，而求其气属之类。非一览可尽者也。其正错综，参无变化，其息详于象，昭于辞，而隐身于传，不待赘述。兹所欲谓之言者，卦象之所自成，伏羲文王之意之所自意而已。夫卦而言象，有所象也，非谓物象；物不可尽举也，非谓事象；事不可尽称也。盖象夫气化，而仿于天地造化之机者也。天地造化，无大小多寡，莫不出入于机。机动则生，机转则化，机散则消，机静则息，皆依于大气，伏于真载，而包乎万物万事，立于至中至义者也。故卦有所始焉，始于太极；有所仿焉，仿于河洛之图。皆自上而下，自义而重，自神而行，以少喻多，以虚类实者也。卦名虚也，卦象少也。虚则所类不至于物，少则所欲不失其中。故义之道，神而明；义之用，大而化。非圣人不能知其故，而立其义也。夫天地万物，莫不自无入有，自义而众。故象造化者亦如之。河洛之图，太极之象，皆如是也。河图之数，自一至10；洛书之数，其义终久。太极之数，由一生2；八卦之数，以一化8，其义通也。故大气之动，而谓两仪；
二气之和，而成五行；二五之化，而分九宫。其变越多，其物越重，而莫不自意始也。河洛之图，虽不见生化之序，而其方位与所得之数，已可明其所始矣。积之则成物，分之则化身，由数正之，可知其气。故河图之数，16在北，27在南，38居东，49居西，50在中。此五行由二气之合化者也。洛书之数，1937居四正，2468居四余，5在中宫。此九宫由二五之分化者也。数指此数，物以变异，则可知物虽殊而气犹同，名虽万，而机犹异也。河图象其出身，数定于位，各有所合。洛书象其计划，数之往复顺逆，错行不已，以示其方。故河图之位，至洛书而变也。洛书之数，为天下之大化，其纵横往来，皆即变异之官。其所向者多，故所用者广；其所生化者众，故所变异者神。其数以1居北，9居南，3居东，7居西，以一河图，而1之左，非2而为8；9之次，非8而为2。互异其位，以成其用，更疏于河图者矣。盖以此迁移，生出变化，而见天地间造化之妙，欲用之神耳。故其数无论如何数之，合三数皆15，去中数则自成个数，得中数则同位异数，以中五直生化之枢机，为万有之主宰也。故数之变不离15，而其中不离于5，实亦5所生也。天下万物自五行生，而五行自二气合化，此数之始终也。河洛之言数者如此，而气在数中。太极则以气御数者也。太极以两仪互抱而周行，一消一长，一盈。
亦虚，气之始终，即可见数之进退。其阳而偶阴也，阳者左行，阴者右行，二者不可截然两途也。必参五而后见其变化之用。故人当合河洛之术以观之。此卦象之术，必仿于河洛，而同于太极。太极名气之升降，河洛名数之乘除。卦则合二者而象之也。是故卦象，其象自虚，而用可实；其数自一，而变可百；其气自同，而生化可无尽。皆本乎自然者也。言卦象必真以物，言数必真以名，言气必真以类，是智也。不知义之为义者也，义岂得而直者哉？故一象之真，此殊而彼异，亦属之和。今是而昨非，一气之推迁，来如此而往如彼，不相谋也。如玄则以测事物，则可；若谓此即是物也，则不可。故曰：卦者卦也，卦之以取象，非以物实之也。虚则用大而化，神而明；实则不化不明。故观象必通其意焉。卦虽止于64，其象可尽天下万事万物。其数无尽，其气无穷，由其长，则至中至一；及其用，则至其至神。此言亦所当知也。伏羲之画卦也，自八卦始，其出止于三爻，以伏于洛书之象，而分为八方，以本于河图之术，而定为对偶，以推于太极之气，而立为爻与序，可自其卦位卦体见之也。乾坤之为阳与阴也，其位正对，坎离亦然。以坎为阴中阳，离为阳中阴，由体而静于用也，故同于乾坤。此四正之卦也。正对巽艮，分裂于旁，由正而对，为阴消阳长；由巽至艮，为阳退阴生，介乎坎离之间，属于乾坤之类。各归其体，各成其用，以服气之升降，数之乘除。故分列四旁，而为四余之卦者也。位如河洛，形如太极。该气数而分阴阳，以进退而见生化者也。故八卦以阴阳分之。属阳者四，随乎干；属阴者四，统乎坤。其序则左右也，其行则顺逆也，其数则奇偶也，其位则相对与相反也。皆以二气变焉，以服太极，而本河洛者也。故卦有序，有形，有数，有位，以明气之始终，生化之推移，有一定也，以见天地之道，万物万事之变迁，有无尽也。是就其三化之卦正之。干为阳刚，其爻阳爻图，其用九，3、9、27，其数其也。坤为阴统，其爻阴爻图，其用六，3、6、1、18，其数偶也。坎艮震之爻，为干者一，为坤者二，其数皆21，皆其也。是皆为阳。
离对巽之爻，未干者2，未坤者1，其数皆24，皆偶也。是皆谓阴。阳则从阳而归乾，故干为父。正坎更为3男也。阴则从阴而归坤，故坤为母。巽离对为3女也。以数计之，知其气所至；以象测之，知其气所行。故阳卦者，得阳气而成阳数；阴卦者，得阴气而成阴数。皆以象见之者也。卦有相对者，有相反者，有相对兼反者，皆以数见之，即气之所至也。而必因位以明之，因序以次之，以象气之消长进退也。故卦象因位而别。因序而书，八卦之谓。乾坤居上下，相对也。易兼反，坎离居左右，相反也。易兼对，此易见者也。若正与巽，则相对而非反也。艮与对亦然，而正与艮，则相反而非对也。巽与对亦然，盖干之与坤，离之与坎，皆谓相当，而爻相反，以阴阳之不同也。正之与巽，艮之与对，其谓故当，其类则别，是阴阳相对而已，不相反也。若正之与艮，巽之与对，一则阳在下，一则阴在上，一则阳多，一则阴多，其数相反，而其谓不相当也。故谓气之升降消息之象者也。由对言之，则谓配偶，或怨仇；由反言之，
则谓侵袭，或退让。对者多异类，反者多同类。如正与巽，异类也；与艮，则同类。对与艮，异类也；与巽则同类。异则本谓敌也，同则原相近也。敌则对而无咸于真，近则为而事成其逆。故对者谓之当，反者序之逆。以正遇艮为阳自反，以对遇巽为阴自逆。其阳与阴消息不同也。故乾坤坎离对且反，正巽艮对为对，正艮巽对为反，以谓与序正之，自可见也。即在三爻之阴阳数求之耳。八卦之谓，相对者，皆异类；相连者，则多同类。其序之次分二系，以阳从阳，阴从阴。而阳中有阴也，则阴从阳；阴中有阳也，则阳从阴。是其气所致耳。乾坤为阳阴主，故阳卦从乾，阴卦从坤，而对为少女；又从干，艮为少男；又从坤，则阴阳互进之序也。对出于离变，艮由于坎进，故虽不类，而相从也。干之左为巽，坤之旁为正。阳交于阴，阴交于阳，其气之地善也，故谓从之。正者，坤之初的干气也；巽者，干之始换坤象也。故长男敬母，长女敬父，以是交错而服于河洛之图也。河图四方，天地之数，相合成物。洛书八方，阴阳之气，往复成文，皆二者相错也。故卦谓序象之，然亦本于变化自然而然者也。气质则象见焉，二者之行，必一阴一阳相互，以乾坤既立，于物皆自天地之和生化，则不得独行也。故阳卦以阴成，阴卦以阳成，而行也以交错，志也以分合，各有其变化，则各具其数；各有其消长，则各殊其象。非截然不干者也。对者非仇则偶，反者非主则从，皆自其象数可测者也。夫气之动也，有消长往来之行，故卦象有对反分合之别。以八卦之分阴阳，不过两类，而乾坤主之。正坎艮属阳，巽离兑属阴，此易见者也。而离象日且可代乾，坎象月，且以代坤，则乾之阴者为阳，阳者为阴矣。岂非气有消长，象有往来，数有乘除，卦有升降乎？故阴者乐阳，其体阴者其用阳；阳者乐阴，其体阳者其用阴。此一定不义者也。盖先天之气，至后天而变，变则用书，其因于动也。动则变见，不动不变，则用不彰，而无所分于阴阳。既动既变，则用以明，而阴阳之象，不复混沦。阴阳之图，亦随迁移，此皆生成之力，造化之源，有必至者也。故阳卦多化于阴，
因卦多化于阳，进则变矣，退则复矣。其机可求于象，其形可见于序，其志可审于位也。虽谓卦八，其变化可无穷焉。此故圣人体察入微，征考有字，盖能明河洛之象，阐太极之形，推之而不差，用之而不推也。夫河洛之术，阴阳相对，奇偶相生，皆是物之所生化，气之所流行，而明天下之大本者也。故卦象之，以化示其数，以卦成其名。虽气不可见，而数之多少可计也；虽物不可行，而卦之大小可明也。故立卦而万物万事皆自卦中出。天地上不外事，况其下者乎？故卦者卦也，言以义而卦众也。玄则以测物，谓之卦。卦立，则物事事皆的一则以测之，故能周之无穷。八卦之序：乾一，兑二，离三，震四，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。自干至震，自巽至坤，分为左右，而人成圆形，以二气之往来相续，循环无已也。乾坤对列，六子成形，以明阴阳之有所属，而升降之有次也。故一二三四之序，乃谓次也。必求于象之变化，使见气之进退。如自下而上，则震者坤所变；自上而下，则巽者干所化。其序不同，亦相当也。盖阴阳二者，往来不已，除非泥于一地也。升降有时，除非限于一日也。故时位不同序，升降往来不同道，消长进退不同途，各以所宜而自治焉。卦象亦如之，故以对次乾，言对之上继父，即归于乾；以巽随乾，言乾之出出变，即成为巽。一来一往，一进一退，各有序也。由对速离，可见其生之道；由巽推坎，可见其去之途。其相次亦有定也。坤之与震更亦然，不可逆一二之序，而执于一篇，必通各象之形，而循其所至。此八卦为序所该之意，时至今生也。阳之进者，谓阴之退；阴之长者，谓阳之消。此意见者也，皆定于三化。故有多必有少，有减必有加。其象所据，则数之所计也。故坤纳艮之阳而变震，震之出爻，即干之下，干气出见，坤气即乾。此正卦之象，是由静出动，由阴生阳之机。其象既明，其气亦昭，观其所变，即得其所示之意矣。不独正也，余卦皆然。故来往有途，进退有道，以成环形，永无断绝。此始必终，非真始终也。未变于记录，谓之始终耳。如春去夏来，秋往冬至，此一岁之始终，谓纪岁也。
时则冬去春复来，日月何尝有所时终哉？彼八卦之交地亦犹是也。故拟其机则不达，通其意则皆之。气行无垠，数至有纪，必旁通各象而会归之，方得圣人立卦之心，与河洛图书相合之意耳。夫卦之用以测物，必自物之纪生始。物是事所自生成者三，天地人是也。故卦之爻三，即仿合图中之三五也。然生成必自二气之合化，孤阴独阳不克生化也。必合阴阳，而后生成之功始见，必列阴阳，而后事物之情始明。此三爻之卦必重，重而后尽其用也。亦即河图洛书四方之术，以一阴一阳交合成象之意。故卦之体三爻，而成用，则六爻也。天有阴阳，地有柔刚，人有仁义，皆二气相见，以生成事物，而见其情性者也。名之曰道。言物是事必有者也。天地人之和，而二气行止于其间。故卦象以六爻分象之，而变化一阴之生矣。六爻之卦所自成者以此。原夫天下之物事，莫不以阴阳之从为。谓有无生化之本。阴者求阳，阳者求阴，和而有得，生化无尽，则前之孤独者，至此必偶；而前之三爻者，至此必众。此众卦之力，亦本乎生化自然所致者也。如干之三爻也，无所谓生成，故无所谓物事，不过以象天之元气而已。若推其生成，象其物事，则必加其所行止之象，而仿其气之动静，明其数之奇偶，以尽其生化之用，则三爻之前，即众为六爻矣。动静之所别，行止之所殊，而后可记可明，不复混沌。而气之所至，亦悠然见之于数矣。如干卦既为六爻，以由阳而生阴，其而成偶。前之三九为其者，今以六九为偶。其之为阳者，今以偶之为阴矣。此弗于二气之妙用，生化之大则，莫之为而为，莫之至而至者也。盖阳动必生阴，体阳者用必阴。肝虽纯阳之气，若既动矣，亦当生阴；既用矣，必当有阴，不避其变也。以三爻之众，遂换其谓偶，非爻之变，其数之自异也。干卦如是，余卦亦然。故体用不同，动静各异，因其异，而气乃见，数乃明。生成之功，人得而言，事物之类，乃得而变。则六爻众卦者，实义道之本，而言义者所必之者也。众卦之爻六，因而变化以成64卦，即八字成数也。六爻之变为384爻，因而变化以成4096，即64之成数，皆自变出。故六爻众卦，谓极卦之变，而穷象之用也。伏羲之初创时，
由八卦之三爻，亦为六爻。八卦之用以见，由六爻之变，成64卦，而八卦之变以明。若再推之，则变者越多，谓用越广，其所以测事物者，亦无尽矣。故卦之体止于八，而变则无尽，则由于六爻之众卦也。其所仿者，河图之数，亦谓洛书。二气分合，化成万类，皆以数之变，而象以成，类以众也。易卦之象，三爻者，阴阳自存，而六爻则交错矣。三爻者，生化未见，而六爻则分明矣。六爻之卦，系后天之象，盖气以动，而形亦成，数亦繁，而用亦广，非复单纯之象可比，则观象以辨物，真数以卜筮者，必于爻求之，且必于众卦之爻求之也。三爻之象天地人也，谓数甚简。六爻则天在上，地在下，人居中，各得二爻，其数已繁，由下而上，地居其始，由上而下，天处其巅，人在中央，得二气之和，故爻六而气人二。天气上行，地气下降，一卦之利，正如八卦之方位图。故干气自出至五位，干之正位，即95也。坤气自上至二位，坤之正位，则62也。阳者阴用，阴者阳用，阴阳交用者也。故天气下行，而地气上达，人在其中也。卦之有爻，以计数也；爻之有象，以明气也。众卦之爻，二气咸备；六爻之用，八卦俱全，阳其阴偶，天往得来。故在下位出，在末位上。出以明时之始，上以继位之高，皆气之所至、所行、所进、所退也。故卦爻六，而所象甚多，类虽三，而所用无尽也。宗主复注：此言六爻卦象也。阳数自出爻起，左上1、3、5、7、9。至五爻位95，即干位。阴数自上爻起，右下4、28、6。至二爻位62，即坤位。初上二爻，纯阴纯阳之位。50在中为人位，皆伏于河图者也。气上下左右，则与八卦方位图同。自正至干位左上，自巽至坤位右下，其气仍循环行于六爻中，以乾坤统二气，六子分左右，一卦备八卦也。此是卦爻之象物事，必统全卦言之，而就八卦之气，辨其消长往来，知其所测之事物也。凡卦皆然。不独一卦之象，须求其变，推其用。八卦皆有变与用，即自其本卦可测得之。此六爻之卦，所包甚广，不必言其变也。若后天文王之卦，又由此变出，因伏羲原定卦例，仅是常之变。而文王则推即变之变也。伏羲原卦，
常变故分，但不传变力。文王因连归之力，而重演之，以尽其变，与原卦合参。原卦亦自有变力，则由本卦各爻变也。文王变力，自卦为卦序，先后天之意所变也，故必先明原卦，始可及文王之卦。其实卦同爻同，以地与时不同，而体用遂异。文王之卦，亦此64卦，其爻亦此384爻，出无更异。所不同者，八卦方位次序之殊耳。又曰，意象所包含意义至深，非简言可尽，因其象少而用多也。如八卦不过8象，而列之则位位，环之则成形，左右有升降之殊，上下有往来之机，相对为偶，相连为序，格为承消长之机，亦的有后先之象，皆自八卦三化中变生者也。古人言文上简，一言含数义，一字作数用，况伏羲时尚无文字者乎？故卦象之用极宏，而卦用之力难晓。雅圣不但辞废，特为拈出，以告读者，亦循循诱人之意。然所示亦只大概，3余之反，人在学者之极深言己耳。文王八卦方位图表实。文王八卦次序歌。干坎艮震巽离坤兑地出阵图及文王八卦次序图表14。宣圣讲义。文王八卦是所称为后天卦象者，即今本易经所传，以别于连山归藏，故曰周易。其八卦方位次序与伏羲者不同，亦传递出乎正一节，即指明其位次也。其位次之定，亦由于太极图及洛书之象，合伏羲卦而互产其用也。盖伏羲之卦，位次依于河图；文王之卦，位次仿于洛书。一体一用，一天一人。其义者，正其变化之机；其变者，正其自然之象。除非文王故意之而变之也。文王之卦，原伏羲所制。八卦即64卦，6爻即384爻，皆无异也。其所异者，方位次序而己，因方位之意，而见主客之殊；因次序之意，而见生化之别。无非就天人之间，事物之内，尽其情状，推其始终，以象之于卦，而足为推测之用耳。故位次之不同，乃卦之自变。文王不过因而演之，以成义耳。他如连山归藏，亦如此例，各以不同而争其变，以变而成其义而已。夫义故取变义为止者，则推义至变，亦伏羲义之所有，而人事变异无穷。一义之象，无以尽之，则虽屡变屡异，既为义道所包者，自可顺其咎，而推演其心。盖后天之事物日繁，气数日变，而意象之，以成后天之卦也。故卦之方位，非前之地位；次序非前之交代。其名类以殊，道路以别。观文王之治，
即可见后天与先天之不同也。夫先天八卦以乾坤居上下，而后天则亦以离坎。先天以日月列东西，而后天则亦以正对，而乾坤反在其侧，与巽更同处于余者，何也？盖即后天之气数然耳。后天者，本身生不息之力，为变化不居之规。不息则谓无定方，行无定所。不居则气有消长，数有盈虚。与先天者，自异其去矣。以先天之气，变为后天事物，则体用自殊。如后天之二气，以水火为主，水火代乾坤大用，为五行之首，为阴阳主气，司万物之生。故坎离二卦为上下正位，是后天生化之本源，如先天之乾坤也。且先天之气纯，一交而分后天，则相错以形，相合以化，不可化为二也。如水火为阴阳合体，水亦阳合于阴，火亦阴藏于阳，其成故非纯。而水以体阳用阴，故坎属阳而在下；火以体阴用阳，故离属阴而居上。其形故交错以推演之也。故连归之后，文王又重演之，得文王之意。而伏羲之卦象更明，以用能招体，人能合天，其意一贯，其道互正，而其象数变化，犹能全始终，亦本末，足以探天下之繁泽，即事物之常变者也。故以先天名伏羲之意，后天名文王之意。是虽有异，不过先后之分。其如一人亦有先后天，事物皆然，则先后天之意，犹一异也，何可异事之耶？文王卦为次之变自伏羲卦者，由于先天之气数，因动静往来而生变化，如河图之象，因五行之交代而生变化也。故河图易而洛书成，先天卦易而后天卦见，其理然也。先天之象，阴阳
始判，天地始位，气动而生，形定而降。乾坤定位于上下，日月交行于东西。阳由的生而为正，阴自上降而成风，则敬天，以示阳之静极；艮则敬地，以明阴之将盈。其未定而次明也。定则不变，明则不化，不变则穷，不化则灭。而天地将息，事物何生？此先天之气数，必由穷而变，明而通，生而寂灭，化而寂静，以太极之运，本不息也。天地之气，元贵生也，故不息以行其位，而性使然也。水性流下，故就地；土性炎上，故清天。故天火为同人，水也为彼。且其致用，则水以体阳宜上升，火以体阴宜下济。如天道尊而下，地道卑而上，故水火谓济济，火水谓济，皆以其所得于二气者交，错所行于天地者同化，而足以为万物生化之本，待乾坤上下之用也。此后天八卦方位，皆定于坎离，不复同于先天矣。夫坎离既主后天之位，为权益之宗，则由先天之乾坤，为诸卦之主，已无疑矣。而先天日月之象，东西之行，今既以坎离象水火，而待天地，则必亦以正对，而指日月之升降，明阴阳之道路。在先天以天言，则为东西；在后天以人言，则为左右。先天之日月升降，即后天之昼夜往来，故正在东方，是日所生，为阳所始；对居西方，是月所出，为阴所行。在一日为旦夕之分，在一年为春秋之别，而以五行言之，则正为东方之木，对属西方之金。木生火而相亲，则阳生之道；金生水而相近，则阴降之途。既以水火主生化之中枢，自当以金木司生化之相位。此正对在后天居左右之地，待日月之明，本阴阳升降之机，为天地生杀之载，而与先天之象，以变而殊，化而异者，正由后天五行之气，万物之生化，自然而然，自至而成，其方位次序遂依此而见矣。河图之意为洛书，有五行化为九宫，此自然变化所致者也。先天卦之变后天，亦如是。以先天之卦，分阴分阳，统于乾坤；而后天之卦，则阴阳交错，或老或少，升降往来，或多或少，而统于四正，即坎离正对也。四卦因四象，而推演之，以加于四余。象气之多寡，数之进退，而人复于四正，以其数不止四，卦则演为八，由阴阳之复分阴阳也。故八卦出于四象，而四余之卦，本于四正也。四余之卦，乾坤巽艮，在先天为正位，
与老阴少阳，所向重要。而在后天，则系坎离震兑之所分化，以明气之往来，数之大小而已。故反至于余位，不似先天之重要矣。盖天地生化有主宰，气数有权衡，当位者贵，逢时者宜。坎离震兑，未当时逢，其纲领全异，如1岁之40，天下之四方，为主持全体者也。而乾坤巽艮，则其节目附庸于四正者，故处于余位，而当于闲时，其取向自异于先天也。先天以乾坤为主，故二者独尊；后天以四正为纲，故余者未见。道有轻重，物有先后，不独后天之乾坤，非先天比，且所向者亦异于先天。犹洛书之术，虽同河图，而其名类已非河图之旧。故乾坤在先天为权益主体，在后天则仅益之节之用，与巽艮同观。人或疑其退处益于位不伦，或益其甘于退让为自卑，皆误也。皆不明后天卦象所取益权益者也。夫后天之乾坤，为本五行之物，推演而得之象，与各卦象同，非复统二气之乾坤矣。后天二气之主，以水火当之，水火之外，则皆升降往来之象。乾在西北，坤处西南，其象不过阴阳升降之机，水火往来之道耳。后天之用，以事物为主，不限于气，而气行有形，气质有质，所向有物，非空言天地也。故后天乾坤，自水火之升降，阴阳之往来，而见其所向之物，不可与先天乾坤等量其观。若不明此义，而人事如先天，则将坎离混观，而乱其序，亦将天地颠倒，而失其真，则何以名文旺卦位哉？故乾坤巽艮之在后天，正同先天之正巽艮对，其位序记忆，其象数随书，此即先后之分，体用之别。学者不可执于名，而忘其实；至于象，而疑其位。混先后天而异之，使体用不彰，变化不明，而无以探义之运也。文王卦位，以后天二五之气，分布天地间而不习。为阳者，求于阴而成生育；为阴者，近于阳而见变化。故系以分，类以别。正如洛书之术，阴阳次序，分为两系；奇偶之术，交错以行，不似河图之一气相还，终始相属也。盖动越久，则变出越多，生日重，则类分日繁，有必至之事也。文王之卦，既以坎离震兑，分列四柱，则乾坤巽艮，自随之而各属其类。因后天事物，以形为主，形气所成，以方未定，二五所生，随其类而位于一方。水从北，火归南，木在东，金居西，
土行中央，而运四季，各有其序也。水与金接，火与木连，风木相依，水天一气，山土成地，而载万物。相生则成其气，相制则抗其位，各有其次也。故先天干为天，包举宇宙；后天则属金，见为西北；先天坤为地，载育群伦；后天则属土，序次西南，南为离火，与土相生；北为坎水，与干相得，而西方之对属金，一生自土，而类于前，更为山，为气之中，与土同类，而水泉前焉，正为木之生地。木虽生于水，必得土之培，故自山出，巽亦木也。风之所见，风亦气也；火之所燃，其性相宜，其味相接，故成环也。水为火仇，金为木敌，土受木制，金被火刑，水逢土掩，气为风摇，相异其性，相抗其位，相制其能，相革其次，故成错也。环则气顺生成，错则气变化渐，分则为4为8，推之无尽，合则为5为2，反之太极。此故后天自然之象，亦文王卦谓之所定也。且文王卦为推伏羲卦之用，而尽其变也，即本先天气数，推至后天事物，以求其地善之机也。故伏羲卦为次，为义之体；文王卦为次，为义之用。因用得体，因体得用，原无二致，则伏羲卦之谓次，即文王卦之前身；而文王卦之谓次，即伏羲卦之变相。二者异而二也，由其异以求其同，知其同以辨其异，此习异者之所先物，而不可不通之为一，以明其旨之所在，与象之所示也。如文王八卦之序自正始，与伏羲四同，而一则出于坤，谓阳始生；一则变于艮，谓阳以动，是不同也。盖先天之气，16为水，38为木，其序通也；后天之物，因土制水，因水生火，其用殊也。故甲乙为木，必得人鬼之生源，而甲己化土，方成生化之代用。若土水不生木也，有土以培之，有山以畜之，则水用渐，而木道成。此后天之序，有异于先天，而正坤之位，有殊于前象者也。先天生化本乎气，故五行顺序；后天生化存乎形，故五行错行。一年之序自春始，一日之气自营建，一地之气自东起，故后天以正思动令也。动者自静出，则正必自艮出，艮者止也，由动而止于静，此艮谓气之中。由静而见于动，则艮又气之始，故艮者始终之地。先天以艮入地，后天以艮出水，故艮之先后天。
皆谓终始之书，而在后天由至显也。东北之方，正生机所袭，如春之先，冬之静也；山土之中，正生物之所始，如木之根，草之该也。故艮者，万物之所资以生育者也。其同者则谓坤，故与抗位。然后天之序分相次也。以升降言，则坤更相对；以出入言，则巽更相当。巽为风木，草也，气也。草木之出于地，以益于艮之根该。风气之流于空，却尽于肝之精气，故与乾对，而同艮比。肝为气，若天空之气，与水一类，化而为水，凝而为精。位在坎对间，则西与北之相生也。次于西北方，则净土之天所在也。佛称净土在西方，而佛身金刚不坏。佛相非空非色，其意与干相同。佛言四大，得水火风，独少金，而以西方净土为佛地，亦与五行之言异也。故干为天，而性属金，而为西北，与巽对。以用言，则与坤对。坤司载物，干司复物。坤为生，干为化。干之大始，坤代有终，皆功用之相当也，故谓相比。此亦先后天之同义也。在五行生制中，万物生化已成，故气之所推荡也。八卦之分，五行以象物，因二气升降消长，以象生化之机，而以后天之卦位最明显。盖先天之卦，谓是气之本体，与其行制之序，非如后天均可按之事物也。后天卦象，全体生化，有行制之序，有变迁之机，有相生制之象，有相循环之势，故分观之，则一节一方之物；合观之，则全部全体之事，均贯通者也。如先天之卦，天地水火对列，山则风雷抗居，其气不于两间，其数分于万物，而不相连接也。故分为二，以属于乾坤。后天则不然，以水火为主，金木为辅，四余相错，皆相接也。因后天之象，由合而分，本无穷尽，虽本先天一气，可统于阴阳，而因五行生化，可变为万用。故水火司乾坤之用，金木助阴阳之功，功用已全，物事已备，在先天以元气为贵，故干包坤；而后天以生化为先，故阴先阳。此离上坎下，与干上坤下各不同也。生化之用，以阳求阴，的阴始生，阳不独生也，故曰阴阳。而上离下坎，离阴以待乾，坎阳以待坤，阴阳互济，生化乃见。此时天下治理，万物大本，而后天卦象为次之要义也。若人如先天之象，则生化不成，气数不序，道之穷也。穷则必变，
变则后天之象见。此文王之卦，必继伏羲而明，而离坎之位，必待乾坤而立者也。物变必因阴阳之交，事变必因气数之意。天地上不得不变，况下者乎？后天者变象也，变于先天，而成现在之象。故人道存焉，人道以为主，则乾坤退用。此离坎属人，为后天位次之书，而主八卦之用也。学者当细思之。宗主附注。此言文王卦方位次序大概，至乾坤易位，体用不同之理甚深，非片言可尽，向无人注意及此。何者先天？何者后天？何以易位？何以易序？均模糊看过，遂使义教不明。故夫子特指出之。又曰易卦之用，重在后天，如人之身，重在以身之身，而不可忘身之所自，则后天之卦必本于先天，以寻源探本，且的原始要中也。然后天之与先天，全异其象，先天无形，纯属天道；后天有职，以为人事，其隐显不同，名类自异，必两两比较，方知其变化所由，而明天人之道所判也。以先天为始，则后天为终；以后天为行，则先天为归。何哉？天人本无二致，生化必有本源，生死本非两奇，形成必归就近。此天人之至理，人间之大则，不得有其一，忘其一，则习义者；不得有先天而轻后天，不得因后天而弃先天。此文王之意与伏羲意，原相阐明为用者也。学者当于此深求其故焉。又曰易之后天卦，全为向后天事物气属人物生化者，故名后天。亦可谓之现世卦，与先天卦相应，名终始来去之机，见行神生灭之途，亦天道，亦人道也。然天道在今世，必因人道而后见，如弃人道而求天道，是由弃人生而求人性，将何从得之？故在现世求名艺术，不得不自后天卦始。所贵在以后天和先天耳。先天后天本一气所生，则卦象一类所化，反而求之，无不符合。此要在反耳。传曰：易逆数也。又曰：原始要中，即名指意之代用，而往者言往前，来者言自来，逆者反也。此一人多误解，以为之来谓之将来，而错是逆字，使意以明道之意不复明，而忘后天先天一致之旨，实不得圣人之心，将何以致意之用哉？又曰：此言后天八卦位次之理，以后及后天64卦位次之意。以后天卦重在位次，卦名吉象，先后无异，意在位次，全意因位次之意，而用不同。比连山归藏，皆位次之意耳。是传有一名异象者谓也。文王卦即出自连归，而莫不本于伏羲，何异乎名象哉？
果亦其位次，即不慎用之矣。天地以变而成，则义之止必变，此谓次有必义也。天地以不变而久，则义之本不变，此名象必痛也。名此义者，则于一书真伪不变自知。弘教附注：夫子所讲极详，因所观甚大，不得不先为指明，后知习义者，能将此等处明白，则易读经文，无不贯通。因经文皆取先后天位次，明其气数变化，而正其吉凶顺逆，以占天人之道者也。文王64卦次序表图表15，上下经卦名次序歌。文王64卦和36宫图表图表16。宣圣讲义。64卦，自八卦出，无论伏羲文王义也。其次序自伏羲八卦方未定，无论先后天义也。为64卦，有本宫次序，有本卦次序，有相错次序，有相合次序，各以其变化而定。本宫者，分干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宫，各八变，成64卦。此序卦之自身也。本卦者亦依八卦之生化，而以干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，分属一卦，以成八属。此名卦气之消长为循环也。相错者以卦之交错，分乾坤坎离震艮巽兑，相交错而成形，以循环而为序，即周易上下经之序也。相合者易卦之交错，合其体用，明其常变，合先后天之力，亦伏羲文王之序，并集连山归藏之成规，与本宫本卦参照而为序者，即杂卦传之序也。盖卦变本多，变必有利，亦以明变，则一变有一序也。以此四者举其繁，若尽其变，尚不止耳。64卦既由八卦出，八卦之序既有不同，则64卦之序自分多类。不过后天意象重在交错，二五流行，无不交互。天下万类无非错行，合则以生，分则以化，推之不尽，用之不穷，则当以文王所序之力为主，以能象现在之事物，而可推诸往来之气数也。其他各例，以备参考。彼之序变则用书，义道不穷，则变利无尽。有后圣者出，推而广之一族与文王一同，则变利之存，将有待于推阐，不独溯源探本矣也。文王所定64卦次序，大别之为上下篇，而上篇统于乾坤坎离，下篇统于震艮巽兑，此大略也。其实皆相错交互，名气之周流，二气消息往复无已，自谓环形，系后天自然之象，由先天既变，气随形化，数随事件，天道存于人物，化育育时位，皆莫谓而位，莫至而至，以继往起来，垂经见古，无不符合，故谓义之主体，而见卦之代用也。上篇30，首乾坤而中坎离，明先后天之卦象一主，
坎离即以代乾坤，为宇宙之枢机，运阴阳之终极，而天地间万物从此生化也。下篇首先衡，中继未继，即本上篇乾坤坎离交错，而成人类之万事万象，以正更巽对纵横其间，明事物之回环曲折，无穷无尽，人主其中，以待天地，并化育为世界开化，为物类见极，以成天地人三才之德，而全易卦六爻之用。此下篇34卦始终，与上篇大同，皆以乾坤起，坎离终，而更交错之也。盖后天之象亦先天者，以多变也。变因于交错，而天地既判，人物已凡，往来其中者，形与气也。思行者术，思气者神，神主于隐，术行于显。于是义者分为二矣。先天一气，同属乾坤，虽二人一，以气痛也。后天之变，乾坤分居，坎离代用，行气并聚，二者乃分。故后天统于水火，分于木金，而同育于土，非复先天二气之一元。生化尽于乾坤，周回归于阴阳，其象简，其数单，而明显易见，纯一易明也。故后天之卦，必以交错为用。越交越深，越错越化，生化日重，交错亦多。此64卦，虽大类统于水火，属于四正，而其往复之机，消息之机，无不纵横如之，回环若轮也。此文王64卦定序之意也。文王64卦次序，虽因交错，而亦本宫本卦之序，而其取法者，则人乾坤队列之八卦位次也。盖乾坤队列之位次，虽属先天卦象，就为卦象本体，不得弃之而别取法也。若上离下坎之象，虽名后天位次，其为用指与本宫本卦之序相正，而非文王64卦序所本也。此其义者，以先天之治后天，因其变，变有其利，因于体用，体次而用则比，体先而用则后。文王八卦位次，仿自伏羲八卦，而与本宫本卦之序相应，一先一后，一体一用也。文王64卦次序，仿自伏羲八卦方位，而与杂卦之序相应，亦一先一后，一体一用也。二者同出异用，一长一变，长者不变，故其用能变，变而不失其长。若体以变，则何以用变？以变为变，将不复之有常矣，则易道乱。乱则何以神其用哉？故变者本于不变，而后天必本于先天也。是之习义者，以文王64卦，不合其八卦位次，而其八卦位次，恰与本宫之序同，有一为不如是者，不知64卦者全义之象，八卦亦在其中。文王64卦之序，即后天之象，与伏羲本宫卦序，正谓体阴，非可疑也。
苟就64卦之象前后观之，其气消息，其数盈虚，其行往复，其道回环，无不与伏羲八卦位次同，盖可见其取法所自矣。且64卦之序，不有属例在乎？是各按之，皆足以参证其用。以本宫言之，三变而后，则属对宫；七变为游魂，八变为归魂。人本先天八卦方位者也，盖变多必因交错，气交数错，变乃无尽。后天以变为主，故必取交错之力。交错以对位为主，以旁行为辅。对位为交，旁行为错，如干之坤；对位也之离坎，则旁行也。文王64卦序，其例正如此。故以乾坤为首，以继位继为中，明后天之交错，而象事物之生化也。夫本宫之序，终于归妹，与此之终于未济，其意亦可互参。传曰：归妹女之终也，未济男之穷也。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男女即乾坤也。乾坤即天地也，天地即阴阳也。阴尽于归妹，明体静也；阳尽于未济，明用动也。先天主静，内阳外阴；后天主动，内阴外阳。故文王之序，以干始，以未济终，是阳气之循环，为后天生化之本；而阳气之终尽，为人物穷竭之时。此其取义，亦象天地自然之气者也。况义者，静而无尽，穷而复通，以其循环也。天地谓一大循环，终则有始，非不续也。故谓既穷而不穷。宗主父主，数与象之变，皆气主之，先后天之象，无论何变，其气人一贯也。人事事故，亦由气而生变迁。气有盛衰，事有成败，不问其人之势力如何，气果自内，必为人所恶。其祸福随之而异。盖气之通于天，无时祸阻，果不自正，必逢灾尽。虽由得业不利，善念不顾，而其兆至，则关乎气。以气之状，必先有善德。孟子所谓配义与道，无事内义，义为外功，道为内行。功行不失，气乃刚大，此养气及修持也。俗人一时之惯，亦能作其气，但不须臾而复馁，以其利害得失，时盈于心，虽欲振奋，不可得也。故灾患之来，不可抵御。如项王之雄，犹不免乌江之败，况下焉者乎？故事变人自召之，兴亡人自治之。而应之者天也，数也。先天之变为后天，即此力也。人事纷纭，中心失主，欲不变的乎？所要在观象之术，明天命以定人事，则变者可以挽回，败者人祸之迟。此文王视民以变，而教之有所谓，以自立命也。果知此意，虽处善变之时，
人有顺变之道，且能尽后天之变，以复于先天之常，以人胜天，以事孰命，则文王作义之主旨，义夫子讲义之身心，所望事实之事，能于此三治一焉。弘教附注：夫子所讲，至今详，人多不明文王卦序所由来，即先后天次序之不同所由至，而妄谓推拟，是不明义道本旨也。本来先后天卦，即在体用之分，不在伏羲文王之变。如以伏羲八宫序为用，则文王八卦可称先天；如以文王64卦序为用，则伏羲八卦为先天，盖其变化所自出也。此外尚有各种序例，如6日7分，以中服始，分主1岁者，亦自有其用，而与此不同。今但就周易言，故以文王之序未定，以其所合后天变化，其用至多，且与连山归藏之序，可相参证也。观杂卦传之序，与文王者大同，即可见矣。宗主书述，夫子以周易与伏羲卦序异同，即连归两义次序不一，为易学源流所观，非加详事，人不易解。即文王制定卦序之时，易经研求周密，与其他各易无不贯通，以成伏羲之就，而弘其用，以兴连归之志，而广其变，使后人于此的易道精微，以达天道人道，巨细无不一以贯之，故其义至深，义至精，非今后圣详为演绎，不能尽其奥妙。夫子既未及序列传，以辅经文，复未授徒讲习，以开后学，其功不在文王之下。然经历久远，图表不全，后如失传，今悉已会，故于讲事之际，命就义道所运，事件所呼者，随时书述，以为习者指正谬误。文王之意，重在卦序，卦由序变，爻由序明，气之升降由序见，数之穷通由序之。盖卦无序，则一卦6爻，其用有限，亦为之次序，则卦与卦接，爻与爻连，宛如龙蛇腰角太空，不知所至；又如云霞绚烂无际，自成其文。外有色相以为真，中有元气以为载，天地化育以之出，人物生化以之成，此皆一序之所含，而为全义之所本。故于讲及卦序，特未详尽，恐有未达，人命生疏。但就序而知义，就义而明道。文王之心可探，夫义之志犹存，则千古义教必更光明。而中国文化且将推广，其所观故匪浅矣。周易64卦序，自乾坤至坎离30卦，为上篇；自咸恒至既未记34卦，为下篇。此其大别也。盖本于天道人道之分，以上篇象天道，天地万物生化之序；下篇象人道，人生万事之状，各有所自，则气与形也。上篇以气主，
乾坤坎离主之，下篇以行主。正艮巽兑主之，气主化，行主生，气主分行，行主合御，气之始先天，故仿合图，行之成后天，故本洛书。二者一气所分，而有先后；一德所化，而有分合。故上篇之卦，乾坤坎离皆分立，下篇则相交。咸恒为乾坤之交，既为坎离之交。天地以气运，故分立而生化自见；人物以形育，故必二五交合，而生化始成。故咸恒为少男少女，长男长女之交合，以见乾坤之同化；既为中男中女之交合，以见坎离之共生。不似上篇之乾坤坎离，上下独居，虽有太否二卦，而气未交也，形未化也。太未坤上于乾，否未干加于坤，虽见气之上下，乾坤之形未异也。若咸恒，则乾坤已化，艮对震巽已成，其气浑合，其精凝结，其象自异，此上下篇所分也。盖以权益卦象言，则伏羲者，谓先天；文王者，谓后天。若就文王卦言，则上篇谓先天，下篇谓后天。二者异而有异，同而自殊，不可不察也。夫物之为物，凡有生化者，皆有此别。即各卦亦然，各卦皆有其先后天，不独上下篇也。即伏羲之为先天者，亦自有其后天，非纯先天一类也。以与文王卦对，则属之先天耳。故先天二字不可逆也。分而析之，先天之中有先天，后天之。中有后天，一卦尚然，何况全异乎？此独周易所必先知者。不然，则上下篇之分，将不知其何意，则更何有以明文望之卦哉？周易卦序，自有其理。
与他一别，其分上下篇。一也，列卦取反对卦。二也，卦爻必相对，以阳爻对阴爻，以上卦外卦对下卦内卦，皆不相失。三也，对举或两卦，或四卦，必成循环。此往则彼来，此升则彼降，动静刚柔，不失其次。四也，卦气相接，周流无已，合之八宫，必相当。在一事者，与五事对；二事者，与四事对；三事与三事对；游魂与游魂对；归魂与归魂对，反复皆然，不差其度。五也，各卦陈列，顺行者自右，逆行者自左，必与先天八卦方位相对。乾与坤，坎与离，位上偏主卦，故乾坤二宫对举之卦12，坎离二宫一同。震对艮巽位下偏主卦，故震巽二宫对举之卦10，巽艮二宫一同。而震与巽艮与对，先天对位，故对举者各4，其他则非主谓之对或反，仅为升降往来之地，故对举者少。如乾与离与坎，坤与离与坎，震与艮，巽与对，各得2卦，非乾坤坎离之比也。因先天八卦之位，明后天分合之用，不失其序。六也，以此六例，为周易64卦序所本，即文王访诸河洛之象，服役八卦之位，而定其志，以明后天生化之气，人物往复之数者也。乾坤至继位即为一大循环，终而复始，其中各卦自谓终始，自成循环，由1岁之40也，则久而后周，1日之昼夜也，则暂而即复，而积日为月，积月为岁，人一贯也。故64卦虽为一大环，其间或2卦，或4卦，或8卦，复为一小环，以象日月岁时之气，即以象天地自昼之数也。近之小之，则一生可测；远之大之，则万计未尽。故64卦，足以穷天下之事物，尽天下之变化，无不知之于近义，而卜之于将来也。周易64卦之序，乾坤之后为屯蒙，屯为坎宫2世卦，蒙为离宫4世卦。此离与坎对，2与4对也。屯为坎震合，上水下雷，为2阳4阴爻，蒙为艮坎合，上山下水，为2阳4阴爻，为相对也。屯为出与5爻为阳，蒙则2与上爻为阳，以屯之象，复则为解，反则为蒙。蒙之象，复则为简，反则为屯。盖震与艮相反也。反者阴阳两反，如艮之初2爻为阴，3爻为阳；震之3、2爻为阴，初爻为阳。艮为一阳在上，震为一阳在下，其爻数同而为异，故相反也。屯蒙之下为虚讼，虚为坤宫游魂，卦讼为离宫游魂卦，其势相当。
而宫则相比，以离位后天对位，先天比位也。虚位坎乾合，上水下天，宋为上天下水，相反也。虚宋皆四阳二阴爻，唯虚之初2、3、5爻为阳，宋则2、4、5上爻为阳，恰反对也。以屯蒙之2阳4阴爻卦，与虚宋之4阳2阴爻卦，亦相对也。自谓循环，而上下不同，内外异位，自上始，至下中，自内往，至外来，自成复也。而2与4对，人与势力同故，屯蒙为对举，虚宋亦为对举，而4卦又成对举，自相还复。此文王序卦之名利也。其下师与比反对，小处与履反对，师比皆归浑卦，皆一阳5阴爻，而师之一阳在2爻，比之一阳在5爻，上下内外相反也。小处与履皆5阳1阴爻，小处之一阴在4爻，履之一阴在3爻，亦相反也。小处为巽宫1室，履为艮宫5室，亦与5对也。而师比之一阳5阴爻与小处履之5阳1阴爻，亦相反对，而成往复循环之象。其例与上同。以下或为2卦之往复，或为4卦之循环，或合8卦而论，或计数卦而言，皆按此例，自其爻象可见也。合之本宫可知也。其卦如是定序，即气之所流；爻如是往复，即数之所得。由其表可尽明也。亦数自有定例，虽变亦然，而所言者，自先天始，亦以化众，知其一，足以得其余。本以分之，探其本，足以寻其末。初非茫然渺然，无可捉摸者也。唯所难在得其本与一，明其生变之力。若不得明，自无可寻义。故意象为重要，序例为先物，不能不会通之，而熟于心也。时之变化，亦在例中。果将意象探明，更何之始事？其乱也，合于合象；其至也，合于合卦。则今之谓合象，其结果为合卦，皆可按图的记也。又何茫然渺然，以为无可捉摸乎？其数前定，皆不改，为人事所照，或有迟早，或增减耳。其临时之变，可补之，补亦决一时之宜。如合之而无疑，则不待补；有疑而后补之，补得其象，更参所拟，则未来事无遁情矣。此为习义者必知之事，非空谈文字图象也。亦以补吉凶，以正行止，岂为文字图象之用矣哉？夫卦之所象气之行也，气无止息，行无疆域，亦以生化之力为序。气若不行，生化亦停；生化无尽，气亦不息。为生者必化，化者复生，一往一复，气亦如是。故气之行也以循环。循环使能无尽，若不循环，则不久即穷。
如一年也。春夏秋冬，自成循环，而后年年相续，久而不尽，气行其间，久而如故，永不消失。以其行之有度，有升必降，有去必还，故变而不变，生而复化。虽所经日多，生成日重，气由此气，行由是行也。故就其长远言之，气将不尽；就其短近言之，终而复始。物自生化，气自周流，物有成败，气无差异。此天地之大则，人物之定序。而卦象之，卦自乾坤，象气之始。中立各卦，自谓对举，象气之生化，往来升降，象气之循环，终而复始，象气之无尽，皆可于卦序爻象见之也。卦以爻成，名气之阴阳也；爻以卦别，名气之分合也。气在后天，有二与五，二五交互，或生或至，以成生化。故卦有阴阳之类，爻有五行之名。故有以卦纳甲，以爻纳成者，即名二五之所属也。卦有体用，爻有势阴，即名二五之所交也。如干卦属金，纳甲人，其爻纳子午之类，是有属也。干之本宫各氏，依卦类推，定其是阴。而游魂则纳同艮，归魂则纳同坤，以此互济，是相交也。故卦序不独参诸卦爻之数，宜兼纳甲纳辰之属；不独测其对举循环之力，宜兼考其宫位是阴交互之规，以其气非复先天之纯一，其为物非复先天之简单。其所生化，莫不交错；其所致用，莫不对偶。故其所象至众，所含甚杂，非将各立一一按之，必不能尽通其意。而后天言气数，故不能外于二五之交错生至，则言卦象，可不先明之哉。64卦，自乾坤起，皆有二五交错之机，如干阳坤阴，干金坤土，干纳甲子壬午，坤纳乙未癸丑，皆相交错也。以干之阳而属金，本西方阴类，而纳甲子壬午，甲为东方木，而化土；壬为北方水，而化木。子午一水一火，各不同类，而集于一卦，则可知后天之气杂居，而二五交错，以成其生治之用，而见其生化之德也。后天之意先天者在此，而天地生化之力亦在此，不可不知者也。干卦如是，坤卦亦然，纯卦如是，杂卦尤甚。以下屯蒙各卦，二五之交错更多，其象所包者更广，故其为物更重。自屯蒙以后，气行亦杂，生化亦繁，则交错之情，亦随之亦平。不独一卦内外之交，上下之错，且将两卦互交错之；不独一宫是阴相交，本对相错，且将他宫互交错之，推而至于四卦之交，
八卦之错。反卦复卦亦交错之，越交越平，越错越重，于是生化越广，名类越多，而气周流其间，永无宁息。此则后天万事万物之象，盖莫不自二五之气交错所成，则文王卦序不外乎交错为用，其例自可见矣。各卦之序，由于交错，生成者有之，变化者有之。一卦之气由于交错，相生者有之，相制者有之。故生者有化，化者有生，而得者为利，恶者为害。利害已聚，吉凶已分，此由交错之象，足以见其善恶之兆，毁令之途，而于事之所宜，物之所变，以明气之顺逆，数之修旧，皆一一如指诸掌，莫不在此卦爻之间。一卦所含，集于反复，连于此类，通于变化，达于往复。一爻所示，因于升降，分于奇偶，尽于痛异，止于大小。其事万殊，其物万致，其所因者，先后天方位，所出者，本对公式因。所谓时日之差，地位之别，主宾之异，动静之殊，莫不备焉，莫不合焉。就其始终，探其中外，而得其吉凶之象，明其顺逆之情。故不在文字语言，而必求之于卦与爻；故不在卦爻图象，而必求之神气之间，则舍夫交错之情，更何以后之哉？故卦者，应象测物；象者，应机求气；气者，应度明神。神之所知，则合乎道。得道备至，天上不为，何况其下者乎？故习义者，要自本求之。二五交错，生化之本，即一切之本。学者可乎之乎？要知卦之用，全在交错。象之往复反对，无非是交错之情。设不知交错之用，是不明意象，更何能治义之用哉？交错者，以交互而成其德，错合而行其气，是物之所出也。如咸卦对艮相交，乾坤相错，为人类之始，即此意也。洪教复注：宗主以意象不可执一卦一爻，必会通其所包含之气，而明其所以成卦爻之故。一卦一爻，皆合多数气化而成，非简单六化而已。故易经文言云云，所指皆其象所有之意，何以有此多义？以其交错也。即一爻一化，亦与各卦各爻有交错之情，故一爻之辞，有多至数语者，古人文简，尚如此，则明其含义多也，不可轻轻念过，必须一字一义，细细咀嚼，使知其字所由来。而其由来，不外交错之情，如二五交错，上下内外，升降往复反对，主客行神之类，皆因交错而见其机，非就如其来也。其象关乎义者大，必先合通，
使民易用。若不从象下手，更不知文字何所自来。此宗主切言之也。又宗主所讲，据文王卦序，须将各卦象一一对看，以见其气属升降往复，无不有定则也。即此一观，足见天地万物生化推移之序，无不相得。盖64卦为一气属模型，小大皆可照此推算。苟有生成变化之物，莫能外此例。即天地世界，亦有成住坏空之奇，亦如此象，而自循环往复。苟按之此例，则千万年有可知也。此即所谓数往之来之意。然不明其往，安知其来？不知其利，安知其意？故讲及卦序，不得不详言之也。乾坤生6卦，6卦生64卦图，图表17。先后天各异象数及图表大致。复甚讲义。卦象先后天之意，在方位与次序。夫子以详言之，为先后天各图象，位次各不同者，以其气数各有何也。夫亦八卦位序，为一切根本。其64卦则有数种，位序不同，名类思异。文王八卦位序，自伏羲变来，其64卦，亦与伏羲者殊，然皆出于上干下坤之八卦位序则同，盖根本一，而变化无尽也。伏羲64卦，因以本卦之序位最明显，即一干对离震巽坎艮坤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次序，而将本卦所变者，统数之于一卦。如干卦之下，兑乾、离干、震乾、巽乾、坎乾、艮干、坤乾，各卦即绝、大有、大壮、小处、虚、大处、泰，皆属之乾卦。其次则兑卦，兑所合者，如履、兑、癸、癸未、中孚、节、巽、临，各卦皆属之。兑以下，如离、如震、吉巽、坎、艮、坤，各本卦所合者，依序列之，以为权益次序。因其有本卦所推，故名为本卦序。因其依先天八卦位次，故名为先天64卦序，或伏羲64卦序。此种卦序，谓图有方有圆，有平列，有数例，其象虽殊，致用略一，而其别于他类者，顺八卦之位次，是本卦之分合，无交错之用，纯先天之象。盖其变化少，而生育之功不见，借以定天地之位，变气数之差而已。故后人多不晓其意义，不过被意象之一格，而为他卦参证云耳。又有本宫卦序者，则依文王八卦位次，而为各类。其卦变化，则依本宫对宫相交错，即比类5卦，而推生各卦，皆为八变。如干宫自干起，初变为乾巽，次为乾艮，次为乾坤，次为巽坤，次为艮坤，
次为离坤，中为离乾，即干、艮、遁、否、官、包、进、大有，各卦依次序列，属之干宫卦。其次为坎宫，自坎以下为节、屯、季季、革、风、明夷、师，各卦亦依变化之次序，列属之坎宫卦。以下如震、如巽、如离、如坤、如兑，皆依后天八卦为次序列，以推生权益卦象者也。以其变生由于本宫，不似前之出于本卦者，故名本宫卦序，亦曰八宫卦序，或称后天64卦序。然非与文王64卦序同，不过序列各宫，依文王八卦位次，其推生变化，纯先天力，有异文王后天交错之序也。因人属之先天卦序之一种，此种卦序有一定之力，即自本宫本卦起，3变而至对宫，7变而为对比宫，是曰游魂；8变由比宫人还本卦，是曰归魂。大凡八卦，依伏羲方位相对者，曰对宫；相并者，曰比宫。如乾与坤，离与坎，震与巽，艮与兑，对宫也。如乾与离，坤与坎，震与艮，巽与兑，则比宫也。对宫不独本卦位次相对，其变化位次皆相对。如干变之巽、之艮、至坤，由离反乾，皆自上下行，自下反上；而坤则之震、之兑、至干，由坎反坤，皆自下上行，由上反下，所至所行，恰相对也。其行各宫，而生变化。一、宫所设者5，不入者3。如干涉巽、艮、坤、离。坤则设震、兑、干、坎，于宫皆然，此其力也。盖气之变，必以动，变至3，则易其位；至7则由于比宫，8则归于本宗。故一宫八卦所交5宫，亦自然变化之序。此序之用，为纳甲所本，于战法适宜。
是先天用法，古人常取之以不释，至今犹传。与后天卦序有相产发也。此外有合一岁序者，亦有数种，如以八卦8宫分后4季者，以乾坤2宫分后12月者，以64卦分后全岁，一卦6日7分者，其例详各家书，皆传自古，为历数家所用。亦本先天卦象，推其变化，而因于岁时，无不合也。盖卦象包罗无尽，其变化随用而见，除非限于一例也。天文地理、日月度数、星辰禅次、山川里程、人物形体，皆有所象，神而明之，无不符合。故不仅象一事一物，亦不只象一时一事。果推而广之，则宇宙之图、今古之机、天人之事、神行之伦，在大气之中者，无不随象而可真也。盖气者生化之本源，卦象气也，则凡有生化者，无不外于卦象，而是人之能明否耳。文王之意，亦此一例，以后天之卦，象后天之气，而推及变化所致而已。故意象一，而用无尽，义者本也，即伏羲八卦是也。余皆其用，而所异则在次序。次序异，则象异，其象不应是物名，皆以气数计。先天之气纯数简，故取象少。即伏羲八卦，以足为万变之宗。后天之气交数繁，故取象重。虽会各序例，犹未尽其变，但其图而同归，仍不离一本之源。此无论谓伏羲、谓文王、谓连圭、谓本宫本卦、6日7分、岁时星纪，种种利用，更无问其为出自先天后天，何自八卦64卦，皆异也。皆上干下坤之八卦位次，所生所化耳。故伏羲八卦，为一切卦之母，应得名先天之象，其余皆后天也。然以伏羲64卦本卦之序，与文王者异，亦名之先天，犹曰后天之先天也。若神之八卦，则谓后天；若教之文王各卦，则谓先天。故以此别之。其实先天之象只一，而客称先天者，上干下坤之八卦序耳。此为争论先后天之重要处，故表出之，以驱世人之惑。文王64卦次序，所取之意，以见序卦传，而所应之者，则其利也。其次序本于伏羲八卦方位，以往来交错而成，而其连接者，皆相对也。以后天生化，必一阴一阳，交互而行，非如先天之阳行于阳，阴行于阴也。故文王64卦，取8宫各卦，分合而交错之，本八卦位次，往复而对举之，以成一阴一阳之道，而见天生的成之息。凡各卦之有往者，必继之以复；有上者，必对之以下；有齐者，必连之以偶；有动者，
必因之以进，使本宫对宫相错。比卦类卦相交，不限于八宫之序，不囿于本卦之次，而其次序恰与八宫相正，不乱其数，恰与本卦相通，不乖其位，以后天自然之序也。天地人物，岁时日月，周行不息，动静有度，皆如此序，故以卦象言。文王64卦，自乾坤起，以乾坤对举，阴阳交行也。终于既未济，以坎离互交，水火亦未也。其中各卦，莫非此例，皆以比偶相及，对应相生，分之自成一卦，合之则为全序。以卦虽64，而干、坤、坎、离、夷、中孚、大小过八卦，独不同象。其他56卦，皆反复自谓两卦，则56卦12、18也。合之乾、坤、坎、离、夷、中孚、大小过八卦，共36卦，以应周天之数，而象万物之类，故其次序以上下篇分括64卦，而皆统之于乾坤坎离。明天的为万物之本，水火为二气之宗，而合乎伏羲八卦方位四正之象也。故权益之序，皆以此四卦为主，反复交互，上下错综，更以正、巽、艮、兑为用，纵横音阶，奇偶对生，以尽二气之生化，而推五行之成制，盖其旨意故如是也。至文王卦序之例，可得言者，则其卦之对举，合之本宫卦序，必一与五事，二与四事，三与三事，游魂与游魂，归魂与归魂，皆不乱也。如屯蒙二卦对举，屯为坎宫二世卦，蒙为离宫四世卦。又如同人大有二卦对举，同人为离宫归魂，大有为干宫归魂，是其所举虽异宫，而人同是也。其次则干、坤、坎、离常以对举，以属先天对宫也。正、巽、艮、兑，或对举，或比类，以属于先天四余卦也。又乾与坎、坤与离，或离与干、坎与坤，亦比类连举，以先天之乾坤，后天之坎离同位。先天乾以离为用，坤以坎为用，其位次相比并，有如比肩，故其在后天有相对之象，有相类之象，亦由乾与坤、坎与离也。正、巽、艮、兑亦然。正之于艮，于兑；巽之于兑，于艮；艮之于正，于巽；兑之于巽，于正。皆以比类连举，如正与巽、艮与兑之对举也。且在先天正巽为对，后天则正与兑对；先天艮兑为对，后天则艮与坤对，巽与乾对。其为比类者，在后天便对举，故其序恒连举也。
又震与艮，巽与兑，二卦独举，不以先后天对宫，谓名四余之卦，以交错为先，以类吉为重，不似乾、坤、坎、离四正之卦也，故其下偏序，正艮连吉，巽兑并列，以先天方位次序，故如是对，而卦之性相同也。正艮一长男，一少男；巽兑一长女，一少女。性类不殊，气数可通，故其致用也顺，未生也福。风则为中福，则风为大过，雷山为小过，山雷为宜。知四卦者，反复不变，恰与干、坤、坎、离、同，其并举有由来矣。又64卦，一往一复，无不相应，合之先天八卦方位，自可见也。如乾坤之后，既以屯蒙，屯为水雷，蒙为山水，后天之用，始于震，终于艮，而藏基于坎。坎水以代坤，坤之气见于坎，故坎阳体应用。屯自水中阳出，蒙则山下水流，屯为往，蒙为复，一往一复，见气之所化，阳动而阴静，阴出而阳归，故二卦对举，而见一阴一阳之道。此后天生化之始，二气往复之初，以交互而生，以循环而化，谓卦止二，谓象以多，天地之机以明，乾坤之用以起，故继乾坤而为64卦之首也。雷之为物，动而为阳，静而为阴，故出于地，而生于天，在后天。东方木也，木气生于天，沉于地；木数生于三，沉于八。其本则天地也，其先则水火也。在先天水未始，而后天木未出，故传曰地出乎震，言万物之始出生也。然自出者，必有本，震之所本，坎也。坎为水，先天之始生，后天之根源。震自坎出，为先天化为后天之起端，故屯卦为权益各卦之初始，象万物之初先也。只在卦爻求之，即可见矣。然生者必化，往者必复，此后天公历。既有屯，以象往生，自有蒙以象复化。化于此者，即生于彼；往于左者，必复于今。此循环之定理。既有屯蒙以明其出，气自有虚送以象其次数。气数周流，生化无尽，而后万物之象见，万类之数明，其力故昭昭矣。就屯蒙卦言，在先天八卦，坤之左右，雷自水出，泉流山下，二者一自左上，一自右降，一升一降，人还于原。坤用重坎，故用水不言地，名卦序之为后天也。然后天者，人出于先天，人归于先天，故须诵二卦，则一为水天，一为天水。坎本的干阳为体，故游魂之卦，
人溯源于所生，而须诵之象，人往复于干坎也。须诵二卦，一为坤宫之游魂，一为离宫之游魂。坤之游魂，即干宫之气所化；离之游魂，即坎宫之气所化。则须卦为乾坤二气之交互，宋卦即离坎二气之循环，以水天合而为虚，水上于天，即坎与乾交，而阳上升，以天水合而为宋，天下进水，即乾与坎交，而阳下降，一升一降，一往一复，自相偶也。故须与宋二卦对举，恰相当其位，而气属亦相得。自先天八卦言之，乾与坎为比类，即后天之对位也。在后天坎代坤用，有似于太否二卦，与晋明夷二卦相类。晋与明夷，一为火地，一为的火，为坤与离，升降交互之卦。离在后天代乾，与太否亦相似，又与继位继亦相近也。盖先天为太否，后天为继位继，半先半后，则须宋与晋明夷也。皆乾坤坎离交错往复之卦，即阴阳二气交互升降之象也。故皆对举以成序。人本于八卦为次者也，须宋在八宫，以坤与离对，在八卦为次，以乾与坎合，对合之间，见其交错之出于自然，明其生化之有其定序，不少差也，不独其事痛也。凡此卦序，其力皆然，皆自气数所致，生化所成，非故谓之序也。故64卦之序，循环终始，一一相得；而八卦之用，往来升降，一一相当，出无不偶之处，亦无相逆之情，其相对举也。正一阴一阳之道，后天生化之理然也。合之洛书，贞之太极，字义明晓，治其连续之意。见序卦传者，不赘述也。宗主复注，天数之常变，必由人事，而人事之得失，又观天数。盖亦属先天，亦属后天，本分而合，一而二也。必能先天不为，后天奉时，乃取全胜，而无一失。此武王伐纣所以成功也。然伐纣之功在文王，而非武王。文王能不为先天之道，而宜奉时之教，以受武王也。其所作义，则兼思二者，以明时定制为先天，以阴顺鼎革为后天。故能继商汤之业，开周代之基，其教之欲于义者至明显也。故以离坎代乾坤，正更为终始，分天道人事而立言，以革命兴民为顺势。其象尽在64卦之次序也。64卦之变，本于先天八卦，而次序则交错，明天人之相应，阴阳之调和，必改革前规，别行新制，方能挽救世乱，苏习民生。此后天八卦，必益先天，而乾坤之位，让为离坎也。
此故天数所在，人事不得不顺应之，而得文王谓之者名，以成武王之功，周公之政，盖其锐胜，不下伏羲。又当忧患之时，有以激动其志，故其心死生气天道，制作可谋神功也。后之习义者，必于此等处有所得，方足以探文王之心，见周易之精，不可徒误于象数文字之末，而忘其改革变化之本也。弘教附注。复胜此文举一例以概其余，因各卦太多，不及一一指数。苟就卦序表细按之，则无不明矣。可将上下经各卦平列一表，下注明何宫何事，再将先天八卦位次，明其卦之何字何方何属，再就卦之爻象升降，以明气之消长往复，数之奇偶大小，而后合前后看之，合全序读之，自能体会到文王定序之旨，与后天之用，生化之则，而后参之序卦传所示之文，使图像文字均无一异，则全义之精韵，皆在纸上，其与先天异同，连归分合，亦在此中求之可矣。如有未逮，在真之杂卦之序，即本宫本卦6日7分各种之序，一一参对，则更无不了然者也。总之义之变化，全在序次，要将全义序次明解无疑，则义之神用即在目前。此文不过起其端耳。复甚讲述。又曰64卦次序意义，以意象重在变化，而变化生于次序。一卦数易其序，则成数变，皆64卦自相分合而来。64卦则八卦自相分合而来。八卦有正卦正位之别，皆以次序定之，故次序一义。卦用全书，无论先后天皆有次序，以生变化，即连归周易，亦由次序以为异同。此中关系甚大，必详举其例，细推其理，方能晓然于易用，而有以收易教之功也。宗慎讲述。周易之书，文王所作，易卦之象，伏羲所制，文王演之以尽其变，是谓周易。故卦象异而用二，卦名同而用殊。以伏羲初制为先天象，文王复演为后天象，以此分别，体用思明。然夫子山定六经，独宗周易，而不及文王以前者。文王之作，足该各异也。文王之义，虽属后天，而先天存乎其中。人之生也，神存形中，言行而神在，以神之德，体物不一也。先天之象亦然，先天以后天用，后天以先天神，先后并行，神用无极，故曰神无方，亦无体，以体不见，由其用而见也。然体不可见，因而望之，不可也。先天之象，不用可也，因而灭之，不可也。故言后天必及先天，原始要中，易之道故如是，推来溯往，易之用亦当然。
名乎先天，则知后天所出；名乎后天，则知先天所存。气数不同，名类异质，虽由木本与之，水源与流，一脉所传，而在纪变之后，形神各别，理气殊途，有异而不一，同而未同者在也。故言文王之意，必素以前之意；习文王之卦，必本以前之卦。卦同而异，以用不同；异义而同，以体无异。故虽有同义，而不得不求其和也。和则通，通则神；不和不通，至于物，而失其神。将何以治义之用哉？故学者必将先后天二者，气与数之分，明晰无疑；再将二者之和，通贯无滞。数可以因文王之作，探伏羲之志，即可由周易，包括以前之意也。请将先后天卦象之同义者略述之。先天八卦方位次序，与后天异。先天乾坤上下，离坎东西，震居坤左，巽在前右，艮连坎坤，对接离乾，此为相对。方位卦象皆相对也。干阳坤阴，离阴坎阳，震艮接阳，巽对同阴，阴下阳上，阴上阳下，一阳与一阴对，二阳与二阴对，无相失也。故其数为乾一，对二，离三，震四。此左之上行卦，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。此右之下行卦，而其本数，则与合图同。其势为左右两行，左则自下数，右则自上数。左为震一，离三，对七，乾九；右为巽四，坎二，艮八，坤六。此即先天卦数，合图者也。以干九坤六，为乾坤大用。左为阳数，1379，顺行而上；右为阴数，4286，逆行而下。五在中央，以1和6为水，3和8为木，7和2为火，9和4为金，5为土。以成交互之则，1与4， 3与2， 7与8， 9与6，皆成5，即中央所得之数也。故卦8而数9，中数暗藏，名卦之体不见，而寓于用也。乾用9，坤用6，谓用之最大者，以阳极于9，阴中于6。9、6为乾坤之用，即权益之用，故以9、6代卦之用。9与6合为15，成中央土数，即体也。体以用见，故乾坤以下各卦之用，皆为5，不为其体。体义而用殊，八卦各有其用，而体则一。5在中央，名为中数。中者天下之大本，八卦皆自此出，万物皆归于中道。此数之妙，亦气之所存也。数以计气，气行无垠，周流无息，而不离其宗，即永系于中也。中之气，先天之真，
八卦之气，两仪之象。八卦有物，故气有二，而成生化；有升降消长，而成变化。真气无形，独居中央，无动无变。八卦有名有数，中气无名，而数已用成。此即符一本合图之象，至卦象也。卦八用九，而不以九卦者，谓是中气之先天，而有异乎他物也。然有物，则有此气。卦虽八，而中气仍在，其妙亦可见矣。后天八卦之象，方位次序，均与先天异，以先天之以变也。其象本于洛书，而成二五交错之用，故离上坎下，震东对西，干居西北，坤处西南，巽在东南，艮移东北，离阴而在上，坎阳而就下，正木在东，如日之出；对金在西，如月之升。乾以金而连对，巽以木而接震，同类相亲也。坤以地而守南隅，艮以土而归北角，土气分布也。阴阳皆交互以成生化，五行有生制以为功用，以其后天之象，必由二五之交错，气数之升降往来，而后见其生化，成其功用也。由八卦之序数之，则为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、兑，循环以行，牵引以用，而其本数，则为坎一、坤二、震三、巽四、乾六、兑七、艮八、离九。其是仿洛书也。坎为一，自下始，左右皆由下上，阴阳皆交互行，不似先天之左上右下，左阳右阴，两相对待，而未交合也。后天之象，在生化之后，本已交合，故气未同化，数为连生。自坎至巽，为左之四卦；自干至离，为右之四卦。其数原以1、2、3、4居左，6、7、8、9居右，而其中2、8异位，坤艮一方，故左则坎一，坤八，震三，巽四；右则乾六，兑七，艮二，离九，以成后天之数，合乎洛书者也。洛书之数，二在西南，与七连；八在东北，与三接。正符合图之数，二七为火，转为金，三八为木也。故后天卦数，下则坎一与乾六合，上则巽四与离九合，金水为衡也。左则坤八与震三合，右则艮二与兑七合，木火为纵也。以在后天金火异位，变为水火上下，金木东西，而巽木人连震，干金人皆对，离与坎对，水火相交，坤与艮偶，土地分化。土为四季之旺，分布于四行中，故土在后天的时最多，以成生化之本也。水火既济，则万物以生；雷则归昧，则万物以化。有地山之谦，
以行其领，后其德，则万物已成。而后天之用可见也。且以干六与巽四合时，则天风构之象，是气之构育也。以坎一与离九合时，则水火既济之象，是气之交际也。震三对七一合时，坤八艮二一合时，则谦与归昧之象，是气之通贯和好也。气皆交合，用乃宏大，数皆错裂，功乃周密，而体以用见，神以功明，则中数之五与十，仍存其中矣。此后天八卦之象，全本乎洛书者也。宗主复注：气之于天地间无一时习，人物资遇，事故资变，莫可救节，而莫不周回围绕于一道，是即气之中也。中气如是之助，各才皆以之而纵横为用，无助则不能治其用。万物万事之于中气亦然。然助之为物，人所见之，中气无形，人莫闻睹，此其先后天之变也。中气先天，不因物生，而物由生焉；不因事变，而事由变焉。物事之生变，皆中气主之，而人不见中气，只见物之生，是之变也。夫既谓之主，则其重要可知；既不可见，则亦为人乎可知。故圣人谓义以明其象，以可见者是人，而得其不见；以义明者告人，而求其难明，则义之教也。卦象有象外之象，卦用有用先之用，必自所始终而会通之，合阴阳而同一之，以尽其先后天之象，而后中气即可见矣。盖中气非物事，而不离物事。若舍物事，则中气无可得；若拟物事，则中气亦无可探。必自物事溯其本末内外，而后得之。此即象外之象，象中之象也。非通乎象者，则不有所望，必有所执。望与执，皆失之。故习义必求其通，而余象必穷其本。八卦也64卦也，皆以此中气为本，皆因中气而通其用，不问其为何意也。此言亦必于此深切求之，不以为反也。述圣讲述，益州易一书，文王所本于连山归藏者，而复推演其变，以与伏羲之作相正也。故卦象不异，而序异焉。文王64卦序，虽参五错综，往复循环，与本宫本卦序异，而人不辨其宗。宗者，伏羲八卦之序是也。伏羲八卦为各异根本，无论何异，皆由其序而推演之。故连山归藏周易三者，其所宗皆同，即本宫本卦，即六日七分、12辟卦之序，亦自伏羲卦序所变，出无异也。其所异者，为其用耳。用者合于时宜，服于人事，本于天道，息于鬼神，而无间隔也。故下有连山，上有归藏，周有周易，时之书也。有天地之序，
日月之度，岁时之力，人物之身，幽冥之道，不相谋者，则卦用以变，故有本宫、本卦、六日七分、辟卦之意，即夫纳甲、纳辰、纳阴、运气、战后之差也。盖卦以象物事，物事不一，则卦用不同，而卦之为卦，人指64，其因于变者，唯有异其序，序异则用书，虽卦同，而谓象不同，故各序皆有其象，以致其用，非重复也，亦非别有他意，而异于伏羲文王之治也。伏羲之治最古，时事简朴，事务纯审，故为序者少义利，以不用也。地降而时宜事易，物凡事多，则必推其变以穷其用，而后续之义利日加，谓义义日重，此自然之理也。苟有贤者，能通其变，则卦序犹可推演之以应于用，亦如文王之变连归谓周易也。故周易者，文王之治，周代之作，为夫有周正交之用，因当时事物之变也。三代之正交集于周，故夫子山定以周易为主。周建二代，崇武帝，明周之作，即足盖以上之志，取周易，足以窥各易之用也。然周易之序，序周时之正交，因事物之变者，以后有所传者，亦可以辅周易而广其用，非仅限于周易也。故于各序之力，有由来者，亦宜习之，以广易道，而神变化。此故夫子之为义也。本宫之序，以干、坤、坎、离、震、巽、艮、兑，相对之卦位次。如干本宫卦，一是未构，二是未遁，三是未否，则变于坤；四是未关，五是未包，皆坤卦所变；六是游魂未尽，则干复于坤；七是归魂未大有，则干反于乾。自本卦至三世，属本宫所变；自四世至五世，属对宫所变。六位复于对宫，故曰游魂，言在外也。七位反于本宫，故曰归魂，言归本也。此本宫之序例，以本位与对位，相生相变，次第已成。七世而终必有始，往必有复，故三变而易对宫，七变而还本位，与其本卦成一宫。八卦虽属一宫，以见交错往还之象，非纯一宫卦也。盖既有生化，必有阴阳，阳合于阴，阴交于阳，生化始成，阳还于阳，阴还于阴，循环始见。本来天地万物生化，故如是也。故卦序象之，其异乎周易者，则所交错往复，仅限于相对二宫，而不及他卦。故其所象者，先天出化，万物始生，二气出调。
五行未杂，其变简，其气纯，与周易之错杂循环者异矣。且本宫之序未纵，周易之序未衡。本宫八卦为一宫卦数，而不连他宫卦，如干宫各卦，皆属金，纳甲纳辰，皆同乾卦，唯游魂属艮，归魂属坤，不同乎乾，以其气变，数异异也。气变则改其情，数异则疏其名，此必至者也。然其大用，人不离其宗，故所取者，人本宫内之所合卦。如进取艮，则遁卦之所合；大有取坤，则否卦之所合。故二世三世之卦也。夫卦在后天，以下卦为主，而本宫卦以上卦为先。如构卦干上巽下，不从巽而属乾，则以卦之变自下始也。干之变出爻为阴，则成巽，而构卦出，故以下卦名变也。二变则为艮，三变则成坤，四以后所变者，上卦各爻，故反以对宫为主，而坤不动也。气七变归魂，而始还于本来，而后天之用见。如大有一卦，干在下，与前一二三世相符，而干卦之气乃完，生化循环之用乃尽，其序之次第，皆自然而然，亦由天地生化之序也。干宫如此，他宫亦然，其力皆同，不殆尽数。本卦之序，有方圆二图，即是传之先天64卦方圆图。宋人所得于道家者，使古人所流传也。其序亦依伏羲八卦位次之数，即乾一、兑二、离三、震四、巽五、坎六、艮七、坤八，全与合图数合，乾与坤对，一始一终；离与坎对，一来一往。于卦顺序，分阴分阳，以明气之升降，数之消长也。自干卦始，谓易之一。属干卦者，则谓绝。大有、大壮、小处、虚、大处、泰。八卦顺序数之，则绝谓对乾合，谓易之二；大有谓离乾合，谓易之三；大壮为正乾合，谓易之四；小处谓巽乾合，谓易之五；虚谓坎乾合，谓易之六；大处谓艮乾合，谓易之七；泰谓坤乾合，谓易之八。是八卦皆属干卦所合而生者。干之所生八卦，凡干在下者，无论上卦何属，皆归乾。其次第则全依先天数，自一至八，亦为乾。八为坤，相循环也，故皆相对。其次则对卦所属，自律始，为乾对，为二之一；次为对卦，为二之二；次为离对之魁，为二之三；次为正对之归妹，为二之四；次为巽对之中孚，为二之五；次为坎对之节，为二之六；次为艮对之损，为二之七；次为坤对之临，
为2之8。是八卦皆属对卦所合而生者，故谓对卦数。而其数以对属先天数2，故皆统于2。由干所属统于一也。以下各卦皆依此例，以弃于坤卦，为8之8。而殿64卦焉，干始坤中，干亦坤8，气属相得，而成全义之序，谓图或方或圆皆通也。盖此卦序，纯本先天之象，以明天的物事之序，有所定也。谓有定方，至有定时，上下有次，左右有纪，升降有度，往复有致，不相差于属力，不相失于毫毛，故其致用不同后天，而异乎周易之序，且不同先天生化之力，而异乎本宫各卦之序，其象之所指，谓明先天之物与事，彼之气数之本源，而得生化之初象。方以象地，元以象天，天地既立，万有司定，故其志为道家所重，实足以探先天之奥，明无谓之道，超行机之上，达天人之源者，习乎世人谓之其用耳。本卦序与本宫序，二者有可印证处。如本卦干卦所生八卦，绝、大有、大壮、小处、虚、大处、泰诸卦，合之本宫，则进本卦之前，与归魂之大有，属乾宫，其泰、大壮、绝、虚四卦，则属对宫坤宫，其小处、大处二卦，则亦属巽宫，亦属艮宫。是八卦分属4宫也，而所属者，仍与本宫之力合。如对宫4卦，原有本宫变，乾坤对变，原定力也。大小处2卦，虽非本对宫，而小处由巽合，即本宫一事之所变；大处与艮合，即本宫2事之所变。本宫一事未构，亦变巽也；二事未遁，亦变艮也。卦虽不同，所合之力仍同，故本宫干宫八卦，由对宫与对宫合变者，亦4卦；与巽艮合变者，亦2卦。是与本卦之变力，异而不异也。坤卦亦然，所属八卦除本宫外，亦属干宫者4卦，属正对2宫者2卦，与本宫之变力皆同，故卦虽殊，气之所合不殊也。干之气由西下，而与对宫坤合；坤之气由东上，而与对宫乾合。无论何序，其力不差。盖天地阴阳之气，原来如是也。凡本卦各卦，皆以阴阳升降，本对合化，而生各卦，其力不乱，故其序有定，如指与臂；其象有数，如线串珠，无或差池，无少凌乱。不过本卦之序，明先天之真，由下而上，以反本复始，故其卦以下卦为主。本宫序则为明后天之象，由内而外，溯源达流，故其卦以上卦为本，宜自下而上，
宜自上而下，其变化次序不同耳。苟细按之，自得其故。如为人事吉凶，物理变化，则本宫之序，便于用也。如为天道往复，元气动静，则本卦之序，得其真也。故数家卜筮，必取本宫非弗纳甲之图，而道家修持，必重本卦方圆合数之象，皆意中精妙，非浅视可得。此不过举其大要，以明其用耳。亦知何岁时者，有辟卦序，有6日7分，岁象序。辟卦者，以乾坤二宫卦，除游魂归魂2卦外，分配12月，自4月起前，5月干支一事构，6月2事遁，7月3事否，8月4事官，9月5事包，10月则未坤，11月坤之一事复，12月2事临，正月3事泰，2月4事大壮，3月5事绝，周而复始，以象二气之流行，名寒暑之迭艮也。另有分各月属春夏秋冬4时，而以各宫分配之者，即以正巽2宫分配4孟月，离坎2宫分配4仲月，艮兑2宫分配4季月，而循环交错，以周1岁，与12辟卦相应。其取义盖本于周天之数360，天地主其刚，则半为天，半为地，各得180。故以乾坤2宫之卦，分主冬夏，自巳至数，属天气，即干主之；自亥至辰，属地气，即坤主之。而更以6子，分象4季之气。正巽为长，乾坤之长男长女，故正配春夏2孟月，即正月4月；巽配秋冬2孟月，即7月10月。坎离为中男中女，故配4仲月，即2、5、8、11月。艮兑为少男少女，故配4季月，即3、6、9、12月。如是乾坤2宫总主1岁，由二气之升降消息也。正巽6子分主4时，由五行之分合生化也。故1年360余日，合之于6子之爻，亦360爻。乾坤2宫，则合12月，虽刚木交错，日月代善，若不相接，实则后天2、5生化，故交错而行，代善已成，非复先天之单纯也。故卦象往复，爻象错杂，气数相间，循环无尽，虽以1岁为例，非限于岁月也。本来卦象，无所不包，其序既殊，其用自易，而1岁气数，恰符周天之数，日月推行，恰符阴阳消息之度。远者可辟于近，难者可喻于易。就其简明者行之，足以推于经纬，及于高深。非约64卦，专为岁序用也。故此岁序之意，一言一者之一例，有不可不知者焉。6日7分岁象序者，以全意64卦分配1岁，而将坎离震兑4卦，当2至2分，震主春分，离主夏至，
兑主秋分，坎主冬至，谓之四正。余60卦，以每月5卦，一卦主6日7分，因一岁计365日又4分1，则卦60合360爻，每日80分，一卦合6日7分，恰当一岁之数。其气始于中伏，其时始于冬至之月，由复至咸，共半岁，为88阳爻，92阴爻。自构至中伏，亦半岁，为88阴爻，92阳爻，恰当180爻，而主阴阳寒暑之数，而中伏至复，咸至构，恰得6日7分，定为例。10天时之度数，自然之序也。卦以交错，爻以次第，一升一降，一往一复，象气之周行，后天生化之力也。故其序可以计岁后时，可以占天验气，即四正之卦，分管40，以后四气，春夏秋冬有其序，生长收藏有其领。木以长春，火以长夏，金以长秋，水以长冬。五行不失其常，二气不乱其道，以往复循环无尽，而消息进退可见。其意之传，盖亦久矣。盖自黄帝始造甲子，历数见明，尧舜之时，历象犹备。其志访于易卦，本于河洛之图，合于日月之纪，非率尔之作也。亦传曰：玄象者明，莫大乎日月。日为阳，月为阴，后天之离坎，待先天之乾坤，故岁象以坎离为主。当冬夏二至，冬至为阳生阴消，夏至为阴生阳消。11岁寒暑之枢机，而40气候之中载。正思春分，如日之升；对思秋分，如月之上。为阴阳之管要，10岁时之道路，皆为气数所致，而象最明。以知何时令，则足为立家之所法；以知体天道，则足为生化之模范。盖其序之取义，虽尽辟卦，而尤善焉。不过辟卦法乎先天，故以乾坤二宫，为一岁之宗；而岁象法乎后天，故以坎离四正，为一岁之纲。先天乾坤对位，主于上下，此伏羲八卦之序；后天坎离正对分主四正，此文王八卦之序。二者各有取义，而后者最宜于后天之用，以所象无不交错往复，所配皆以消长平均，以合一阴一阳之道，而能会通日月之行也。故中国之历法，始本此序，而后人以之战事，亦无不厌。其为义之精妙，亦足与周易相正，及合之其他各异，不问为先天后天，亦无不贯通。要知后人多不明其用，乎其旨趣，门户之见，以责难之，方济之辞，以鄙夷之，遂使上古流传之意，反为俗人所子，岂不习于？宗主附注。此节言于今世卦气图例，即6日7分数。
是以为出于孟经二事，而不知传自上古，为中国历法之祖，亦一种义也。今所讲仅其大概，若求详者，宜就二世之书，并各家之言，细研求之。又曰岁令与卦合，如干为4月卦，干出变为构，构为5月卦，而其先位对与前合，即是天爵之象，指天风构；反之即是天爵。二卦在干先后，正如复包二卦在坤先后也。64卦为决一卦，无先后天之分，以在前之左者对也。先后天皆同，其他则一异，而次序有先后天之殊，故决卦中始，在干前后不相离。先天方圆图之序，以决次干；杂卦传序，以决先干。皆因决之象近乎前，进则为前，退则为决。而干之变必由决而后终，其气必至决而复始。故杂卦终于决，即以干之在后也。由干至决，未始至终，自决还干，未终复始。卦气不息，则卦序必循环无尽，故一年之气，亦大终于决。决者决也，快也，快解决矣。数甚讲述，二周易之用，在乎人之诚，不必一例，如周易之序，故为周时太卜所思，而太卜所用，兼及连规，不限文王之意也，则可知易之为用。不以序为限，但有事序，即有事变；有事变，即有事用。伏羲之意，有伏羲之用；文王之意，有文王之用。夫子合二者而作杂卦序，即夫子之意，亦有夫子之用也。推之连山之意，有连山之用；归藏之意，有归藏之用；八宫之意，有八宫纳甲之用；岁象之意，有6日7分之用。分而言之，各有其用；合而通之，则易之用，广无不包，变无可穷。而能通之为易者，则能见天地之心，斯非圣之不可也。就其最简易者，则但执一义，审其象，参其数，列其图，而合其先后天，明其辞而演之经与传，则亦可以得易之用矣。故易之种类虽众，精其一者，能通其余；若易而未精，虽多希易。目迷于象数之意，手迷于图表之繁，能记其粗，而疑其精；逐其物，而忘其神，则未100年，曾不得易道之一二。此后世有扫象之说也。夫易之本在象，而扫之，将何以见易？岂非以世人之持于外，而疑其内，求其末，而弃其本于？故习易者，必先去其弊。所弊者，多而不精，薄而不深，能于貌，而不及于神，以为能通习，而不知其无一的也。故各易之序，夫子不录，仅去文王者为精，而及其他关乎义理者，
数之为传，使学者之所宗，而不分其志；之所本，而不乱其思。数犹亦以通其余，犹亦以达于难，犹进以该其远，则习之有成，而义道亦不荒塞。此则夫子山义之为止也。夫义之致用，非谓卜筮也。若谓卜筮，则巫祝在。夫子不以之守六经也。夫子以义为六经之守者，以其用能明天人之道，类万物之情，定日月之行，奠山河之度，可以治治平之业，可以正性命之功，可以达神鬼之情，可以夫教化之德，故其用在此，而不谓卜筮也。然卜筮意义所固有，卦爻之辞，吉凶之战，悔令之徒，君子小人之道，皆着于象数，真于言文。苟按其数而卜之，因其辞而决之，则所谓易逆数也。通变化而行鬼神者，皆在传中叠卦之法，可见之也。故今不备者，传则卜之。今取其约，约而后尊；传取其博，博而后弘。用弘而道尊，则义之精粗皆备。故传所举者，有各异之力。凡连山归藏之类，八宫岁象之图，上自先天，旁及河洛，无不争取，以为周易之辅，而明易道之大也。故读经则专闻王之治，虽伏羲之序不列；读传则必广搜各易之图，而不限于一种。此讲义时必旁及各序也。人或疑其言之杂，不知正欲其杂也；人或谓其义于经文，不知正求其义也。杂则变利多，而用可广；义则分类明，而道可通。此传之本旨。夫子定义之为义也。故传中之辞，各不相类，方位次序各不同，名类上下各不一，其所以然者，各义之源至如是也。各义皆可用于卜筮，而周易最善。其次则八宫纳甲法，其次则岁象6日7分数，而伏羲先天本卦方圆序，则谓是修养之道，明先天之气。若用于卜筮，则浅矣，然亦能通，不过难测耳。至俗传各种卜易法，皆由数者变化而来，有当有未当也。与周易等者，前有连山归藏，后有夫子杂卦，皆以卦爻象数为本，不取甲辰，不用日月，其道简而理微，人多难知，故卜者不用。而好八宫与岁象数，其实理数异也，苟通者无所悟焉。故周易之卜，古之始传常见其利，其因甚灵，其故可用，而今不宜哉？盖用之在人，能成而通神者，何以不可灵？否则虽俗浅之术，亦不得其效。故易之用，不在序之义也，序之所义，不谓卜也。其理见前，可以知矣。周易之精，在以后天之物象，明先天之气数。一卦一爻，各有所象，
而贯通先后天，以明其变化，故不知不离，而独来独往，谓最宜于时中之道，合于戒慎之教也。以文王作此，正求汝之时，忧天下之乱，存革政之心，见前人之弊，立新教之义，故其辞训而绝，其指正而忠，其道极变化，而人守常度，其志攘暴乱，而先重仁德，故与夫子中庸之教，修道戒慎为本，忠恕时终未用，立臣复始未成，其义正同。夫子取之以继尧舜之传，而明文武之治，即所谓祖述宪章者，亦今居其首也。中庸之书，记义而作，皆言事而归于道，言人而归于天，原始反中，正其性命，明悟达情，通其精粗，故言博而约，辞详而明，为古圣先传之所存，而儒家治教之所记也。后之学者当加一焉。雅慎讲述，一夫子删定六经，取文王之意为首，同于尚书，为3代以上之仪。于此可见二帝三王之政交，神农伏羲之治作也，而不取连山归藏，即伏羲神农之意，独采文王者，谓文王之意，即各家之所传，传至文王便利已多，义道更明，亦习义之也。伏羲神农尧舜之时，有象无文，有文未备，连山归藏之意，有文意义，有变未全，为文王之意，象人古习，文备义明，变推心力，体具用招，故言义治文王为最宜于时之治，而义道亦更发黄光大义。此夫子序义，以周易为本者也。然周易虽善，就治亦不可尽弃。伏羲之作，故谓义之源，不可不知。即神农尧舜夏商之意，亦不可不明，则将其说备载于传，系之于经，故曰系辞，而以正诸经文，广其变，推其用也。故有先天乾坤上下之谓序，谓伏羲之仪，即天地定位一章所述也。有日月辰岁，合乎天行之序，即叠师求卦象一岁之一章所述也。有纳甲阴爻，分宫飞符之序，即出正其训，先甲后甲各节所述也。有日月代行，水火上下之序，即后天卦位，三所的男女各节所述也。其他如的带有中归藏之意也，更谓中始，连山之意也，方圆之图，伏羲之治也，纳甲纳阴，黄帝之治也，遂象辟卦，神农之治，及于尧舜，而更推演者也。九宫五行，五运六气，河洛之仪，及于黄帝，而更发明者也。故义者，成于各圣，传于千古，而其义备于传，以与周易证明也。夫子有以为未足，更何伏羲文王之作，先后天之象，各家之治，而成杂卦传。杂者何也？合各种而异之，
以见其会通一贯之意也。故以之中诸书，而成夫子之意。是义虽取文王，而人褒各书。夫子之作亦复焉。此独义者所宜之也。义之致用，义而已。义者道也。故各义，皆为明道用。无论为伏羲，为文王，为先天后天，为连山归藏，皆不离于道。然道自一，何以各义不同？则为明道之方，有不同耳。道本无方无体，人之求之也，则有其方，以悟其体。是由行路，或车或马或步行，其行异也，所以行不同也。故各义各有其方，以明其用。在太上之时，道至简，事至略，人朴物纯，生计至义。故象之者，亦直朴无闻，而见道亦真。其后则渐降渐变，渐繁而文，而象之者，随之而异。故义自古入今，自简趋繁，人事使然。道谓之道，故未改也。故一义之用，谓应时之需，时之不居，义必变。此义之所以谓义也。伏羲之义，名为先天，亦谓修道。正上虚静，教崇淳朴，其实然也。神农皇帝以气尧舜，生息日重，世事日新，正日以备，教日以详，善恶以明，吉凶思判。故其意亦由简而繁，其用由纯而杂。尧舜之后，文胜于直，正明于教，礼备于德，事增于物，变化既多，气数已分。于是三代之义，更彰其旧。各是时宜，以为新制。至文王而变异义，时节既迫，事物乃非。道会不明，教亡不复，正失其纪，俗失其常。善不敌恶，吉不谋凶。君子道消，小人在位。义道治世穷矣。穷则必变，变则必革。此汤代桀之时也。文王失之，以变为新义，而欲教于卦象焉。故周易者，革旧改新，正教明道者也。当时会塞，直身穷困，而欲为此挽回校正，光复道德，其非易事，盖可知矣。故其为象曲折反复，为此晚委叮咛，以便前日之作，而成独有之志。此其与伏羲之旧大书，与连归之辞异义，而成一后天之义也。盖文王之义，与时相宜。后天者，奉时也，本无先后天之名，以别于伏羲，故曰后天。以能奉天时，故曰后天。其实亦义也，用义耳。若分先后，则文王以前者，皆宜先之；伏羲以后者，皆宜后之。而独先伏羲后文王者，以二义足尽义之体用耳。若推而言之，则连归各义，皆后天也。以其名伏羲之变，同于周易也。不过归藏出，而连山亡，周易成，
而归葬席，时之记忆，意亦随之。由历代之文物考之，则连归可备参政。若以时之宜，变之急，民意之道，为后世之责，则为周易族与伏羲表里，取周易而他亦存其中矣。此夫子以周易为经，而博搜各易之意为传也。周易之用，为旧时明道，而本于易之原旨。易者以六爻三极，合天地人者也。天道阴阳，居上两爻；地道刚柔，居下两爻；人道仁义，居于中央。此名三极，以人道为纲，故三四爻。人之谓，善恶之门，吉凶之途，皆在是焉。人谓天地之中，道之所存，时之所依，校正所出，生化所成。故天地之道，依人而明；时之弊，依人而兴；校正之师，依人而复正。人义之不讲，时之乱也；校正之不明，人之责也。为人能理乱就亡，正师止弊，故圣人责之，以复其任。而文王侍奉之，乃民意之变，而济道之穷，以教育于象，以心存于卦。故其义与前义者，因夫时也。道之不明，时之所谓，时之不回，则人心失所主，而变生焉。变之乱者，时之救也；变之治者，人之功也。人应时而未变，变乃通，通乃道。故道在时，而圣人乃能用时，用时变时，是曰时中。道之存也，时之隆也，则守其常；道之会也，时之污也，则达其变。为变乃复于中道，而道乃明。圣人在因时明道，非守死而忘时也，乃因时而变之，以存亡正师也。故文王之义在于世，其义若曰：伏羲之义，经常之道，不可变也。时无明之者，义乃日会，必以变而兴之，则前者义光大，其义取在革卦。革以去故，言去时之污也；而其用取之鼎卦，鼎取兴也，言兴义之道，而光大伏羲之志也。故其序以往复循环未则，以吉凶相对，善恶相当，明是道之无往不复。而人心无时不动，必以善治恶，以心革故，以成循环之数，而复归于道。此则文王之义所以义也。夫连归地善，下商易代，其政交不一，制度各殊，故文王因之，而见于二者，成其心作，存其所长，犹能接二代之善治，和两翼之成规，以开有周之政交，为尽美尽善之礼乐制度。此夫子有从周之叹也。故文王之义，为义道之大名，其旨在变，变以复道，乃依于时之弊，道之衰，教之亡，政之失也。故夫子独取之，以见于周道之为，春秋之乱，
非重新易教，不克以复尧舜文王之道，而续伏羲神农皇帝之德也。其意见于杂卦焉。苟有明哲之主，而取用之，以兴正交，正仁义，以尽人道，合乎天地之原旨，而因时推变，以符革固鼎新之意，则文武之治，周出之礼乐制度，故当复见于世，则夫子老安少怀之志，大同之愿，时中之志，皆将见于形式，非复为言之拟，文章之可知而已。官夫杂卦传墨云：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云云。盖以自言其效，或者他日必验于世。时乎时乎，吾知之矣。运之流行，宁无疾乎？请留无言，以待后人之正之也。宗主附注：雅圣因义理之难明，人不知卦象之用，以为仅卜筮所备，实浅见者之弊也。盖易卦为一种图像，正如河洛图、算术勾股方式之类，虽为术用，实不只用于术，以术示道，而明天的之秘妙也。卦象亦然，以象示气数，亦明天的之道，非仅卜筮止也，而卜筮自在其中。故中国之学，道在术先，术亦不离乎道。若执其术，而忘其道，是知小而失大矣。无论何事，必归于道，方成其大。若居居于一技一义，是小道也，非君子所求。故道在能大，而事在不失于道。雅圣讲述：二义道兼体用，统神行者也。先天卦象，可用以示道之真体，而明神天之德，成臣民之功。后天卦象，可用以示道之代用，而明人物之身，成谓誉之德。合而言之，则内圣外王之道，大学之修其治平，中庸之中和成名，莫不在义中也。智者见之谓之智，仁者见之谓之仁。以道无大小，所见者有大小耳。义之初，有象无文，象则随人所解，文则逆于义权，故以象用，而不重文字也。义之后，兼象与文，象存其真，文示其利，二者并重，则后天物事可见。从文明象，则先天性道义之，故义在后天藏体于用，由欲神于行也。以人言之，其谓身也，无神形可分，待其既生，行者神隐，神在形中，未尝无也。神主其真，行达其用，知觉运动俱全，而身欲以见焉，义之为用亦然。卦爻行也，气神也，明其卦爻，得知其气，知气始终，得知生化，故必从象求之。一卦一爻，象也。何属卦爻？亦象也。总64卦，384爻，无非象也。皆有其气，则皆有其神。故一义有一义之序，序之义者，象之义；象之义者，气之义。
气之意者，神之意；神之意者，用之意；用之意者，生与化也，消与息也，往与复也，去与来也，变与不变，静动也，生与无生，成败也，吉凶毁令之事也，从逆反侧之道也，上下中始之行也，大小分合之情也，而皆归于阴阳，变于五行，存于二气，通于危险，服于人天，以就其性情，探其庶命，而治其德，立其道。此义之代用，有各异，而无不通；用各项，而无不达者也。智者察同，昏者察异，异其出，同其终也。何哉？谓其不越于道耳。道之用或有异，其本大同，异虽多种，原始反中，则归于一。义者道也，故曰义以道阴阳。言由阴阳而归于道，二者为一，此则义之真用也。夫子以周易为本，而余各义略采其一二，列之于传。名义之为用无二也。文王之义，所益于众者，为其取象，即变化之力，名循环之道。言天道无往不复，而人事应之；人事无处不交，而天道顺之。如人物生化，此往复也；气候地善，此交错也。有阳必有阴，有阴必有阳，此交错也。阴穷则阳生，阳尽则阴息，此往复也。日往则月来，寒往则暑来，一交一错，而成纪焉。冬尽则春回，夜尽则朝回，一往一复，而成度焉。不得有失，有数可数；不得有差，有气可候。天道如是，万物亦然。故今之事者，昨之非，往之得者，来之失。此成则彼败，早生则晚杀。有见于前，必因于后；有开于久，必复于心。日久则移，风久则改。满者则清，中者则侧。习之壮者今则老，今之为者后则盛。盛衰以服，成败推移，吉凶无定时，毁令无定位，生死相续，荣枯相连，莫不自成循环往复之象，自合交错来去之数。象数如是，卦乃应之。故文主之义，纯取此义，而异乎各异也。夫文王作义，有位而作之也。当商纣无道，汤德既衰，暴政虐民，污吏干位，时非俗弊，上下交困，天怒民怨，神鬼同仇。文王身在忧囚，处得艰险，救民之至未矣。切肤之痛且深，见诸天道之推迁，欲其人事之改革，故民至于义。义者变义也。言当变义之际，必有以处变义之道，而成变义之功。时之变义，即天之变义。天之变义，则人事不得不变义之，以顺承天。故其取义重于鼎革二卦。
而民变足以事道，拨乱反正，足以顺天应民，故民义之道，以御其教。而在以天时事人事之责，如秋冬肃杀，万物皆残。若不义以春和，则生机且息，如子夜暗淡，万物同美。若不义以朝阳，则大道莫明。此皆天之必变异者，而人事亦当应之。故卦象重在明变，变则通，通则道，而往复循环者，变之所由来；交错消息者，变之所自至。故宗论卦象之旨，不过名义之为义，而推演其变，以教天下后世。知道在变，则变谓道；不复以天不变，道不变谓言。盖变者，变而复于不变，非永变不已也。故变亦道也。是当桀纣之时，果无汤武之变，天下尚有人类乎？故其变，天也。天之一变，则变谓天，岂备天哉？故亦道至文王谓一大变，自商汤至纣，谓数之穷，穷则变耳。而夫子之时，周德既衰，诸侯铁切，人民涂炭，政交乖违，以义言之，无义应变之事乎？故夫子取其义也。夫周易之用，虽重民变，亦非有悖于伏羲之旨。伏羲之义，重常道，以道为本，而人事随之，其用主常。文王之义，以用为本，其义主变。然二者异也，亦由上而下，亦由下而上。文王以人事明天道，其中亦归于天道，故变而不失其常。其卦序始乾坤，中坎离；始咸恒，中继未济。人以伏羲之序为本，乾坤定位，故首上金；坎离待用，故中上金；乾坤交错，故咸恒首下金；坎离往来，故继未济中下金。合而言之，人以乾坤为金，坎离为尾，与伏羲卦相同。分而言之，则多义交错之用，即所以见其变也。继未济坎离二卦，交错以中权义，而取未济。不用既济者，明人事虽合中分，虽交中离，以附于先天之不生不灭，有本天道立言，谓天道由无入有。虽人事纷纭，时时交错，及其至也，终反其本来，有人归无。如手之乾坤定位，上下不谋，而中未济之水火不相涉，即伏羲八卦谓次也。水自下，火自上，水火相离，天地大定。此有反无之道，而不生不灭之观。至此生机已息，天地终老，万物入定，世界将倾。故权义之术，至此乃终。而出于乾坤者，人归之乾坤；成于阴阳者，人分于阴阳。坎离不交，而一切同归于尽，此谓继一卦，谓天地大结束，而由生化言之，谓生化之气绝；由修持言之，
则因缘之业尽，了然无碍，润然无挂，空然无存。是则无生无朽之时，而将同于上天之载，故曰大中。以人人循环于初始之乾坤，则又一太极矣。此亦与先天卦象，自干至坤，各不相离，正同。如本宫卦，大中于归妹，其意亦然。以归妹之象，的气已尽，天地分离，与未济之干气尽，水火分离，皆孤阴独阳之象也。故传曰：未济男之穷也，归妹女之中也。言此二卦，为二气之大中。中则生化习，而易道尽；易以道阴阳，阴阳既尽，更何易道之存？故易之中，必终于二卦也。宗主书数一，人生天地间，与万物同，而所异者，以其的气全，而合乎道也。道者一阴一阳，并行不悖，周流不息者也。为人能象之，物则否也。非偏于阳，则偏于阴，所得者不全不均，故不能合于道。天地者，阴阳之主宰；日月者，阴阳之枢机；水火者，阴阳之运用。故人者，必合天地之中气以为性，合日月之光耀以为灵，合水火之气能以为身。无此者，非人也。得义而失义者，物之生，人则无不全受之矣。故天下之生物，咸以人为最灵，非治世之谓，为其得道之用也。苟充其用，可夺造化之权，通鬼神之德，立庶命而主吉凶，起星辰而回度象，以其道，足治之，足成之也。故天地之象，日月之行，神鬼之情，人莫不可通之。而象数之节度，气运之消息，又其一焉者，有不明止于长者乎？故言人者，非尽人事也。凡天下之事，莫非人道所固有，则莫非人之所宜言习者也。此故圣孜孜教人以天文地理、日星和月种种象数，而玄则于易，垂范于诸经史者，谓夫人之不可不知也。夫人之中至以下，浑浑噩噩，日为饮食衣服，身体之欲事物，家庭之情事讲，则故无求于天地之间，阴阳之道，然不求之可也。不由之以生，不可也。盖饮食衣物，身体家庭，何非道之所存，道之所行？日由之而不知，是犹为人，而不知人道，岂非自暴弃者乎？故圣人忧之，而积极以教之，守皆于义，以民所使。既述之于诸经史，以民所忠。虽言之不厌，语之不倦，造作体例，推演方略，以尽其意者，皆为人道之所观，有必求之明之行之通之者也。上古之时，师授于徒，上诏于下，官存其册，家藏其书。如易卦象外，则内经、天元纪、
甲子数数等等，皆记士气之行，道之治，而寓于教者。故中国文化，一言蔽之，阴阳之道，二五之数而已。明乎此，使之人之所生；明乎此，使之天地之所以成，日月之所以明；明乎此，使之道之为道，教之为教，千万年以上，由此而起其文化；千万年而下，亦不得外此而续其人道。故气化之学，二五之理，十天之经，德之义，日月之度，山河之纪，人之所生，物之所化，不得或越者也，则五行之说，二气之术，所推演之术，如《内经》等书所记者，岂不与意象同为重要哉？那因者，本于五行生克，气属相合而成者也。先天之数，以河图为主，故16为水，27为火，38为木，49为金，50为土，皆本天地生成之序，而得所合之数也。后天之数，以五行从化为主，故甲己化土，乙庚化金，丙辛化水，丁壬化木，戊癸化火，皆本后天天地生化之序，而得所化之数也。二者以先后天之意，行气之殊，故其位数不一，虽五行同，其所以为五行者不同。其在先天者，以气静动而生成见；在后天者，以精交合而生化成。故其数有先后也。然先后者，由其实言之；若自误言，则无二也。故有先后天之合属焉。那因是也。那因者，以先天之气合后天之形，本气之生成，推行之变化，而人归于一也。其谓数也，以天地之机，比大衍之数，而教其余，以为本身所生者，恰当其类也。故其数16为火，27为土，38为木，49为金，50为水。有同于先天者，有同于后天者，皆顺其自然之数，得其分合之用，而以合先后天之象，推二五之用也。故言气属者取则焉，盖义者以变异为主旨。凡天下之变有三，即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是也。一属先天，二属后天，三则先后天之合。那因之数，属于三也。一之以变为用，必求其广。八卦不足，则众之而为64卦；六爻不足，则行之而为384爻。又不足也，更推其变于序，而成先后天各一焉。又不足也，更推其所本合络之数，演之而为干支甲子焉。尚不足也，更就甲子之所变，演之而得纳甲、纳阴、合生、合律，以及五运、六气、七星、12辰，种种象数，以尽其变，而明其用焉。故凡言象数者，无论何类，
莫非一之变也。其数同，其象同，其为气形同，其为二五同，故其用皆同，虽名不同，其实无不同也。盖皆以二五分合，生克相推为用，故无不同也。名乎此，则名诸象数。而所谓纳音之用者，亦指之长矣。按纳音数以余数计者，即以统数系先后天之和，而余数为所生之数。故16为火，27为土，38为木，49为金，50为水。其与先天同者，木与金也。先天五行序，为水火木金土；后天五行序，为木金木水火。纳音五行序，为火土木金水。此其不同也。以纳甲言之，干纳甲人，坤纳乙癸，坎离纳戊己，艮兑纳丙丁，震巽纳庚辛。纳辰则干纳子午，坤纳丑未，坎离纳寅申卯酉，艮兑纳辰戌巳亥，震巽纳子午丑未。与乾坤同，其五行数交错最甚，如干金也。纳甲人，一木一水；纳子午，一水一火。在合后天数，则甲为土，人为木，子为水，午为火。更合纳音数，甲子为金，人午为木，亦相交错，各有所合，以是所宜，而未生克，非一类也。故五行在后天，生化变力至多，不可拘泥。即就天地干之论，除纳音外，又有三合两合之意，更加以五运六气之推迁，其变化尤多，故气数在后天，无一不交，无一不变，越交越变，则吉凶祸福随之见焉。此言数象者所当知也。不过变化虽多，皆有定则，苟求其故，无不可按图所记，除非混乱无章者也。圣人明示其则，作各图例，以喻其用，而皆本于义，是百变不离其宗也。纳音之志，创于黄帝，盖既定甲子之后，推广其用，以正诸义，遂至为各象数。纳音其一也。他如五运六气、五音六律之类，皆自黄帝所传，经书史不详，所略记者，仅内经义者。然古人重失传，皆有口授，其所述虽属后人，而其由来远矣。学者视之，宗主书数二，亦之象天地人物之生化也，皆以卦之变异未变。然卦之64，其变异人或不知，故黄帝取古圣之意，更干支之志，以日月之行，和人物之生化，而明其气数往复，生死消息，以尽五行之用。故有五运六气之数焉。凡天数以五终始，的数以六往复，故合图之象。天数25，的数30，天以五胜五，的以六胜五。天地之意者，在五六，以阴阳奇偶之殊也。天以奇而成阳，的以偶而成阴，而奇偶必合，
以后天生化，故皆合于五。五者五行也，故天以五合五，地以六合五，恰当合图之数，即1、3、5、7、9之阳奇，与2、4、6、8、10之阴偶，相加之数也。合图之数，即五行之数，生成之数，即天地之数。天地之数，以五分，以六合，故天数终始于五，的数终始于六。五者天之本数，故的气上奉者必五。六者的之本数，故天气下交者必六。天地以五六合，一阴一阳，一奇一偶，而包括二气五行之数，人物生化之气，故以五六二数，为一切生化之本数也。阴以阳生，阳以阴成，奇以偶分，偶以奇合，故五六二数，为万物之中数。五之合十，则万物之生；六之分三，则万物之复。此分合之数，即万物之终始数也。故自太极两仪五行以降，其数越分合而越繁，而其直数不离五六。五以阳奇而用阴，六以阴偶而用阳。故天之见于地者，为六气；地之见于天者，为五运。而六气五运，又莫能外于五行，以阳主阴，天主的也。五行莫外于二气，以生主生，克主化也。二气莫外于太极，以有出无，无反有也。故五六者，气之所行，生化所成，天地人物所以生死存化之枢纽也。今请言五运六气之治。五运者，以后天象数为主，由星辰所经而见者，即甲己合化，为土运；乙庚为金运，丙辛为水运，丁壬为木运，戊癸为火运。其所取象，以丹天之气，今于戊与癸分，故戊癸化火；今天之气，今于甲与己分，故甲己化土；玄天之气，今于丙与辛分，故丙辛化水；苍天之气，今于丁与壬分，故丁壬化木；肃天之气，今于乙与庚分，故乙庚化金。以其色相，知其气所在；以其气质，知其运所行。故甲己之岁，土运主之；乙庚之岁，金运主之；丙辛之岁，水运主之；丁壬之岁，木运主之；戊癸之岁，火运主之。此岁气之长，为五行所属，而循环不已者也。天之气令，系以天干，自甲至癸时数，合五行，各得其二，亦一阴一阳也。阳曰刚，阴曰柔，故甲丙戊庚壬为刚，乙丁己辛癸为柔。刚柔相从，阴阳以和，故甲木与己土合化，己之土柔，从甲木之刚，不为其克，而喜其健，由夫合复顺也。其余亦然，皆以相克者转相从，以成其生化，即一阴一阳之道也。与周易之相同，一阴一阳，相环相抱，而后生化见也。
故天道以二气往复位。准则，而易卦以二象消息为对举也。阴阳之和，必由于调剂，如男女之和也。两阳不生，孤阴不化，故以一刚一柔相偶而后生成。如甲与己，乙与庚是也。若甲与庚，则为两刚，必相害，是谓之克。金克木也，木克土也，土克水也，水克火也，火克金也。皆以两阳相遇，而后克害见。若一刚一柔，则不克害，且相和好。由阴阳本异类相仇者，若刚柔相得，则变仇为阴，以其阴中有阳，阳中亦有阴，阴阳二者相调，乃能同化。故五行生克自刚柔成。不仅以木火土金水木为生，木土水火金木为克也。能明此理，使之二气之宜，五行之正，而于五运岁气之吉凶得失，亦了然矣。五行之气运，各有其化，及其德之见于外也。故五行在天有其象，而成五色；在地有其位，而列五方；在时有其序，而为五纪，皆可数者也。至其化之在天地间者，则土为湿化，金为燥化，水为寒化，木为风化，火为热化，言其失于物，而见其德也。其在的者，亦有所见。如土为敦化，金为清化，水为润化，木为冻化，火为炎化，亦失于物而见者也。其在时也，则土为化，金为收，水为藏，木为生，火为长。其在方也，则土为中央，金为西沉，水为北寒，木为东升，火为南明。其在位也，土为干，金为辛，水为咸，木为酸，火为苦。其在色也，土为黄，金为白，木为青，水为黑，火为赤。其在用也，土为稼穑，金为从革，水为润下，木为曲直，火为炎上。皆以五行分类，而见其德也。故天有金木水火土之数，则有丹精素玄苍之气；天有风寒暑燥湿之令，则有春夏秋冬长夏之时。于德亦然，于物亦然，于人亦然。人也者，秉天地之权，而得五行之正者也。故有心肝脾肺肾五脏以应之，更有经脉以待其用，有皮毛血脉肌肉筋骨以治其化，有耳目口鼻舌以思其官，有神志志精魂魄以主其神。凡五官四肢百体，以及脏腑经络之为形，
五是五神，以及七情六欲之为用，莫不本五行之德，被五行之化者。故远则真知天地万物，近则真知一身，无不得也。得其气，则知其数；得其数，则明其象。象数既明，得化成用，则人之所以生，物之所以化，无不了如指掌，则意象之旨，内经诸书之所述，凡五行生克之道，合乎一阴一阳者，皆可洞悉无疑。而其所由生之吉凶得失，祸福利病，更不待师归，则可一一验之于平日矣。此五运六气之学，不仅为医用，时人道大则，圣人之谆谆以教者，以其为意象之故有也。六气者，三阴三阳，即太阳、阳明、少阳、太阴、厥阴、少阴也。其合五行者，太阳为寒水，阳明为燥金，少阳为香火，太阴为湿土，厥阴为风木，少阴为君火。五行火居其二，以少阴属君火，少阳属香火。盖在后天，火分大行无行。君火为有形之火，香火为无形之火，即热也。故六气为风寒暑湿燥火，而分合六经，即太阳、阳明、少阳之三阳经，与太阴、厥阴、少阴之三阴经也。此天地二气之所合化而成者。六经有形，六气无形，亦亦阴阳也。六气者，天之下降；六经者，地之上承。故天地交，而六气始见。如以岁纪喻，太阳寒水属冬令，厥阴风木属春令，少阴少阳二火属夏令，太阴湿土属长夏令，阳明燥金属秋令。其运行次序，自厥阴始，由春，而夏，而长夏，而秋，而冬，即由厥阴，而少阴，而太阴，而阳明，而太阳。至少阳则介乎少阴之后，太阴之前，以其所主香火，同属君火也。此天气之序，亦乎时序者也。时序者，以地气为主，即六经所合者，谓少阴、少阳、太阴、阳明、太阳、厥阴，系一阴一阳，相见而行。天气之序，则自少阳、阳明、太阳，至厥阴、少阴、太阴，先行三阳，再交三阴。二者之序既殊，故有主克气候之意也。六气六经，亦本气化自然之力而分者。盖五行既分，二气自化，所推移者日益，所变迁者日多，则前者与后来殊，本者与之业异，后天之象必至者也。如五行在天地间，以生克关系，各不相谋，则属天者与属地者自然分类。天之风气，为地之木；天之寒气，为地之水；天之热气，为地之火；
天之造气，谓地之精，是所谓在天成象，在的成形，各有所属，则各有其名；各有所化，则各有其类。故在地之五行，化而谓在天之六气；在天之五行，化而谓在地之六经。本阴阳分合自治者也。如三阳同出于阳，三阴同出于阴也。以其分合多寡，乃变为三。太阳者，阳之最大；少阳者，阳之最少。而阳明，则两阳之和名也。太阴者，阴之最大；少阴者，阴之最少。而厥阴，则两阴之交近也。故阳极于阳明，阴近于厥阴。太少者，阴阳之盛衰；厥明者，阴阳之极致。各以气之所至而成其象，数之所至而成其名也。故阳三阴亦三，合之则六，此六经所由来也。然阴阳虽有六，而五行之五，则天地将不相应，故五行变为六气，以禹的数阴。而天地已合，生化已成，故众火以为六气。气虽六，仍五行，以火之众也。虽众非众，仍自异气，则火之有天地也。盖天地生化，无火不成。而天火的火，各治其用，如天空之日，天火也；地中之热，的火也。二者不能确一，确则天地不全。虽二火而用不一，虽四众而非众也。在六气之中，除二火外，则水木金土皆同。故六气以二火加五行而成，实人五行也。且六气之合六经也，亦自有经义，非偶然配置者也。如水为寒气，而合太阳；火为暑热，而合少阴与少阳；木为风，而合厥阴；金为燥，而合阳明；土为湿，而合太阴。其名类似不谋，而竞相偶，合也。盖本后天之象，阴阳交错之大则也。后天易卦，坎以水而位中男，又带坤而居北，离以火而位中女，又带干而居南，震以长男为木居东，兑以少女为金居西，皆以阴用阳，以阳从阴，即交错之序，而见生化之用，与六气之配合六经，其理正同，皆以二气消长，五行生克，自相分合而成生化者也。故六气之于五行，与六经之于天地，其数各有所本，其名类各有所殊，非圣人故谓之也。天地之间，人物并生，莫不由六气推移辗转，以生以长，以衰以死，即由一岁之草木也。人之一生，以行气之和而后生，故六气随六经以周流全体。于平日，以六经分血气多少，后神势强弱；于病时，以六经验邪气浅深，定诊治方度，皆凭此以知六气，而民一生之受夭康病也。故六气者，人物生化之途；六经者，
行气出入之道，使五行所附，二气所流，有必之者也。夫六气之用，以主后天生化，而为五行生克之实施者也。故其用有一年主气之力，有历年克气之力，有岁会之力，有时序之力，有甲子循环之力，有司天在全周岁之力，皆名六气在天地间，周流往复，无时或息者也。而人物应之，人之六经脉应主气，六经病应克气。凡全身神行气血容为呼吸之类，因各种之气也。故六气者，主生化之枢纽，司造化之权衡。世间一切，莫不由之以生以化，以长以育者也。其气有长有变，有主有克，有过不及，有胜有负，而象应之。故在天之寒暑风湿燥火，在地之冷宣旱徭虫灾，疾乎日月之变，山河之易，毅力之至，水火之殃，关乎灾尽之事，祸患之类者，莫非六气主之，而应之者为人谓最节，以其气之行也。在天地之中，名曰气交。人秉天地中气而生，所受气交之变最切。举凡灾祥祸福变异怪诞之事，莫非感于人类也。故圣人明其气之力，以教人之所审，而以辅易卦者也。其言详于内经，与前五运之说，皆为岁气所思，不独为疾病言也。年之丰欠，物之夭寿，日月薄时，山泽崩结，风雨失调，水旱不时，五灾八难，七省九殃之事，皆着于侧极，玄为交语，其旨意至深切矣。其可乎乎？宗主自注。此文因太长，为尽其意，所述各例，人或未明，以为难机。此数千年来久不讲求者，至中庸所谓真降妖孽，必先知之各语，君不明所至，岂非不读书之必乎？果系义内经运气各篇，则知所谓吉凶灾祥，丰欠受夭之所兆，初非空谈玄理之事也。而古圣人教民之心，亦可见一斑矣。弘教附注。宗主此文精详，未恐读者难明，且纠正时人误解五行为迷信之说也。要知二气五行，系生化原质之分类，本气化所有，非古人故作名目也。五行由生克而后见，时观天象得知，其最初发见，即河图之数16为水之象，及后神农氏，又见五天之气，由东而西，由南而北，相互成文，使明后天之生化，与河图先天者不同。河图以五行出成，由气之化，此则以五行合化，由气之交，以后天生化，必亦阴一阳相合而后见。故五行至后天，以刚柔相偶而后成，如戊刚癸柔，不相克而反相生。因丹天之气及火气更于戊癸，故合化火，其象自天见之，故寄于天元侧，即内经所述也。
甲子干支，亦伏羲神农所造，为辅易卦之用。至黄帝时更为推演之，以成60周甲，3合2合之数，而5运6气之数已明。盖皆仿异象也。亦干健坤顺配为父母，及甲刚己柔和化所仿也。故其理皆基于易，即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语，足以明其用矣。又曰5运6气本造化所主，即气化之力，使一切生化本源。但久已无人明之，遂以为阴阳五行荒唐无稽，而不复至性。不知内经所言，皆经验之事，无一不凭实在得来者，奈何人之不肯研究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式上经第3册干卦。经文：干卦，干卦，干干谓天干上干下，乾元亨利贞。初九，乾隆勿用。9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9三，君子终日乾乾，系替弱，利无咎。9四，或月在渊，无咎。9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上九，亢龙有悔。用9，见群龙无首，吉。彖曰：大哉乾元！万物滋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。大明中始，6位时辰，时辰6龙以御天。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和泰和，乃利贞。首出数物，万国咸宁。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乾隆勿用，阳在下也，见龙在田，得失仆也。终日干干，反复道也。或月在渊，竟无咎也。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用9，天德不可畏守也。文言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；亨者，家之惠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人足以常人，家惠足以合理，利物足以合义，贞固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4德者，故曰元、亨、利、贞。初九曰：乾隆勿用。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隐者也。不义乎事，不成乎名，顿事无闷，不见事而无闷。乐则行之，忧则为之，却乎其不可拔，乾隆也。9二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。贤邪存其诚，善事而不伐，德薄而化。亦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君德也。9三曰：君子终日乾乾，系替弱，利无咎。何谓也？子曰：君子敬德修业。忠信，所以敬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知至治之，可与积也；知忠忠之，可与存义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干干因其时而替，虽为无咎矣。9四曰：或月在渊，无咎。何谓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谓邪也；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敬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9五曰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何谓也？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
圣人作而万物睹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上九亢龙有悔，何谓也？子曰：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潜龙勿用，下也；见龙在田，实舍也。终日潜潜，行是也；或跃在渊，自是也。飞龙在天，上至也；亢龙有悔，穷之哉也。潜元用久，天下治也。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；见龙在田，天下闻名。终日干干，与时偕行；或跃在渊，干道乃革；飞龙在天，乃谓乎天德。亢龙有悔，与时偕疾；潜元用久，乃见天泽。潜元者，始而亨者也；力争者，性情也。干始能以美丽利天下，不言所利，大矣哉！大哉干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；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；时辰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诚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前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服用也。君子学以具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亦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君德也。九三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故干干因其时而替，虽为无咎矣。九四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获之。获之者，宜之也，故无咎。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为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为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亢之为言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其为圣人乎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为圣人乎？干卦干下干上。宣圣讲义。易经一书。自分数类。曰卦。曰辞。曰传。曰图。合之曰易经。实则卦与爻辞谓经。余则传也。图说也。卦与辞又非同类。卦象在前，文辞在后。文辞亦有所别，有属原辞，传于口者；有属后人推演成文者；有从他意续纂其言者；有合古今战后明者其意者。故亦有数体，而皆以卦爻为主。卦爻自古迄今未有异也，虽因序有先天后天之殊，其卦未变也。因占有连山归藏之别，其象未异也。故伏羲文王亦有异，而卦无异。用有殊，而象不殊，则以卦皆此卦，象皆同象也。卦用无尽，则其辞无尽；卦象不异，则其义不异。学者欲通其变，先求其常；欲就其用，先索其义。卦64，爻384，皆其常数。干上坤下，水润火炎，皆其定义。学者当就事以求之，则64卦、384爻，及其彖象之辞，谓时之意。凡观卦之所立，义之所存者，皆载于经，可一一尽而言习焉耳。宗注附注。此言讲义，在明卦爻及辞。
因文以明象，因象以明义，故自64卦384爻观之，卦有卦义，爻有爻义，各不变异，虽其用万殊，其本仁一。先求其一，则推演可至于万。思故义之本义，而习义者，亦当作如是观。64卦乾坤未首，名各卦皆自乾坤出，而坤又在干后，名阴之生于阳。故言卦必先乾坤，而由必先明乾卦。干为万物之始，一切生化之本，其位高，其德全，故能为万物之主。今先就卦爻之象，与彖象之辞，分别视之。干之卦象，以干三爻图，爻成，众之为干六爻图，凡六位，此凡卦皆通也。六位者，以天地上下俱六位也。卦原三爻，六位则为六爻，以分配天地人而别其阴与阳也。天曰阴阳，地曰柔刚，人曰仁义，三者皆两，故六位立。天地人之阴阳数皆见矣。夫后天之中，有阳有阴，不独存也；一刚一柔，不独生也；一善一恶，不独行也。故吉凶福祸，顺逆利害，正邪明暗，消息进退，莫不相倚而成，相利而明。此天地人各有阴阳，而卦爻乃有六位也。干之六位，上干下干，其象同，其名一，故谓纯阳。纯阳由爻言之，非由位言之。既有六位自含阴阳，135阳位，246阴位，位自有阴阳，非爻之阴阳也。故三谓之干三爻图，则可名阳。若众之为六，是以生化而合阴阳。三属阳，六属阴，由阳生阴，故其生必阳，其成必阴。此就卦爻言也。若进而推之，则阳生阴，阴又生阳，生化无穷，阴阳至分，不可尽数。此则以卦之六爻，爻分阴阳言之耳。干卦虽阴爻位而被阴阳，然其体阳也。卦本无体，以爻为体。爻之阳者，卦亦阳；爻之阴者，卦亦阴。或以爻之类言，或以爻之数言，皆别于位也。故卦有阴阳，爻有阴阳，位有阴阳，时有阴阳。位者定方，时者异宜。有位则有时，有时而后位可名也。故六位有六时，或因时见位，或因位见时，故曰六位时成。苟无时，则位无用也。干卦六位亦有时，故计爻之数，亦属其位，亦属其时，亦属其爻，亦属其类。类者即阴阳也。故有出与上2、3、4、5之数，9、6之名。出言时也，上言位也。2、3、4、5亦时亦位也。9、6类也。以六爻该时位，言时失位，言位失时，故时遇于出，即其始也。位遇而二者并居不悖，并行不移，
用时则自出至上，皆可以时数；用位则自上至出，皆可以位数。而爻之所向不异也。故六位时辰者，位时皆于是见之也。且爻六位分三才，而卦则分内外，虽一卦乃两卦也，以其卦体指三位，众之则合两卦，故有内外之分，或曰上下，或曰往来，亦一阴一阳也。故卦必名云某上某下，如干曰干上乾下，坤曰坤上坤下，实为一卦而分上下。正以乾坤八卦而外，皆由上下两卦合成。八卦虽为本卦之众，而人必分内外言也。虽亦干卦，而成自两乾，上之乾与下之干，异也。以其体用不同，阴阳异数，故也。况上下之卦，合则为备六位之体，分则为独具三爻之体，其生化之机已者。而阴阳之数一家，则其分合间，对待中，各有所异，其名虽同，实不同。故六位之卦，为64卦中之卦，以变者也。三爻之卦，为八卦中之卦，为变者也。如干三爻图与干六爻图，亦属八卦之前，亦属64卦之前。64卦自八卦出，如子与母，其卦名同，而用书，故八卦可名先天，则64卦可名后天。若名八卦为母，则可名64卦为子；若名八卦为刚，则64卦为木；若名八卦为本，则64卦为用。二者原不同也。故在易卦，必明其变异之机。由一干三爻图变而为干六爻图，其所变在众一干三爻图，实非仅众一干三爻图也。盖细分之，则天有阴阳，地有阴阳，人亦有阴阳。就六位之前言，则初二为地爻，五上为天爻，三四为人爻，则时将八卦之干三爻图，众之为六，分之为三，成三二阳爻图耳。故卦六爻，由众卦言，则分内外两卦；由三才言，则分天地人三部。三才亦后天也，故亦必备阴阳。即由爻位名之，亦可知其各有阴与阳也，不特此也。卦以爻立，爻以位名，位以时定，时以气行。虽有初二三四五上六爻，亦具终始上下之意，而其用不止是也，则因气之不习耳。气行不习中，则复始，内而出外，外而入内，上下往来，循环不已，则虽分卦、分财、分位、分时，犹未尽也。盖气之行如环，气之成如球，
本无间断，则无终始。自初至三，自二至四，自三至五，自四至六，自五至初，自上至二，皆可分别，而谓一卦，以其气之环形无矣。故曰周流六虚，本六位时，不曰位时，而曰虚者，正以其非现于此位时也。故卦之成，非一卦也，非二卦也，乃各卦分合而成者。其象故如是也。卦易而用众，爻六而变多，故象者，象其意也，非指物而物之也。爻者，效其数也，非定名而名之也。如前之干三爻图谓象简，而所象无尽；爻则六而所效之数不可计数。故曰：意以变异为用者也。卦虽分内外上下，即交互旁通各卦，而有其主用，有其本事，有其克因，有其成始，有其机，有其机，有其门户，有其道路，有守有行，有去有至。故一卦有无穷象，一爻有无尽意，此皆变异之所见也。干之为卦，干六爻图，六爻上下，其体象天，然非如目中苍苍之天，乃统明之天。其主曰神，乃统明之神；其用曰动，乃元气之行；其类曰阳，乃元阳；其经曰玄，乃元经；其象包一切形神，盖天地万有，通乎道气，贯于上下者也。然有其主用，则在九五一爻，以干为阳，阳数自左上，1、3、5、7、9，恰当五爻为九。九为干之代用，五为干之主位。且干之六爻者，乃合内外二干卦言。内为体，外为用，以其阳气之动，必出也。以外卦之三爻言，九五为其中爻，中为吉位，故主见焉。此因卦而疏者也。如坤则反在内，而居六二，乾坤相对，一外一内，既疏其类，其主意义，故各卦主用之爻，皆是卦而定也。干卦六爻三吉，分主与客，有事与因，凡卦皆然，故六位不移，而主客异地。六爻不变，而是因殊方，则以其来自何乡，当居何位，按之本宫之数，而定所居之方。大抵皆以三爻距离为准，恒是内外上下位呼应，如八卦之队列也。故初与四爻，二与五爻，三与上爻，皆为其对应之位。盖后天阴阳以偶行，有主必有客也。又六爻三吉之中，以三四人爻为重，则以义教为人道立也。天道非人不明，地道非人不通，所贵乎义者，人之至也。吉凶祸福因人而见，顺逆动静，因人而明；神鬼之情，因人而达；动直之物，因人而察。故卦象以人爻为重，而爻象以人事为则。此三四两爻为占卦之主，观象之殊，
非此不足以言卦情，不足以治卦用，而圣人之意，亦不可见；天地之心，亦不可得。故进退存亡之机，升降消息之术，动静之道，顺逆之途，皆从三四爻变之。此人谓天地之主，而万物之灵也。观往之来，察为之显，皆人爻之者于象数者也。是亦谓人道立，而卦因人爻成。苟舍中爻，则失其主，而昧其用。故一卦之用，必先自中爻发之，而一卦之意，亦自中爻得之也。此三四中爻介乎天地之间，立于终始之道，兼乎内外之事，通乎上下之情。该动静之行，何幽冥之德，者天地之术，而持之以一；招神鬼之灵，而折之以中。此至中和之机，其本末之门，为全卦之精神所存，变化所秉，其重要不可比拟。故观象者先察焉。夫卦象本乎爻，爻象存于数，数者实为意之灵，如人之魂，物之精也。不视其数，则握死物，而无所用之。虽手睹爻象，强记卦形，终无所明，以不得其所用也。故1、2、3、4、5、6之数，与初上之辞、9、6之用，皆象之所欲，而神之所行。其上下升降之途，来往多寡之机，皆由数中见焉。臣以气行无形，神志无影，为数足以计之耳。故阳其阴偶，一见而明，左升右降，循序而得，先后天之同义，顺逆之殊行，分合之意志，或见于外，或潜于内，或加，或减，或成，或除，莫非数之所成，亦即象之所示。学者明其数矣，则天地尚可止于掌，日月尚可止于途。今古之时，明晦之地，皆可推而得之，数而验之，故亦逆数也。重在数其数耳。至六爻之情，恒因内外上下卦而有同义，则一时之不同，谓之不一，与数之别也。2与4同宫异位，3与5同宫异位，其情即因之而判，果以阴阳类，言则同，以实为数，言则异。故一则多聚，一则多遇，一则多凶，一则多攻。其象之同而不同，爻之异而又异，不得已皆同类同位，而谓之同情也。故3与5为朋，而非朋； 2与4为邻，而非邻，实因数之差也。关于河图之象，天地生成之数，则可见矣。夫言情而必集终始，言数而必兼本末，此故卦象之所重。然亦有取始而去终，逐末而以本者，亦有重本而舍末，求终而忘始者。盖亦因时之殊，谓之义。卦之德，爻之情，各不一也。然在人道，则谓有取义一义者，此由卦象，不尽谓象人事也。
人事在中，故有本末终始之权。若在出，则无始；在上则无终。处上则舍本，处下则舍末，各有终极。而卦现于六爻，故在两端，必有一阙。此因天地之内，为人得其权，物则仅得其偏。人的天地之中以生，故权而居中；物的天地之一以御，故偏而居两端。义理是自然而然也。故在出与上，或则当位，或则失位，或则得用，或则不用。而一卦之象亦因势而殊观，要之，数之所成，气之所行。天地尚不得其权，何况物乎？故由人事言之，则自二位始，至五位终，上下本末，具有余位，而后不悦不见，不卑不亢，至乎中和之德，行乎正大之门。其所众多取2、4、3、5、4爻，非无故也。然天地有极，人道有变，或处之绝地，或置之为之，或潜之深渊，或远之辽野，亦非绝无之事，当谓非常之观。要以中道为常，本位未当，此则圣人立教之意，民象之旨，不可不知也。是故卦象之成，必取原度；爻象之名，必以环形，以济其穷，而通其变。则偏者可止之于正，失者可复之于权。准天道之行，定人事之责，招物情之化，治性命之规，则其不同不当之爻，亦有宜时宜得之力。此六爻不可偏废，而三吉仍有常道存也。故卦象之观，必先熟夫爻象之力，欲因象以明义，必先求其象之所成用。象者简，而用则繁；易者微，而数则显。学者必先就其外而推其内，因其粗以速其精，方可以通乎象，而彰其意焉。宗主复注：此言干之卦象，上有多义，因辞中有者则讲，是时可生明之。明象熟辞，而后卦可通也。苟舍其一，不通其二，则不过寄宋之学，终无解于义。亦出原不重辞，只可求之于象，后胜数辞与象相正，其义学者多矣。但辞未明象者也，象有未明，使求之辞可也。若徒熟其辞，而忘其象，则何解于卦哉？故夫子先视象而后视辞，使学者之所先后，无忘本末耳。又曰：中国圣人讲造化之术，全由实验得来，而外人不知，以为虚玄莫考，诚可笑也。盖亦明明指出太极两仪、四象八卦、及河图洛书、五行九宫之序，皆由定数所变化者，非故谓其志也。无论何物，变化之数，不出于此范围，其所成物质名类，不得异于此定序，则天地之所自判，人物之所自生，下及一草一木，一气一物，莫不皆然。
以夫此而生长变化者，是曰定序。不独一语图书然也。譬如一立方体木块，以刀劈之，自上而下，必成2片；再劈之，必成4条；更断之，必成8立方体。此一变生2仪，再变分4象，3变成8卦之定例也。如细分之，则一变者1，再变则为2数，3变则为4数，合之共得7数。故变集于3，数满于7，而形成于8。果将立方形体数之，虽为4方，却得6面。此卦爻之以6位成也。6者，有形之本体，无论大小皆同。8者，由分所成之定体，亦无论大小皆同。以方为方，必合9为1，盖非9不得全也。9者中一变8，即9宫之数，去其4余，即5行之数。以4余乃阳生阴也，非原数也。故5行即4象，而含太极于中央，至变为9宫，其中央太极仍存。故太极在后天居土位，为神功，而主一切也。故变化之序，不离于艺术，不外于河洛之象，可验之于至细至微之物者也。苟精思之，则天地生成，莫不料于指掌也。故变不离3，数不逾7，行不出8，而爻止于6，行止于5，宫止于9，中气定于1。义者，太易也，太极也，神之主也，元气之宗也。言数者所当先知之也。弘教附注。易道成不易讲，虽一卦6爻，其所包易，不可尽述。今夫子撮大要讲释，不过其1、2耳。然以类偏矣，可知易道精深，原非容易贯彻者。干卦为权益之首，犹谓宏大无尽，将来讲释，更必详细。本来易教，为使人知天道，即卦象，亦谓以物视天数也。夫道始终不离于数，一纪2纪，推至万纪，大小循环，如岁与日，莫不有定数。故圣人得以卦象之。6爻中所有之数，即天地之气数，一一与时合。果知其故，则未来世皆可推得。时虽多变，似非易测，实则包在64卦中，仍无其也。天道穷而复始，今虽未见，正因潜藏之气未发也。故干卦一卦，包尽宇宙，自古气未来，始终皆缩隐在6爻中，不过不能细数耳。然64卦，由前出，干道乃革，革象见于革卦，则革卦即为名干道之革者也。此在已过时代见之，迄今又循环至此，和无数小循环成大循环，如积日成岁之力。故大小同象，古今同运，此在人推之耳。前元亨利贞，宣圣讲义。前元亨利贞一语，包括全义之词。义词为名象也，象有限，
而此可长短详略，故象之意难尽，则以此引申之。如是可知辞之为名象，而必出于象也。易卦皆有辞，唯有长短详略之意，以其象之难易而定。辞必本于象者，以辞中有象在也。象虽易，莫不出于乾坤；辞虽易，莫不本于乾坤。二卦之辞，无乾坤之象，不能成众卦之象；无乾坤之辞，不能得众卦之辞。故乾坤之辞，实包全义之辞，而独以元亨利贞四字，皆其纲领。盖四字为辞之纲领，易卦象之总义也。夫卦象之义，不易尽也，而独皆四字，则可知四字之能含藏无尽意义。故虽四字，直同全义之辞，凡义之言文，莫非为四字所推演阐者发也。苟名四字，即名全义言文，而干之象亦名，干之辞亦由此尽名，则此四字之义，可乎乎哉？今就四字详释之，使读者得以推之四字，且及其余之言文也。天下之物，终始本末，各有经纪，一岁40，一地四方，各有度数，是谓天道。道因气行，数因气立，生化因气成。故自太极始分两仪，两仪分四象，四象者，言阴阳既分，生化初见，乃为四也。如河图之象，分为五方之数，虽五而人四也。土居中央，为气属汇合，而木火金水分布四方，为气属生化消息。其地位有定，次序不移，终始往来，上下周复，以定其度。故积日成岁，而有春夏秋冬，循环不穷，周而复始，以至无尽。此天道之运行不息，而万物生化以见，气自在中，数自成节。虽分之为12月30日，24节后，即1月之朔望上下弦，1日之昼夜朝夕，其名目不一，总不离乎四象。四象者，象其气属而名之，辨其终始而度之，非指一物，而物莫不如是，故不曰物，曰象。由不曰气而曰两仪也。即也仪也，象也，皆拟之名，非物之名，致意所拟，定其类，别其数，便于言也。故四象亦如两仪，而就全数，分之为四，以辨气之所行，数之所至，从而定其名类，治其德能，分别其用，以明其道，昭其性情，彰其物事。此圣人立辞之意，而名象之所象。故于干卦之下，而谓之辞曰：元亨利贞四字者，四象也。言干备此四象而有其名类，正如1岁具40，而有春夏秋冬之名；一地备四方，而有东南西北之名，其意义也。故此四字之事，非仅字之意也，必先知干包全义而卦具全德，方可以此四字度之。
因其自而得其德用，由其辞而得其气数，则使名干卦之象，及其象物之名类也。故此四字谓义之主辞，义干之性情德用也。夫天下之物，非一类也；天地之气，非一致也。有寒必有暑，有生必有化。一日之中，朝夕昼夜，备四象；一岁之中，春秋夏冬，备四象。明暗不同，冷宣易气，此天道自然，生化定力。故天下有物则有数，有事则有度，度数不出。四象也，故有荣有枯，有生有死，莫不循环起伏，来往升降，推移而成用，变化而成德。故干象之，而有元亨利贞四象之分。干之大象，为天为阳，
天主生化，阳主运用，为天下之母，故曰干为天之大始，言干为天下之始。生物成物者也，而其气直包万物，故其得全四象。元者，气之始生；亨者，气之大达；利者，气之初敛；真者，气之终服；四者，气之全也。故能生成变化，海反必脏，以尽其用，而成其德。故四自有阴阳太少之分，被生长收藏之德。正如1岁之40，1日之4分也。岁有40，而土在中；日有4分，而日行空。乾卦干六爻图有4德，而干行乎其间，故干之用由4德见。干之象以4自明，干乃合4者之权，而行不习，成4者之德，而用无尽。盖干之本象，如天之大，不易言也。唯分4字以象之，虽4象，人一象也。元者，是干之大生，如春之人；亨者，是干之大长，如夏之盛；利者，是干之大成，如秋之收；真者，是干之大服，如冬之藏。由得言之，生者人也，盛者礼也，成者义也，服者信也。此4者，德之见也。而至欲于中，则用之藏也。人主生万物，礼主和万物，义主定万物，信主保万物。而治则治之，由吉凶言之。元主生发，亨主通达，利主至尽，真主前末。元主事之初，亨主事之藩，利主事之退，真主事之进。故动宜元亨，静宜利贞，顺之则吉，为之则凶。故4德有殊功，4方有意义，皆气之所行止，数之所生降也。处元，则如气之始生；处亨，则如气之4达；处利，则如气之初降；处真，则如气之服藏。上下有纪，内外有度，行止有道，动静有数。故乾以全德，行乎天下，皆成其用。而吉凶自见焉，祸福自兆焉。唯君子知之，则无往不疑。由4象言，有进退存亡之己，有动静得失之道。在君子则无可无不可，以其善顺气数也。苟不顺气数，则吉凶失据，祸福无门。此圣人教人以辞，而示人以义。元亨之辞美而易明，利贞之辞令而易曲。直曲不同，美令易治。故元者为首出高位，是义之长；亨者为嘉惠和义，是仪之盛。此直言也。利者为义利分明，是利之有害；真者为动静明辨，是动之有救。此取言也。故当进则进，当退则退，当兴则兴，当服则服，为善顺时，否则灾也。故曰元亨利贞，寓意于此者深矣。夫人处险易，处隐难，
的时则至，失事则昏。当其发阳之时，错应相宜，而其会塞之际，进退失据，谓其之有用。不知无用之用，只有谓；不知无谓之为，乃名于元亨，而昧于力争也。为君子应时行葬，顺天进退，故无不疑，以其的四字之权益，而明天道之权用也。春生秋杀，夏荣冬枯，无亦非天道，无亦非生化之功。岂其谓春夏为天道，而秋冬非乎？岂其谓春夏为生化之功而秋冬无哉？故君子视之如一，乃克全四字之用也。故干之四象皆极辞，而其用则殊，其义则有义也。不然，胡不直曰义，而曰利；不曰干，而曰真哉？此取辞之可谓也。元从二人，与人同，言气之始生，为人得之。二者气之全也。阴阳已分，一为阳，二则成阴。故元阳以含阴气，乃阳之阴也。若独阳不生，不生不得谓之元，人之生也。受二气之中，故人亦同人。人之训生，与元同，而元又始也。天下之生者，皆谓之人；天下之始生者，皆谓之元。元者由人出也，如木生于果仁，而未芽之初，虽始生，未见行于外，至屯则见矣。故元者始也，上也。其义通元，言气之全，德之广，用之大，发之充盈，能包举一切，无不周至也。故谓之元。元则无方，干者天也。天元而德广，普覆万物，皆在其中，故曰乾元。虽言干而义重在元字，以干之德守见也。因元为天下大始，万物皆在其后，正如天为生化之本，故曰乾元。亦宜太极也。太极变而生化成，其太极永存，虽生化不灭，是谓天下大本。或名之中，乾元亦中也。故乾元直贯全义各卦，虽象不显，仍在象中。凡卦皆有太极，有乾元，有中义也。以卦象元出于世，气数之所秉承，生化之所主宰，故曰大本。神道欲焉，神者，无方无形，而无不在，体物不一也。唯乾元显其德焉。故天下万物皆自乾元始，坤元成，而坤元亦乾元所出也。用有二极而体为一元。太极含两仪，两仪一太极，之大始之本于太一也。故神曰太一。凡此以下所生化，所分合，上下道气之别，偏全行气之类，莫不自太一出。此圣人是人以生化之本，天地之源，而以太极定其极，乾元名其元，如素水之原本之根，而告人以所自出。易经辞妙，莫过于世。读者先视之也。元亨者，始而能通，
生而能大，谓气之至圣至和者也。夫天下之达用，曰和，以其出于中，不失中也。故谓之理。理自人出，而以成其人。为何乃能治之？圣人治理，非以治人，乃以和众。为和能安，为理能和。故曰理之用和为贵，以和为理之本也。理之初，出于诚，诚于静，其于一，止于中。其德最盛，其仪至美，其用至大，其道至通。其义则为全身欲性而正命，以复于天者也。故元之次为亨，将以人师为理，中出为和，深成其大，使纪以通。外则为欲之功，内则成民之德。大本以立，大用以全。天道以施，人道以建。则理者，人道之所始也。人之始为生，生本于父母，源于夫妇。夫妇为生之本，此理所造端焉。夫妇者，道也，一阴一阳之和也。道由阴阳和，而后万物生。人由夫妇和，而后人类生。此生生之大本，而天下之定序也。故理成以夫妇之和，而道成以阴阳之和。天地之大，犹不能外，况其他乎？故和而后圣，圣而后亨。亨以继元，和以反中。天人之道，莫过于世。故成始者天之道，成终者人之道。人生自天，而必归天。故必履和道中，以复其出。此由干爻象见之者也。干皆阳爻，而有阴位，阳与阴合，乃成其用。夫干为始生，坤为始成。以阳生必待阴成也。河图之术，天亦出生水，而得六始成之。此数之者也。气之昭也，未有独阳孤阴而有生成者。故阳主生，必得阴以成之。成而后盛，和而后成。既盛且和，斯谓元亨。元之用虽神，不皆于外，必待物乃见其德。元以亨大，终以和成。人情然也，天道亦然。在64卦以属后天，人道未重，必有交合，始见生化。既有交合，斯有善恶。故情必终节，用必中度。为理为贵，为和为本。和以理和，亨以德亨。故人之师必理也，而元亨之亦可知矣。立真者，自修之道也。天道实行，万物亨通。天道实静，万物立真。气有散敛，数有消长。道有动静，德有广爱。此天下之常也。为其始生，求其亨达；为其继盛，求其保持。亨以泰和，天下共荣，万物同风。继之者难，故反求诸己，持盈保泰。唯在乾德，守常应变。唯在明时，事有所宜，物有所贵。天地有异道，日月有异行，而况人物乎？
故得之明者，必止于至善；中和之智者，必慎独以成于至诚。至诚不二，乃富于太极，还于太初，常保太和，永得长生。此内修之功，为圣人立教之本也。夫立者，有害存焉；争者，有盈在焉。乐而忘忧，骄而任情，则利反为害，争反为盈，以过度也。和乃失矣。失和则失终，失终则忘生，生之不保，安能久亨？故纪元亨，必明利贞之道，则性情之学所以贵也。干之为道，处天下至贵，履天下至尊，行天下至安，乐天下至乐。万物所备，万类所服，万善所归，万行所宜。故其大，为天择之，为圣君象之。当其元亨之时，首出庶务，万国咸宁。德之至也，道之至也，而为其盈之忧，满之虑。高不忘为，尊不忘卑，德不忘失，和不忘乱。故独干不习，谦虚自下，灭其尊贵，戒其情欲，以反于性命之正。观于变化之门，不失其中和，不护其明德，不以富万物为足，不以生万物为荣。高而能下，贵而能见，悠然于礼义之内，蔼然于人治之中。故能常保太和，成其力争。此天道自然，圣人所观，气数自治，君子所失，非右位也。盖德之大者，越远则越求其反；道之至者，越明则越处于为。为至柔以行至刚，及阳以辅极阴。斯乃得其至中，保其太和。苟不如是，则皆失之。故天道有春夏生长，即有秋冬收藏。日正则邪，月盈则缺。气之至极必反，物之至尽必变。故元亨之后，必立贞；而明德之时，必止至善也。立贞者，止至善也。能止乃立，能善乃贞。止则情安，善则性正。此立贞为性情之学，成名之功，无非常有其中和未遇之功，而永达其前元生成之德耳。故曰立者，宜也；贞者，正也。言宜于时，正其分也。夫视之宜者曰义，谓之正者曰信。为义为大利，以无不利也。无私使无不利。若少涉私，则此利者，彼之害；此疑者，彼所否。安得谓之利乎？故大利必本于义也。为信谓至真，以至诚也。诚则无不成。若少涉于位，则己不成。安能成人？人不成，安能成物？故至诚无不成，而必本于信也。义为时中之道，信为报义之德。斯即天地不习不二之行，圣人为精为一之训也。故曰：立贞者，性情也，以其道变化，正性命，保和太和。
乃能力争。此天道之应于秋冬，人道之见于异性，而始终一贯，本末不渝，以成道达德者也。天之秋杀冬藏，正同其春生夏长，且因其杀葬，以成其生长之功。苟无杀葬，将安用其生长乎？天道义也，元亨利贞一道也，皆相承相应者也。故六爻喻其义焉，无非二气升降消息谓之也。而辞出于象，名象则辞自通，熟于辞者，亦达于象，斯在读者深求之耳。彖曰：大哉乾元，万物滋始，乃统天，运行与施，品物流行，大明终始，六位时辰，时辰六龙以御天，干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和泰和，乃力争，首出数物，万国咸宁，宣圣讲义。亦此有彖与象之别，皆当日所占咒辞，谓是卦爻之旨趣。名气数之顺逆者，虽成于后人，实传于前代。盖有卦则有占，有爻则有用，有象则有义。象之难事，则复以言；用之难尽，则细以语。谓以垂教后世示范天下者也。故有彖以举全卦之意，有象以接一体之旨。合则互通，分则独用。此各卦爻皆有是辞，而干有者也。夫彖亦象也，言明卦象，而指其所包之旨意，测其气之所至，数之所成，而得其所谓吉凶祸福，观夫事物之宜否，进动之意，行藏之殊，进退之为，上下之别，或奇或偶，或因或格，或有或无，或生或化，莫不依变以为战，本用以明志。此皆有谓之事，故皆侧重于人道，而立本于性情者也。彖者端也，本也，陈列于手，举其纲领，而以见全卦之意，定全体之用也。故其辞统各爻，该内外，合上下而言也。象者详也，别也，列数于下，而悉其分布，以见各爻象之志，而明其变化之情也。故其辞判异同，据本末别性情，审实位而言也。彖统括而简，象分序而详，二者必合观之，方足见卦爻之常变，明气数之出入，而以窥天地之盈虚，知阴阳之消长，为人事之准则也。故其为用多从中爻，其为言多属人道，以义之为交故如是也。夫义本位者辞于书，弃文王始未定其立，故彖象之辞，虽出于古，实即成于文王，而义之名，亦自文王始命也。盖文王以前，虽有卦爻，而不谓书；虽有言辞，而不着编，故传虽久，而无义之名。此独辞必归功文王也。吾因文王之治，重为山家，而录为传，广其义，深为世论，而列为文言。盖义的于古人者也。
经讲彖象，兼及文言各传，先民所出，以使后世之词之所使，并为少数先圣异教之为义耳。彖曰大哉乾元云云，乃名干卦之象，而皆其德也。夫干之为象，居天下之始，为有生之首，其德至大，为天当之。而干有出也，虽为天下大始，而有所始；主天下大生，而有自生。如天之德而统天，居位之尊，而不陷于位；处时之先，而不穷于时。故有事象，而为是辞。其所谓出者，以其得先天之气也。是曰乾元。干乃卦名，乾元则气之名。干为大始，乾元则气之始。干为大生，乾元则气之生。故乾元为乾之初，行乾之终，履干之位，周乾之时，而无可比拟者也。故曰大哉乾元。夫人之生有其性，物之生有其灵，天之父也有其神，地之载也有其精，日月之照也有其光明，则皆先天之气所凝，而为生化之因，运行之明明。盖物不自生，不自存，必有为主持之，而许育之，则元气是也。元者，人也。人也，如果之人，未生之精，故名之元。其义则元也，本也。首出数物，存精含明，通道流德，至纯至清，斯谓之至中，名之太一，照于无极，成诸太极者也。天地
上一世建立，何况于人物乎？故干之中有前缘焉，为万物所始生，而统乎天之神。夫干之为物，纯阳也，而前缘由阳之精，以寄生也，乃有其名。故与坤元同主生辰，坤元阴经，顺承有终，前元滋始，独接先天，以太极之初，元气浑沦，独为阳也。而两仪既分，人为阳经，故其得并坤，其气且在干先也，以在天先，乃克统天，非有位而统之也，乃天自此出耳。天者在万物未首，在元气由后，而元气则先后一贯，始终永存，不过承前以行，因干未用而已，故称前元而用久。久即干之待用，元气亦用焉。前元无形有形，无名有名，无用有用。凡干之德，即元之德，而元之用，即干之功。此统天而不离天也。干之为卦，在权益之首，为一气之始，能主宰万物，经纶天下，以遂其生生之德者，则赖乎此前元也。干之功德，自前元出，而卦之精神，亦自前元见也。故彖辞第一语，即曰大哉前元，名干之真，在乎前元，而与前元用久一语，始终本末，俱是干之为道，与其用所在，使天下知天之所成，生之由来，即夫权益卦爻之所出，与其用之变化也。干主大生，如云雨之生物，物因以生，因元气而成形，因前德而未用，此天下生化之机所自流行，以生生不息也。干之为象，象天之父而无垠，象道之生而无尽。然有生则有死，有始则有终，此天之常道之则也。唯干能通死生，贯终始，以所自来，海所自去，人一气之流行也。其为神灵而光明，为气清而飞腾，为精纯而永凝，为德彰而日新，故能成始成终，以共乎天下生存。此象之为大明而兼终始也。大言其无比，明言其至清，终始言其充盈，此所以谓之元也。道至玄，德至圆，而功至全，故纯粹之精，清明之神，德流世间，道兼太极，而达无尽。如有尽，则非干矣；干毁则尽矣。故曰大明终始，由卦之象具见者也。以全卦纯乎其纯，故称天而独大；以其气纯乎阳，故称精而独明。以始自地下，终于天上，包括无尽，手出数物，统天受气，分道复行，品类成名，含宏光大，气乎无穷，故曰终始。言其德本元气，包天地人物而终始也。夫始有终，终亦有始。小之如一日一岁之循环，大之如一人一物之生死。其至也则天地成坏，
日月生省，皆此元气谓之者。如是客称中始。若图始而不知中，仅中而不能始者，皆气之薄，得之偏也，不足以当中始二字，故不曰始中，而曰中始者，正以能中复始也。为元气能之，干之能也，以前元也。元则元矣，元则全矣。佛有元顿之说，即元气之德也。为人性当之。夫干之中始，有其纪也；德之流行，有其度也。纪度何在？则六位也。天地六合也，古今宇宙六方也。三才阴阳六位也，故卦六爻。而纪度见焉，有位以立，有始以行，立则有守，行则有功，此有始有终，而以生以存者也。其道由六爻见，其德由六爻明。卦皆六位，唯乾坤未纯，故干之六爻，该全用，而集其变，成全德，而通其神。此谓之六位时辰也。位有定，而时有宜，为乾元处之至中，行之至宜，以其顺乎自然而无位也。无位而无不位，故曰时辰。即时中之德，至诚之功也。以六位皆阳，本精纯之气，行虚玄之地，故曰六龙。十字与上十字一义，皆时之中，时之宜也。成者有所行也。以乾元行六位而得时，乃统天也。欲有统也，夫天非苍苍之言也，扩诸神功而言。凡天之道，皆干之道，天上下均在内。以乾元出天之先，入德之后，天上有其统御，况其下者乎？故乾元之气不可见，由六位见之。阳出于地，生于天，行乎六位，包括上下。此胜六龙而御于天也。亦卦爻自然之象，有数可计，有度可度者也。故辞如此。唯其六爻皆阳，史称六龙。阳者生，而轻乎上者，其行也，必喻于天。此言爻气而见久之用，亦名元气之阴爻为行也。
阳行顺而上腾，故龙出于地，而登于天。然后天以天为极，为元气超天以外，故六龙止于上九，而前元用九，则无首也。六爻至上以亢，而前元用九，转为大顺也。可见天之德不尽，元之用不穷，能纯用前元，则天上听命，非六位所可居也。为其无居，故成其大；为其大用，故成其元。此前元之德。而欲象于干卦爻，其象之难尽者，则生之于此也。前以重阳而成六位，阳之极则易变为阴，干之象必变为坤，以其体阳，其用必阴；干体纯阳，其用必见于坤，如日之光，必应于月；云之雨，必者于土，气之自然者也。故干象虽不变，而主天下之变；气虽未化，而开天下之化。以其处即位，有极体，遇时必变化也。夫干之变化，非如他卦也。他卦变化出于乾坤，干之变化无所出也。无所出者，言在后天位独尊大，无所成也。然无所成，而有所本，本于先天之气耳。先天之气无名，以气也。先天也，皆后天之名名之，故无名。无名而欲名之，故曰道。干之所本道耳。故干之变化，本于道。道之变化自然者也。无变而变，无化而化。虽有变化，不见变化。干之重阳，人如故也；即体即位，人如故也。而变化者所见之用也。故夏变而暑，冬变而寒，天如故也。云化而雨，气化而风，天如故也。日出而潮，月出而夕，天如故也。雨少而旱，雪多而冰，天如故也。所变者，皆见于用，见于天之下，物之上，于天未常变也，而时主变化也。故寒暑风雨，天道也；朝夕旱冰，天道也。自然而变，自然而化，天不自变化也。故干不变化而主变化，本道以变化，此所谓道变化也。道变而变，道化而化，一变天下同变，一化天下同化。有生有气，有名有物，则皆随之变化，而人谓有者也。以人居天地之中，当变化之冲。凡天之变化，必见于地，故必先及人。人亦随天道变化，此生死之序，夭寿之数，穷通之殊，至于之判，莫不随天道而定其分也。然亦有其不变不化者存焉，以受身而得其中气，同于前元之气也。变化者，谓之命；不变化者，谓之性。性则体也，命则用也。天下有生之物，无不有形神之分，此即后天之定则也。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。形在外而主动，神在中而主静。
以后天先行，故应在阳先。二者合而生，分而化，为人最明。以其受于天地者最全也。以其全，则其见也者，其存也明。故天地之道，由人可以后之；天地之气，由人可以测之。不问其为形神，未显应也。故干之变化，可真于人身，而见于人之性命。性命故非人所独具，而为人最显耳。夫性者，本天之道，因神之用，虚灵光明者也。命者因地之职，德行之权，方正凝重者也。而皆分于一道，成于二气，合之为身，为全身；分之为上下，为内外。此与肝相通也。故性不变而永存，命随变而实化。因天之常变，而为人之性命，则因肝之变化，而可以正人之性命。此气所流，德所薄，一贯者也。夫受天地而生，而有性命，何谓而有所正哉？此圣人立教之为义，而所以明人道也。天至诚不二者也。人则有诚不诚，有二不二。天道变而不失其常，人则变而亦失其常。此因有物欲也。性生情，情生欲；性生静，情生动。性隐情显，性为情者，故情恒夺性，欲恒乱心。此见于天之变，而必有以正其心也。正心在于人道之修持，修而后成，成而后正。故圣人谓之立教，而特着一正字也。性命同源一流，不正则失中和。中者性之体，天下之大本；和者情之用，天下之达德。中和者，性命之正也。因肝道变化，变而失其常，则教人以致中和，虽变不失其正。此立教之主旨，而说义之第一义也。故性命不得失于中和，而变化不得为于道。肝道如此，人道亦如此。人也者，天之心也。人不失中和，则天不变，虽寒暑不害，风雨不灾，日月不蔽其明，冰旱不伤于物。中庸曰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，非夸也，实也。实践之事，本乎人性，成乎人情，自然而然者也。故因肝之变化，而推及人之正性命；因人之正性命，而归于保和泰和。保和泰和即至中和也。夫中天下之本也，不待于人，为和则独重人事。以性者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纯乎无味，而情则待于正。此中庸以发而终结为和也。发而终结，不失其和，乃复于中。此所谓性命皆正而能保和泰和者也。和而曰泰，以其体天也，故曰保和。言人道中和，以和天道中和，天人同顺，乃为泰和。此正性命之功，而见于保泰和以和肝道变化也。天道者，
天下所共也。变化而人物随之，人道者人之行也。其变化各见焉，故正性命，必从自修始。此所以谓各正性命。言天道变化，而人道成正，两者相应，乃保和泰和，而后立真。立真者，性情也。以性情处变化而不失中和，顺天道而能反求诸己，此干道人尧之首义。在第三爻之辞，干替之戒，以明反复之道，而后得立真之极也。在天之变化，而守中不易，居和不二，必有其道，则反己复理事也。反而能复，道在己身，则常保元亨之福，此圣具之行，夫立真之意也。立真者，天道之见于秋冬，人事之当于隐遁，以其能正性命，和而不为于情，忠而不失其性，乃立真之道。敬人以和天者也。故因干之四德，而欲其教焉。干之四德，元亨利贞，天之序也。在人则先利贞，而后元亨，以人道重在己也。修己以成臣，然后成人成物；修己以正心，然后正人正国；修己以全身，然后安天下，皆在己者也。故自立真始，而前九三爻即以干替无咎为训也。苟不能干替以服立真，人道不立，徒任天之变化，则如万物之生死变化，毫无自主，辗转消亡而己，尚何以正性命保泰和哉？故人道必有余力，而后可致中和之德，成谓欲之功。此立真先于元亨也。夫人者，三才之中，天地之心，气流得薄，而为万物之灵，故其为道合天地，明造化，上以同高明，下以配博厚，悠久无疆，至诚不二。然后内有其道，外见其德，内见性命之正，以达立真；外治治平之功，以服元亨。而后人道以静，天道以明。此在干卦爻，而以大人君子称也。故彖辞于立真之后，既以手出数物，万国贤佞之战，即元亨既立真而治也。君之德也，治之圣也，非圣人孰能与于斯？此干言人道必以君圣为相，非徒谓之尊也。时之德也，乃德之至也，道之大也。盖以合天道而能自修，立人道而能顺天，以性情之正，成天德之中，以中和之功，成人物之生者也。干道大生，而人君相之，此尧舜之事也。故曰为天为大，为尧则之，而干之彖辞，实发大同之意，崇揖让之志，欲人以处乱君之事，贵革命之举者也。故此数语，始于天，而成于人，本于自修，而至于治平，先于立真，而急于元亨，明于处变，而广于反正。其意为而言精，一生而文婉，非仅是乾卦，
而干卦自见，盖所取以为主者，则三四人爻之象耳，以明人道。必本人爻，三则反复，四则乃革。反复力争之道，乃革元亨之德。反复性命之正中和之功，乃革变化之时，谓欲之道。一内一外，一显一隐，一在诚实，一在得位，用意而体不疏也。此道之所见，干之所谓，观各爻而自知也。故文王者义，以见其志，首皆之于此，宜细推求之，以探索异教之旨耳。宗主复注：天道不常而有常，人事则常而无常，故易卦只重三四两爻也。以天地之气，虚空往来，无所是非善恶，为人在中，乃受其感和耳。如人事不能顺承，则吉凶祸福见焉；否则无所谓吉凶祸福。以无人则不生此吉凶祸福也。为人居中，上通天阳，下接的阴，天地以交，阴阳以和，后天事物，乃生乃化，阴阳二气，非人不能沟通，即非人不能备物。此通必有塞，交必有离，既有善，则有恶，故有吉福，自有凶祸。以在气交之中，因气变之数，皆人所至所成，他物不过受人之影响耳。正如一卦，上午与初二四爻，均吉三四二爻，而后通接，其吉凶亦因之而后见。若无中爻，则上下隔绝，天地不交，有何数可言耶？此在后天之中，一切变化，皆在人事。人事之如何，操之人心；人心之如何，即在乎人欲。故欲为天下大病，而利害见焉。利者害之偶，有利则有害。若求全利，只有取义，义利之别名。为义者无不利，义无不利，即无事不利。以相宜也，以此以彼，无不宜也。以其至中至当，无偏无私，故无不宜。故谓之义，谓之大利。若有一不宜，则非义非利，乃为害矣。故义曰：利者，义之和也。今人不知义，而妄求利，利未得，而害先至，失人道之正，而背天地之和，乖阴阳之时。此所谓种祸根也。天下为平乃治，故大学曰平天下，非以利平之，以心平之也。心平者，人己皆平，无稍偏颇也。果稍偏，则不得平。故天下之乱，必由人心不平；人心不平，由政治不平；不平则必争，争则必乱。此不待事件，而可知其必至也。未有由一己智力能平天下者，况智力尚不足乎？故求治，恐去致远，而离乱近矣。在天宁和心耶？是人之所谓而已。否则岂图一人之吉凶祸福哉？自来儒者，言道之大源出于天，与道家言天法道，
二者异同，实谓名义词也。比干卦为天，而乾元统天，同属乾卦，其用不同，即天法道之意也。道在天先，而由天出；乾元在干先，而因乾用。此自然之理，气之所至，非言语可争辩者也。后天之中，为天独大，而天亦有所出，此老是以地之先象道也。故太极亦有来处，元气亦有先后，能明此，自明天道之所出也。又曰：此事彖辞，犹未能详言，然以发其大义，苟寻事玩所知，则不难得文王之为义。此故儒家至今之义，立圣传心之言，此16字由详也。中庸大学全由此出，学者甚无粗心读过。洪教附注：干卦彖辞，成于文王，述于周公，而夫子定之，其一字一语，含义至深，为文王周公甚至所作，以其实当求汝之哉。多忌讳之虑，而义之精微。又有难明言者，乃言练出之。辞简而指宏，意为而文者，直谓六经中至经文字，非可以等闲视之。盖卦爻固有象在，若愚人之未达，虽有授之于师，却无比之于策。其粗浅者，不呆乎辞则以明；其精微者，则辞上难尽意。此传有书不尽言，言不尽一语也。而闻周人苦心成之，其旨极玄；而闻若淡然者，诚以天道不易言也。读者宜细心求之。象曰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宣圣讲义，此是干卦之象辞，亦如彖。依卦象爻象而定其辞。盖有卦象辞，有爻象辞，而加之以示文也。故于卦爻宙辞后，加以象曰云云，名其为示文也。凡卦爻辞皆分列于其卦爻下，为乾坤二卦统为一章。此后人便于记诵，求其贯通，以皆于文言耳，非义利也。故事象之文，与文言同列，而其义人互通，即各爻辞，人本前宙辞而来，不过掩其意，深其旨，广其意耳。故凡有彖曰、象曰者，皆后盛世卦爻之辞，由之文言也。以卦爻虽者其辞，言简意深，人或难达，特因所闻所见，述其意于辞后，而使读者有所贯通耳。如干之象辞，即元亨利贞4字，而视之者，乃申曰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其下各爻皆然，皆本辞中具有之意，而演绎之，以尽其意耳。夫意为而辞短，虽演绎之，尚有不尽。故传曰：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，以其不尽，从而谓之文言，从而系之各传。无非为达圣人立教之旨，明义卦包含之意，而以示天下后世，标人道纲领。此辞之不厌详，而言之务求尽也。夫意象故自天道始，
而义教则以人道先，辞为交力，文为人民，故在卦爻象辞多包举天地人物、鬼神气数立论，而于演辞，则独众人事，以义之用，为人主之，而义之道，为人通之。象既以人爻主其中，辞亦以人道立其本。此自古圣人之为义，而于干之象辞，即首皆其立也。干之卦象，元亨利贞，天道之常，而演辞自强不息，则人道之本，天人所以合，即可于此见之也。夫天行健三字，明是天道之大本达德。次即以君子自强不息，明是人道服天之行，即为人道之大本及其达德也。由天以及人，由天道以立人道，此立教本旨。中庸所以素天命人道而定教之大则也。此不独儒教之意，凡教皆然。而上古圣人即如此视其教，以其所生，反其所自，成其所成，而后人道以全。此二语不独谓是干卦辞，实为人道立则，圣教立纲，包括全义之辞，溯源人生之本，无过于此二语矣。夫干天下之至见者也，以其出于先天，成于纯阳，清虚光明，故谓至刚。凡天下之至刚，必不居于物；天下之至精，必不塞于民。唯前以纯粹之气，的纯义之体，不以物为形，不以情为身，乃能称为至刚。行于至简，为天象之；于物为精象之。精亦至刚而纯清，至宁而光明，即金刚实是其类也。其体至坚而至精粹，其化也至虚灵，故象乎天。佛以之喻性，即以其如干之纯也。天之体如是宁而虚，坚而明，故其行健，能主物而不异于物，能御情而不逊其情，能用中而不直，守和而不二。故中庸比之至诚之德，以其有高明悠久之道，诚不习不二之功。此天之本体，而为其大用。覆天下而不以一物，生万类而不穷，化万类而不尽，则皆由于见也。见则至性，至诚，至一，至久，至中和，永固如斯，生生不已。唯前如此，故卦象之；为天如此，故卦明之；为象如此，故辞者之。而圣人则之。此君子本其道以自序其行，而自强不息也。君子者，成德之人也，以其成人之德，而服天行也。君子本天之见，以自强不息，因其自强不息，以服天之见。由天及人，由人反天。天人之道，异于见，异于自强不息也。天之见也，成其元亨利贞之常德；人之自强不息也，亦服于元亨利贞之至德，以其能合天行，全天性，以成其天道人道也。人道由近及远，由始至诚，天则远近无二，
始终不疏，故元亨利贞，无位而成。人则必先自修，自立，自警惕，自勤慎，先求其力争，而后达于元亨。故必先自强，而后能不息也。夫天之德，纯自然也；天之道，纯无畏也。而其见也，不殷前悌，不待谦卑，故其行乎四德也至顺，自成其序，自守其位，周流六虚，终始不已。为君子取则焉，而自求其行，自成其德，以自强不息。此中有位有守，有行有志，非如天之自然无畏也，而其成也，亦同于天之自然无畏，以其能全其身，而反于天也。人之生也，生自天，受天之命，故其成也，必成全其天命，而反复于天，方谓之成。方谓之成得君子。圣人数义之前，而皆其义以教天下，而以自强不息法天之见，此其立人道，垂治教之义，深切者明矣。故义卦守乾，天下守天，而天道守鉴，人道守在自强不息。此四字者，成德之本末，做人之终始。有此四字，使能复干之四德，而服天之见也。故自强不息者，众行之基也。一切德行，均有此成，而自强其始也，不息其成也。自强者，反己克欲，精修笃行之谓；不息则至诚之功也。为天无息，成其高明；为地无息，成其博厚；为天地不息，成其悠久之体。遂其生成之德，负载之功，人而不息，斯成德而达道，全人以服天矣。不息之亦大矣哉！然其治之，则自强也，以自强不退，即能达不息之欲。苟稍懈即息矣。为天之纯一不二，纯道不分，故永不息。为文王纯德不回，故亦不息。此义之名于文王，而干之德，即象文王之行也。夫见之为言也，不独至刚至坚，物之见也，其气必全；人之见也，其行必圆，以其纯而精也。故君子法天之见，必先自序其德。无德不得未见，德之谓纯，不得未见。若徒有勇有畏，有刚有守，其为见之一耳，非见之全也。故凡物为天称见，诸卦为干称见，以其气纯凝，而道光明，而神虚灵，而德浑成，而用见于生生，为造化之主，天下之神。其师无垠，其志无声，其见无形，为人之性象之。故性之德，见之行也。曰义，曰仁，曰礼，曰信。此人性之故有。亦天之所以生万物，复万物，化万物，成万物者，而名之曰元亨利贞。唯见乃有此四行。
为四行乃冲见之名，以其四德全备，四象全成，无乏无缺，圆融贯通，是谓大身。此天下之元气所凝，真气所存，至道所流，至理所行，以立天地，而见日月，亘古今，主宰一切，皆此见也，皆此德也。故人择焉，而求其不习，而称乎三才，与复载并得。故中庸曰：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强，以其至诚无习，能永至中和之德。故能御万物而为天地，大而能化，圣而能神，能服干之象，成见之行，而备元亨利贞。此自强不息之功，即所以成元亨利贞之道。充仁义礼信之性，全其为人而成其身，此君子之所名，而大人同其称也。在干二五二爻，均有大人之号，三爻则谓君子，而彖辞是文，则君子大人并举之者，其名义，其德痛也。由用言之，则曰大人；由体言之，则曰君子；由德及于外言之，则曰大人；由修反于内言之，则曰君子。皆人类之所尊，众望之所归，道之所寄，德之所成者也。故为干卦爻履称焉，以其道德称也。二五犹谓之的时，道之德行，德之德见，故称大人。三爻谓自圣戒之时，自勤劳之谓，宜自求成德，自乐守道，故称君子。与此处自强不息之称君子，同一义也。君子举其自修，大人见其德位，二者一人也。苟有其德位，则君子亦大人也；苟论其修持，则大人亦君子也。后人于此多谓小然，以其义，而昧其同，实非圣人立言之旨。以义之辞，一字一语，皆从象定，从实未定，从内外上下定之也，非轻易谓之者。故读一词，必深思之，必求于象数，必探于圣人之意，而后可了然于其名词之异同矣。古人文字尚简，名好为出入哉。初九，潜龙勿用。象曰：潜龙勿用，阳在下也。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。象曰：见龙在田，得失仆也。九三，君子终日干干，细涕若厉。五九，象曰：终日干干，反复道也。九四，或跃在渊。五九，象曰：或跃在渊，进无咎也。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象曰：飞龙在天，大人造也。上九，亢龙有悔。象曰：亢龙有悔，盈不可久也。用九，见群龙无首。吉。象曰：用九，天德不可畏首也。宣圣讲义。干卦六爻气自下上，循环往复，周流不息，而以谓识别其用。
上下分其数，已过则失中，不及则去中。失与去，皆不当于位，不宜于时，故不良于用。不善其数，故爻六而辞义，占象一，而得一阴。性情个别，主宾书道，虽皆阳爻，而爻之德不同。上下皆乾卦，而卦之用不一。此故气之所至，数之所成，自然而然，自至而至者也。六爻之出在下，下则潜伏不出于地面，二始生于地，三四当中位，五当本位未及，过五则失中，故上位亢，亢则飞跃，离于天矣，故不当位。此六爻之谓有异，用有殊，德有差别，道有长短，以其皆阳爻。阳者气之轻也，动而轻灵，生而渺冥，上下太空，飞腾而前行，故名曰龙。以其生于水，而出于水，飞于天，而通于泉。此阳气之自然，谓生机之最全，故彼之龙，非真龙也。凡一名龙，皆指此气，而干独象之，以虽生而未见形，虽始而未成，有而难明，虚而有精，乃象夫龙。唯在干之谓和坤也。夫干纯阳，而有阴用，气所凝，而有物之功，其道甚神，而可以明，其德甚明，而为天下之精，故比于龙焉。以在爻也，故不称天；以在六爻之卦也，故不称阳。以爻有阴阳，卦有上下，就其用而称之，非如三爻之前也。故六爻皆以龙言，言龙即指阳也，即指干之物也，不可逆此失彼。初九阳在地下，故曰乾隆。以不及位，故勿用。用见于位，与时也。无位则不遇时可知矣。阳之用，必以时，非时失用，理之自然。故天下既然，生机不萌，潜藏之象也。九二则阳以生，故曰见龙。见于外也，此言龙自见，非人见之，以出于地，故曰在田。田者的也，不曰的而曰田者，以非坤而有坤用。盖二爻坤之主谓也。田有水有浅，有土不生，出生之阳不得待用，其谓使然。九三为人爻，当阳之时，居卦之中，顺天之道，因地之利，未成用之时，而时贵中，进贵贱，守中不失，则得日盛；渐进不躁，则业日大。故龙可腾于空，而未凌雨；阳可发于物，而未生化。道之所适，机之所宜，为君子必胜焉，以其最顺也。亨之象也，亨顺易交，胜大难保，必胜以处之，乃不过于中和。故朝干系替，尽胜将事，则无咎。无咎者，言不如是，必有咎也。此辞假设。
故曰若。以属人爻，故专言人事。言人而天道自见，祸福之门，吉凶之书，皆从人以御天。言天道不离人事，而阳气至此为中正之时。龙德至此，为活泼之地，为时俱当，临用无垠，德业有位，过失易见。此931爻，为人道之始，义教之基也，圣境之训，大学诚意之功，中庸中和之德，莫异于是爻之辞，则可知圣人教人之心。今亦为之语，皆本此爻，演绎而表见者也。夫岂仅吉凶祸福之战哉？而义道，非人不明；天地之道，非人。事不着，天地以气属用，人事以德业昭，相应不差，其兆如影。此93阴阳爻阳位，而心圣境之界也。夫阳极者，亦谓阴沉；盛极者，亦谓衰轻。中则易偏，圆则易缺，此天道之序也。而君子见焉，故于此爻明者其辞，隐喻未交。其所谓修人道以律天，明人事以立命，彖所称正性命，保太和。前所示元亨之后，力争继之，皆自此爻见其意也。岂仅一爻辞之用矣哉？94爻，以刚居柔，一人爻也。刚处柔者，宜用柔；阳履阴者，宜行阴。故龙飞而不宜上天，反月在渊。天高渊深，天明渊暗，去高明而入深暗，此气之所使，谓之所宜，时之所执，以其善用。
故无咎。然3、4、2爻，皆在中而属人爻。9、3则以刚居刚，失因应之宜，一履为而起交，故宜谨慎，以免于咎。9、4虽爻位刚柔相直，而时不当，过中正而进错乱，亦未必塞，处和乐而气久远，亦起贪灵，故宜卑以自牧，而免于咎。两爻皆重人事，若人之，则不免咎。此由阳气发黄，生机勃郁，失中和之道，进为义之乡。为则不能安居，义则不能尽德。上者宜下之，过者宜复之，以中正为归，以和平为齐，方无咎也。且阳者动而清高，则易孤，故好处阴。龙者，生于水者也，腾则易迷，故好救渊。以9、3之胜，则介于为，而使自反，以正于性；以9、4之安，则介于义，而使自革，以善其身。此皆义教所自立，圣人立辞之为止，从人爻见之也。夫9、4刚柔构而难合，以阴之由偏也，故不可偷安自义，而必自卑，以求于下。此所以谓革也。革者革其故而心事谋，言阳者生也。今反向下，乃名革耳。去其旧习，求于劳谦，此革而不失中，下而不乖正，故曰道乃革。而上爻曰反复道，皆以道行也。道应反复，则反复之；道应革则革之。顺道以成其德，乃免于咎。然道者，圣人所知所行，必君子能之。苟下此者，谓歹也。故9、3曰弱，9、4曰惑，皆假定之辞。果如是，则君子；否则非君子也。盖天道有不义之，人情有不克正。处为而不能胜，处义而不能卑。遂忘反复之道，有悖乃革之意，乖时失用，其咎希辞。此圣人必者未交，以启迪天下，而独降于人爻也。且9、3者敬慎，欲成其高，亦欲9、5阴也。9、4者，卑谦欲成其大，亦欲9、2阴也。是在3之前替，将以上位非天之战；在4之月渊，将以下服见田之兆。能同工相得，则3之德，见于5； 4之行，成于2。此2爻有德普闻名之象，5爻有道出数物之观，以其气之含宏光大，而用之中正充盈。元亨利贞4字之意于此真之也。9、5爻乃干主位，阳爻正位，龙德非天，故利见大忍。大忍者，圣人也，而有其时，居其位，道行得昭，为天下主，天下服之，故曰大忍。言人中之尊也。夫5爻当位，居外卦之中，成阳气之正，夫非龙之德，成天地之道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上下的所，天地底定，此君德也，而谓圣君。
非君不克当其位，非圣不克当其用。唯圣君乃居之，故象龙在天，而立大人。立者一也。此爻与92，皆曰立见大人。而一则见龙在田，一则非龙在天，何也？盖谓一时书，道同得何也？92居下卦之正，有其中也。95处上卦之中，有其外也。虽时位不同，而得业若一，故皆宜大人也。然亦有别焉。在92爻，阳气出生，如日之出，光明远极，得业普施，下集于众，为积后之盛，不必以用炫，而自有其用。至95则阳气上腾，日之中天，光明太空，得流无垠，高明成象，其用符实位。此二爻有上下之别，而得业有高明薄厚之分也。故一则飞而轻上，一则见而近地，皆以大人称，而不同其用也。且二爻以94之下极，承德在下；五爻以93之培植，承道在上。二者彻上下，全始终，亦相虚者也。故谓相应，而道相同。以92、94爻之连也，93、95爻之并也，而92、95卦之对也。爻之连并，则道通，而公义；卦之对应，则得同而用殊。此二四同工，二多欲，四多惧，三五同工，三多凶，五多攻。合而言之，二与五，内有其欲，外有其攻，得业已成，实位皆宜。其所以然者，正呆三之善胜戒，四之能卑谦也。故成道者，必赖立德；成功者，必先立修。反己而成，自行不忝，则在位至平之业，为时有成名之功，出无求于外也。此92、95皆象大人，不以天田益其德也。上九爻，居卦之至上，位之至高，阳至此以极，数至此以中，故谓亢，以太过也。龙得失中，动则有悔，悔者言有失据之事，进退不能，乃悔耳。夫上九位非当位，失则失，失高而无位，则徒劳；大而失时，则图困；处独而无助，居颠而无因。故曰亢龙有悔。五上二爻皆天位，五位得位，上则无位，以阴阳之行易序，上下之道殊途，故不得位，离中远也。阳自下上，阴从上下，上九以阳履阴，不得其和，由颠而下，不得其阴，远乎中位，离于四二，而不能动。动则无辅，不能用；用则无成。如处君位，而无名；有贤人，而在下，弃之不属，得之孤也。故爻情必取于和，爻用必生于阴。上之与出，一中一始，既不连并，又非对应，
是即位也，非人所宜。偏则有过，急则有变，二者皆失道，而乖中和。虽有其位，与无位等，以不用也。夫干阳而龙得神，有生之功，主使之象，必以用见道，不用将何见乎？故乾与亢，皆不宜也。而六爻之用，始于二，及于五，此即天地生化之精，见于生成之术者也。二五构精，妙合而凝，天下万物于焉生成。二者阴之正也，五者阳之中也。此坤主二，干主五，行于三四，以成人道。阳三阴四，中正之位，乃人道代天地，而离坎代乾坤也。故一卦六爻，有八卦在焉，内坤外乾，卦之主也。巽震在下，艮兑在上，坎离在中，爻之主也。而先天则以震离艮居下，巽坎兑居上，以卦六位合八卦也。爻未见其用，卦未见其体，二者合观，乃见其变。此六爻各有象也。而64卦，以后天为主，故爻辞本之，皆以位合乎爻，爻合乎数，数全乎气，气至乃至，气行乃行，气止乃止。此大利也。用九者，干之代用也。凡阳爻皆九，皆属于乾，则其用皆干之用，不问其为何卦爻也。卦爻虽多，而在阳爻皆用九，与阴爻用六，为权益代用之利。夫卦爻重在于用，用虽不一，而代用则同于乾坤，以万物皆生于天地也。故各卦爻皆以九六名，九六即阴阳也。凡有生化，不离阴阳；凡有用，不外九六。此天下所同，而卦爻一致者也。阳爻用九，阴爻用六，不问何卦，而为乾坤者焉。以乾坤即阴阳也。天下生化之本，变化之根，代用见焉。如干六爻皆九，为各爻用九最多数者，即以数论。自从多始，阳数集于九，用九亦天数自然之序，河图之象可证也。以卦爻言，则有先后天之序，先天不变，左位1、3、5、7、9，右位2、4、6、8、10，均自下上，不过有奇偶之和，分出二之时也。若后天则主变，以气计分，而行遂易，则阳自左上1、3、5、7、9，始出中五爻，阴数自右下4、2、18、6，始上中二爻。9、5为阳数之正，6、2为阴数之正，一上一下，各有终极。故阳用9，而极于5；阴用6，而极于2。阳自下上，至五爻位用之所见；阴自上下，至二爻位数之所成。此上与出，一阴一阳，孤而无位，不为用也。干卦皆阳爻，而用九以干为本，故人称龙。但用九者众矣。
是群龙也。不属一卦，不限何位，是无首也。群龙无首，乃纯阳当道，光明充盈。无首者，不为首也。不为首者，君位以虚，民皆自治，不待上治也。以皆纯阳无阴，纯善无恶，全乎天性，行乎天德，是大顺也。此不用手而及也。天道之大，大道之治，过乎九五，而有属阳，此其所以无手而及也。盖阳位极于九五，而干之用未尽也。以不在九五内，则无位也。无位何首？其用未尽，则有德也。有德必极，此用九居六爻之上，而得无首之战也。夫天降圣人，作之军师，为民之不齐，善恶之杂也。今天下皆圣善，悉用军师，而群龙者众善人也。在天界言，则出三界；在道德言，则纯至善；在义言，则太极之出也。其气至精，其德至纯，故用于物，无不仁；用于事，无不善。此太一元气，天地中气，由干之用，而欲乎各爻卦者也，乃名阳经。凡此所见，皆同于前缘，故事象曰前缘用九，以恐后人不知用九之意。特名皆前缘二字，盖用九极，干之元气之用也。而其象为圣治之事，以天之大不为首，处天之尊不以位，故曰圣治。斯大顺之时也。然习乎不成为卦也。以此喻至善之境，而见前缘之体耳。故以复于前，实则干之先也。夫干亦自此出，故九见焉。虽然九应前用，干应九用，舍前将何见乎？此神以行灵，道以气行也。能明此理，则知此辞意矣。宗主复注，义理难言，而不言，更使人无处探讨。故言之不尽者，必求之言外。夫子所讲干卦象辞，亦当作如是观。不然，则一卦千万言，犹不详也。其探素在学者自用功夫，盖一卦常变不同，先后天各异，有象亦得，无极难明。而用则贯有无，通神行者，苟忘其一，则失其意。此义道以神为主，神用无方，不明神道，则象辞无可用矣。神行于象中，见于辞外，无往非神，无在不见神之用。因神者，主天地气属者也。若不明其主，则如是隐为日，是想为雷，其物甚矣。然日不离隐，雷不离想，只在寻其用，以求其体耳。故神不离象辞，而象辞非神之体。善为义者，必先知此义焉。夫子以义众辩义，而所指守在世间事，即古今宇宙之变迁也。其余皆细事，故名义即名一天的纪，自始至终，无不包举。而干又其纲领也，名干即的大概，
无论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皆可推而知之。又曰义众变化，一卦六爻，皆变化之数所欲，非仅求其现象也。故一爻与他爻相连相应，或反或复，非仅一爻是也。因气之周流不息，果在一卦，则气皆通贯，即不属一卦。因先后天之位，八宫之序，八卦之次，相生相对者，亦同此气也。则其爻变化亦见焉。以爻指六，而事变无穷，不能限于一卦一爻，必就其气而推之，合而观之，思知其变化之象。若不如此，不能通义之用，即不能得卦之情，而爻辞之意，亦不可解。如前92，夕阳出地，龙方在田，何以有大人之战，普师之象，而成天下闻名之观哉？则由其和全卦言，且重在94之反复，95之对应也。故有4爻之卑下，而后成普师；有5爻之正位，而后为大人。且因93之旁通，合而为闻名，其象始见，初非一爻所致，然因其位而后见。故数爻之德，成一爻之用，正如有春之温，使成夏之暑；有冬之寒，使见夏之暑，皆气自至，非一时之所成也。故爻象必通全卦，及其连对各卦，而合观之。如2爻坤坎主位，则不限干卦矣。凡各爻皆如是，必皆通贯求之，使知其辞义，及其神用。此特略述其理耳。又曰99本重阳之数，初3位木德之身，而干卦成于9，始于3，故爻位重3，3即9也。由始言之则3，由终言之则9，以一数不用，故自3始。言后天之气，自木到始，故50始春，5方守冬，生气之长，化育之先，实在于3。3为一切生数之源，而9则3之自成。故干卦体为3，卦用为9，此一人多谓之，实不明数有体用也。夫乾坤为权益之门，阳爻图、阴爻图为各爻之本，而乾取阳爻图，坤取阴爻图，以为众卦爻之基，如气之元气也。然乾成为干3爻图，坤成为坤3爻图，名干之为3，坤为3之备，故谓以3成6，而用分6分9，3 3为9，干之全也。2 3为6，干之半也。全则为天，半则为地，是天地之象，为阴阳之符。故阳成于9，阴终于6。9、6为乾坤大用，亦天地大数，万物自天地出，皆为9、6之分合化改，以进退成除于9、6之中，离9、6则无物矣。故天地以内皆尽于9，而其用皆穷于6。河洛之术，甲子之术，莫不本此推演。此圣人以一名数之意，而特标用9用6于乾坤2卦也。
又曰义之用意，本为逆之未来。以人在天地间，不得为天以行。天数不明，则所行不知所抵，故以象拟天数，而逆推其所至。然天道有常，自古至今，有往气来，莫不有度。因古以推今，因往以测来，皆不失好法。故以卦象天地始终，一一在数。卦外不宜象，内不进攻，皆能逆笃者也。故曰数往者顺，直来者逆，亦逆数也。言亦以逆数之来，正如顺数以之往，其道义也。故全卦64，盖宇宙一切，今故往来，天地人物，无不在内，而以干位之统，如往之纲，一之领，以其为天下大事，亦天下大本也。本言其守，始言其行。守者静而不益，行者动而不息。故干卦一卦直贯全义，通万类，而为天地一切准则。苟知其意，则义道以明。而天地之数，性命之度，无巨细，无远近，莫不了然掌中矣。故夫子讲干卦特详，以其含义甚广，人久不解，不得不明示之耳。即就经本言之，干卦之辞以详于他卦，正为此也。所讲虽或见前后，因为明了记，不嫌重复，唯读者深切玩味之。弘教附注，用9用6，为全义最精之意，自来未能明解，以其诱于卦爻内也。此二者，阴阳元精，即太极两气之初见也。因物而存，物因之生成，所谓元气也。元气元一，至后天成二，乃有乾元坤元之名。即此9、6之用，元气之体不可见，唯见其用。用之数名9、6，非元气名9、6也。故先天之气，恒存后天之中，而后天之物，恒有先天之精。此一元化二元，而为生化本质者也。文言曰：元者，善之常也；恒者，家之惠也；利者，义之和也；真者，事之干也。君子体人足以常人，家惠足以合理，利物足以合义，真故足以干事。君子行此四德者，故曰乾元亨利贞。初九曰：乾隆勿用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隐者也，不亦乎是？不成乎名。顿事无闷，不见事而无闷。乐则行之，忧则为之，却乎其不可拔。乾隆也。九二曰：见龙在田，何谓也？子曰：龙得而正中者也。庸言之信，庸行之谨，贤邪存其诚，善事而不伐，德薄而化。亦曰：见龙在田，利见大忍，君得也。九三曰：君子终日干干，细涕若厉，无咎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君子敬德修业，忠信，所以敬德也；修辞立其诚，所以居业也。
之至至之，可与基也；之中中之，可与存义也。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。故干干因其时而替，虽为无咎矣。94曰：或跃在渊，无咎，何谓也？子曰：上下无常，非谓邪也；进退无恒，非离群也。君子敬德修业，欲及时也，故无咎。95曰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忍，何谓也？子曰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水流湿，火就燥，云从龙，风从虎。圣人作而万物睹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则各从其类也。上九曰：亢龙有悔，何谓也？子曰：贵而无位，高而无名，贤人在下位而无辅，是以动而有悔也。潜龙勿用，下也；见龙在田，施舍也；终日干干，行事也；或跃在渊，自是也；飞龙在天，上至也。亢龙有悔，穷之灾也；前元用九，天下治也。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；见龙在田，天下闻名。终日干干，与时偕行；或跃在渊，干道乃革；飞龙在天，乃谓乎天德。亢龙有悔，与时偕疾；前元用九，乃见天泽。前元者，始而亨者也；力争者，性情也。干时能以美丽利天下，不言所利大矣哉！大哉干乎！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时辰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。君子以诚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。前之为言也，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，是以君子服用也。君子学以致之，问以辨之，宽以居之，仁以行之。亦曰见龙在田，利见大忍，君德也。93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故干干因其时而替，虽为无咎矣。94重刚而不中，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，故获之。获之者，宜之也，故无咎。夫大忍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先天而天弗为，后天而奉天时。天且弗为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鬼神乎？亢之为言也。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，其为圣人乎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为圣人乎？宣圣讲义，象辞释文与文言，均本源卦爻次序，一一申述，以尽其意，明其义，推其变，广其用而已。故各爻辞有未达者，是文言中可采所也。干卦六爻，其变无穷，其用无垠。凡关乎天人之道，有非简言可尽者，
为民教济，不得不补述之于释文及文言也。在释文文言，虽本源卦爻辞而来，却以立教为旨，则读众人道，为将以匡正人之言行，化育人之见，克正性命，保中和耳。故言详于君子之行，大人之德，而立其准则，如卦爻之象，可象可效者也。故凡事象之辞，文言之语，莫不着于五经之义，为是古圣人之言行，与人道所必由之规矩，而因所占之爻，以先定人事之趋向，次乃及于吉凶祸福，以先人后天，为人道之本。必先自问无咎，而后数可免于咎；自求多福，而后天乃与之福。以人之行，占天之运，必先尽在己，而后可补其吉凶祸福也。不然，亦何谓利哉？果不求其可吉可凶之道，安能知其吉凶？果不欲其有祸有福之途，安能明其祸福？此利亦以寓教，而特为人道者也。故无论何卦爻，其辞所示，莫不先人道，莫不先尽己之行，而甘有守皆其旨。如君子以诚德为行，日可见之行也云云。即本源亨利贞之辞，朝干细剔之训，自强不息之语，反复之道，而明其意，而序之于日行，谨之于庸言庸行，必先自治其疾，而后克疾；自免于凶，而后无凶；自其无咎，而后无咎；自免有悔，而后不悔。皆有己之日行见焉，庸言庸行谨焉。初非空谈天道，以吉凶祸福为言，即言吉凶祸福，人为警戒立教。初非怪诞之词，故权义词皆为人道立言，皆圣人寓教之书，其文有浅深，词有显义，不输也。干卦六爻之象，上下内外异象，阴阳顺逆异行，辞亦如之。在出爻位前，以阳在下而潜藏，于人谓引为物用，而以阳居阳位为正，阳上行为顺，故虽在下，而得中正之德；虽前引而有陪臣之道。此人是以能顺时守末，潜身遁世，安于贞静，乐于修养，以诚德达道之君子处之。夫干之始，行阳之初，而名乾隆。故在象则言天，在辞则言人。天人之和，当于兹发其端也。干之九二，居内卦之正，当阳气之生，处坤位之中，为事时之德，以阳爻阴位，其用在下；以干体坤用，其德在民。德施于下曰朴，民见于时曰文。隆而见于田，则夫大人立德之象，以其德朴而功不居，道大而民不扬，此人事之中正合力，以夫干之九二爻也。此爻与九五，为内外之对，分上下之中，一主一宾，一行一藏，恰如其位，有其时，而能大其用，广其德，
虽亦阴亦阳之谓不同，而宜升宜降之时正好，故皆以大人称而其德皆成也。然阳与阳未朋，阴与阴未邻，其形不同，其类乃分，故2与4未比，3与5未盟，而气有远近，象有幽冥，或则以深，或则以沉，或则进而下，或则退而行。故功德依时书，事业以未论，而在人道则顺时未用，德位未能。3、4当人尧之地，则亦为易安；阴阳居反复之乡，则宜慎宜勤。此人道谆，君欲教于中尧也，而其地以重刚，欲以重阳，内外之交，则非正；上下之义，则失中。盖以卦言则在中，以爻言则失中。故3爻曰：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。4爻又加曰：中不在人，以气至此。失正则易分，不中则易乖。履为必胜，居满必谦，方免于咎。否则救之不免，或且炫众，为君子处之，乃知胜能谦，以免咎。为其免咎，乃能成德。故3之胜，成5之大，4之谦，成2之明。大明终始，乃由斯4爻见之。此文言有进退无恒，非谓邪也云云。明其成德，正在其之胜能谦也。将欲取之，必固与之；将欲大之，必先下之；将欲明之，必先成之。此天下之理是然也。故4爻之辞，皆相互而成教，相辅而成文，出非一爻之意，一象之战而已，以位极于天地，用极于神行，道极于中和，时极于夜明。过此则无可言也，非人道所及，故无待于言。虽有其象，不谓用；有其名，不谓行，则不语于教。故辞不及而文不详，此天地之大则，亦辞之定力也。6爻至9五，其位已极，其时已过，其阳上升以进于天，而反为阴始。此上9位阴位，而阴气转从此降，以权卦言，出位前，则上为亢；以2气言，出位阳前，故不用。上位阳极阴生，故无位；以阳极变阴，阴出窃阳，阳位不保，故曰高无位。非无位，乃位不能居也。在阳生之极，而得阴之位，当阴之始，而逢阳之亢，其真最烈，其位至爻。故虽有位犹无位也。以出之前，与上之亢，皆谓失中，皆不宜于用，是谓卦之终始。而人道不及也。言人道至此已穷，不得其用也。亢则自清，乾则自惠，惠则宜求其名，清则宜求其安。而亢处得过远，不得其阴，如在上而不得名，在位而不得辅，孤节独尊，不亲何哉？故处上尤难于出。
而居亢尤异于前也。所谓在下位者，指九二也。上九与九二，一上一下，不相应也。言虽有九二之嫌，不谓上九之辅也。处极地，则贵也；居上界，则高也。不得安，故曰贵无位；不得下，故曰高无名。在上不得贤，居尊不得辅，故不可动。动则有悔，此是礼之使然也。然在君子，则有以处之，以慎德之治，足回气数，顺天时，因地利，而人道可济其穷。故文言以圣人不失其正，知进退存亡之道也。夫九之为用也，阳之德也。而阳应用则变，干变为坤，阳变为阴，以极则变也。干爻极于上九，而九之用乃变矣。故前元用九，谓用坤也。以纯阳用纯阴，以纯刚行纯柔，此至道之行，至真至玄之德也。为先天之元气如之，故用九之战则上至之事，不独胜也。胜而入神，故用九不以位尊，不以名贵，不立守而自治，不离群而皆同。此大同大顺之象也。变必至于道，此前元之用，全为道用也。纯德之成，纯真之存，纯玄之明，而介乎天地人。此三者皆自元气生，皆本元气以行，以神明。故神之德于是真，神之用于是灵，而肝之精益于是凝。此六爻之极，皆备于前元，而天地代用皆本于九也。宗主复注：文言者，以辞属文，与象对举，即汉人以象与言分裂之意。而文言则为是辞义，不及于象，故名文言。因先时有象无辞，后圣恐人不明象，乃着辞于后。夫子又恐人之不明辞义，更为文言以广其义。故文言所示，皆象辞所有。文言由辞说也，因辞出于象，象有交错，辞有往复。如文章之组之，不曰辞而曰文，名义卦象辞，皆文章也。皆当回环推义，以观所玩谓之。如文章之以咏叹也，故谓之文。天道不言，而文见于象；地道不言，而文见于物。文之所成，即气数之消长变化，故辞而名之文。其实即辞也。辞直而文曲，辞艮而文婉，辞浅而文深，辞易而文繁，虽易易而道殊也。此文字集千古文化之始，文明之基，直接其名于易卦象辞，以示夫文之真意，与文之源流。故文言之名，时圣人今为之意所记，不独为明天下之至文，易卦之妙文而已。读者其注意焉耳。又曰：易之文言错乱久矣。乾坤二卦，尚存大概，其余各卦，则不全者多，所剩残者，在今细传中，凡有引易卦爻辞，下加子曰者，
皆原来文言，皆夫子是爻辞之文，或上阙挂名爻数，或中托数爻，或下不详，皆残断之章也。亦有重出者，如干上九辞事，盖多后人记忆补录者也。以秦时焚书，亦以补事之用的全，然所全者，原卦爻象辞耳。其他各篇，则属论理明道，为圣人寓教之作，正与各经等，故亦被毁弃。纵有留藏者，恐遭事迹，不敢整理，又以竹简重笨磨时，错脱遗失，在所不免，故不全也。汉诸生就其所传，何其甚于，编次既难，乃归集于细传中耳。然文言体例俱在，异于细辞，果细读之，自能分辨，所习者不复得其全耳。今正是经文，如有所短，当随时指明。即在卦爻辞中，亦有将文言掺入者，如革卦汤武革命云云，纯夫子之文言也。若果文王以前之辞，安得提武王革命哉？此种错乱，必须指正以明所出。然后知夫子删定之功，教授之旨也。人不见文言之题名与编次，只以为乾坤二卦有之，实物也。又曰神气之行于天下，皆以物而见，故物至则气至，气见则神见。亦以神道喻气象物，物即象，象即气，故二气消长，而物生化。六位时辰，而神主中，不独一卦一爻有神所行，即卦爻之间，消长之际，亦有神所欲。气非神不至，而至非一蹴而己，必渐进渐退，而后升降渐。爻则警示其以升降之机，而当未升出升，未降出降之时，无爻可视，必由爻之交而易之。故吉凶祸福来也有缘，去也有因。气运之转，非一日一时之事，必先视其己，而迎之避之，以达其升降之气，而成其善恶之数，非只此不动而能得者。故求福利，有其道，诚心求之，必有所资，或资于人，或资于物，必如卧凿不舍，而孔乃穿；溃土不息，而山乃成。未道然，未事亦然，诚心不渝，今时为开，以气之不断，神自行焉，神之不革，物自至焉，出无他巧，在乎其成恒而已。故事不乏求之者，而少成功，以成恒谓至也。此亦卦首前，即以朝干系替自强不息谓训。言举凡天下之成功者，无外此诀。圣人明义立教之意，于斯可见矣。商渠子木先生讲述，渠受益于夫子，的文先圣之道，夫亦文王之意，连山归藏之意，而夫子删定其辞，演绎其志，以成经与传。此经义之所明经也。虽立圣谓之，文王周公述之，不得夫子绍之，则亦莫名，止莫达。项羽辞
莫尽其用。今语传，莫视其指之异同也。夫义自文王定名，其名曰义，众其变也。卦有元卦，有众卦。先是谓之元卦子卦也。元卦3爻，众卦6爻。其志始于伏羲，传称伏羲作6纪，以窥天地之度，日月之行，人物之数，即此6爻也。6爻立而天下尽在其中矣。天下6合，日夜6分，上下6纪，古今6度，以6者阴数也，辰数也。天之生也5，地之成也6，故甲为5而终于10，子为6而终12。5、6天地之和，而有生有成，有名有形者，皆依的数以行，故爻为6，名其为后天也。卦以6爻成象，以8位成用。8亦阴也，的也。阴之至终为8，以2、4也。四方40，皆从4分，备之则8，亦有阳与阴也。8位环接，4气回行，故卦以8变，爻以6成。变则越多，成则越深。变化见于卦，生成见于爻。合卦爻而变化生成不已矣，故曰易。以其象近乎易矣。易有不易，有变易，有异易。不易者，主也；变易者，用也；异易者，主治其用也。故爻6而见3易，卦易而分3极。3极者，天地人也。天助之，的应之，人当之。主见其神，应见其精，当见其名。此3者合，而一象成也。故卦6爻，分上下而为3部，而上与下，天地也，内外也，阴阳也，是两仪也。故一卦分2卦，2卦即元卦之众也。以地生于天，阴成于阳，外分于内，下对于上也。卦既众，则有2名，有3类，有6位，有4用，有5行。故一卦2名，3部，4义，5行，6位，其数10倍。推之则7也，8也，9也，皆在象内，以分合成除见之。故一卦6爻，备数之权，符合图之象，成大衍之数者也。象成而数明，数见而气者，气至而理通。合象数理气而成道，道者有德可循也。道以德用，而卦以象数理气推演之也，亦名之曰德，或曰用。以卦之为卦，重在其德用也。故求于卦爻，必先知其德用，则所谓象数理气者也。合而言之皆道也。易卦始于乾坤，即万物生于天地，万类成于阴阳也。而干又居先焉，以地亦自天出，阴亦自阳生也。干之为卦，纯阳纯气，象天也，而为一切之始，一切出生，其名也。本于象，故闻之前，即干3爻图象之变形，字卦出，故一变为天。
在变位干，皆干三爻图象也。干故作干，故假以曰天干，而凡属天者，皆自此出。干自其最后变成也，虽自象书，因人近似，故天汉曰乾，与干阴同，而干字犹从干。他如汉干等字，皆从干变，可见其渊源也。干属金，因亦近金，亦如天之父也，故亦干字包含。
多义，如朝干二字，即由象中所指示也。故干替意象所固有，于如大身，如前缘，如性命，如太和，各文字皆从干之意变化而得者也。以干象天，无物不属天，而无事不本于天。法天、顺天、和天、全天，以成其天，乃干之应有之意，皆从卦象出也。不独卦之全体如此，即一爻所示亦有一爻之意，而应得其文辞，以指其事物也。故卦爻之象为文辞之母，文辞皆从卦爻出，无一字离象者也。唯古时文字简括，一字可包多义，如干字有天、阳、南、复、经、申、始、元、元复、全、景、明、大、吉、慎、替、安、淳、和、中、谦、刚、健、正，各种意义，随事物而定其辞，无限也。以其卦爻所包如是也，故其辞不一，而莫不本于卦爻；其事物不一，亦莫不出于卦爻之象。自来文字因时谓书用，词句因卦爻书立，故曰辞者各指其所知。如干既象天，又象龙，又象元亨，又谓力争，既名乾，又名飞，既谓行健，又谓颠替，其义不一，而皆因时谓事物异其指也。然统于卦爻之象，有其象，是有其辞，有其辞，是见其象，辞以明象，象以喻义，虽有百变，不外意图。凡义辞皆如是，不得以其意有异，而宜之也。故干可视为见，可视为静，可视为干替之前，可视为干旱之前，可象为天，可象为君，可象君子，可象大人，无不属乎本来之象，而出于应有之意也。果名此例，则无疑于义之辞矣。阳之名，如日也；天之大，无极也；纯则义也，中则正也；至诚即不习也，至和则不二也。君子之德也，大人之业也。在人以难为尊，在家以富为崇，在国以君为龙，在天以神为灵，在物以龙为称。故其象性情，纯粹之精，元亨利贞，仁义礼信，无德不足，无物不生。此干之象也，为辞之所明。故卦爻分占，彖象一言，字有数义，辞有书编，历代圣人，以则言行，立德立功，以成其身，穷理尽性，以至于命。外之为治平，内之为成正，玄之为交，失之为正，广漠无垠，高大以明，虚静以宁，中和以成。是曰至德。天之与人，天人之和，神形之并，是曰圣神。为地之平，其先曰元，其始曰人，其象曰天，其用归人。此在此矣。
不离其宗，无远不界，无为不同，顺气以化，依理以至于中，本道以止于善，民性命以抵于大同。故占的思卦，当的思行，补的思爻，当履思贞，守之弗失，执之勿悖，既通其会，复成其大，是能弗象，于道不悖，于理不逆，于气无害，是曰至顺。圣人所戒，律天之性，因生之责，诚始至终，克明其德，是曰玄德。上帝之责，于人未成，于物未及，忠信之行，德业之事，此为人中之龙，天上之神，纯义之精，与天地生，故有干之名，扶干之行，履干之位，居干之名，而得其成；处乾之时，而有其功，内求于身。心，外气于天神，或乾或飞，或元亨，或力争，不为其辞，乃服于君子大人之称。此象辞垂教志再三，而夫子更视之于文言也。夫子之文言，于干独详，以其所包最广，含义甚精，故为晚视之。然亦有法度焉。干之文言，共分三段，夫三极之意也。初段是其辞之直意，其文显而方；中段是其辞之通义，其文短而碎；末段是其辞之原意，其文详而润。故三段文义互见，理气交明，或以象示辞，或以辞示象，或合辞象以示义，反复陈论。
晚切为言，意含于文，道喻于字。虽片言不悦于象，只字不为于词。外意指事物由来，内意明性情正趣。故其文纯本卦爻之次，彖象之序。其常言者，是一卦之权，彖之辞也。分言者，是各爻之意，象之意也。补元辞之谓尽，生卦爻之本意。由人以明天道，由天以正人事。天人同达，显密必具，而归于克己复礼。诚正自修，忠信自持。道以为行，德以为守。不因为义，不以时为，而能不失于位，不悖于时。以顺天行，以服前德，以立人道，以明治教。斯所以谓文言也，所以谓明义教之文言也。夫子山定六经，谓立教也。故于义之文言，三至一焉。凡天地之度，日月之纪，人物之数，莫不成于三，终于六。故文言三段，而一段六则，以明其度也。法度者，象所生也；义者，法度之书。一字一句，莫不有法度存焉。后人只知其韵调铿锵，文章其整，不知其为法度也。法度成于自然，出于天性，非有所谓也。故诗书多韵语，谐音律，非谓之者。诗之所成，多出妇孺之口，乔木之歌，自然声调，不加雕凿，意厚辞柔，文美易用，非人所为，天之籁也。如六律五音，纯本天籁，以合五行也。故五，夫六度也。故六，古人以乐为含情养性之物，明道成德之真。故纯本天然，不加人力，以其为天性流露，至道无味，而亦犹然。义之始于上古，为文化之初见，亦纯天然之作，如河图洛书之象也。其数皆自然之数，其法度皆自然之度，故其为文。亦常生婉，亦充辞佩，足使人玩味无已。此其所以名为文言也。文者，天地之至文，华而畅，幽而玄，至美至善，且精且微，故谓之文言。天地之物，自然相杂，而不乱也。读者勿以文之为是辞，而悟其意耳。文言者，因于爻辞，而文字亦本于爻。爻原为交，故一字也。亦作孝字用，交字去其上则谓爻，去其中则谓文，而其义皆交错也。一卦六爻，故交字六画，而其用于人，则四位。故爻文二字四画，明其用之旨也。卦以八变，故卦字八画；爻以六成，故交字六画。而笔画之纵横，亦本于阴阳之交错也。自出于象，而文生于爻。文言以明爻辞，故三段而六节，前以言之矣。然或谓尽明者，更深述之，自圆者起，至动而有悔也，谓一段。
字乾隆勿用下也。至乃见天则为一段，以下为一段，而每段皆2节。凡论全卦，而是彖辞，则不及用九之意。其事前缘用九，而生象辞，则不及全卦彖辞。以二者之意可通也。明始之终，明终之始，气一贯也，理同归也。其大义，首断降人道，中断降天道，末断降天人之和。三者互相发明，而末断之旨犹未概括不宜，以其天人之道和名，理气之图痛极也。故自坤卦以下文言，均仅用末断一例，不及前2段也。传中所录皆如之。人道既息，天道亦降，虽不似是干之繁衍委屈，就其直达而褒举，足以探原辞之韵，素卦爻之意矣。故独降于前者，是其利也；而简于他卦者，重其文也。学者应详正简，由简演详，在乎深造而自得之，义之为交故如是也。夫义未书，古圣通天之学，而自尧舜后，则重在立教，以人道本天道，人性受天命，果欲不为天道，而服天数，必先不备人性，而成人道，故名人道，立人教，其本旨也。若在上古，人在道中，不待于教，惟自通天，以全身是性，原始要中谓物，故不必精精于文字也。是古重象，而今重辞，辞者谓交用也。求之于天者不足，求之于人者有余。因其不足则为之，因其有余则显之。故今亦降于人事，而略于天数，为民治之不逮古也。此文王周公之治，而夫子少数之也。夫子虑文周之辞有未尽，学者有未达，乃为之文言以生之，谓之传以辅之。其义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也，其义则参合6经，题引大学中庸者也。故其言无不谓教言，而以圣人君子大人述其模范，立其表率。其文无异于大学中庸，诗书礼乐之文也。特降于人道，明于人事，而于上古圣人作卦之意，则寓于言文之中也。故于干之文言，归结于天人之和，而以干卦天象也，不得不先从天，故于中集之，而言简指为，似学者之自悟也。此干之文言分段演示，而有详略显为之书也。至坤以下，非观天道，故独降于人道，明于人事。虽不敢以古圣之意，删弃数之辞，而其本旨，则在先人后天，以人和天，人重在人也。盖人道所必重者，如宗之定则也；人事所必先者，实教之当然也。为一手卦，即名邪时，此中庸时中之意也。为重邪时，必重人道；为先时中，必先人事。以中者，人心之中也；时者，人之时也。邪者，
人所挟也。舍人故无终，无实，无所挟矣。故干有四德，而人之服之也，则各异，以时异也。干有六爻，而人之用之也，则止四位，以仁义也。干有全德，而人有所救，有所毁。干有大身，而人有物用，有无畏。干主大使，而人有慎始之戒。干寒至德，而人先立德之真。盖干有定，而人无定也。以无定何有定？不求之于道，将何得哉？故干之言天，至无畏也，至远也，至大至明也。而言人，则必勤于所谓，慎于位，宜于时，反己自修，诚德达道，方能服之。否则不免于就矣，不免于毁矣，不成其用矣，不得称其象矣。则所谓仁者，非离人道而能合天，必自人道立其本，乃能同天道以致其成也。故文言于德业言行，三至一焉，而更要之以忠信，使之以学问，行之以仁义，居之以礼性，而归之于诚。故曰修辞立其诚，又曰贤协存其诚。此诚字，彻始终，包言行及中庸至诚之意也。诚则诚矣。君子大忍圣人，莫不由此诚诚之，故言之谆谆也。夫干天下之至见者也，故称刚健中正。于人为性相之，于天为神相之。人之能合天，在有其性也，而其病则在情。情欲害性，使刚健失其用，中正失其德。失用则无以全其性，失德则无以保其命。性命不保，元亨希见。故君子于此，不视其刚健，而其有以全之；不教其中正，而求有以保之。此必先立真，而后治其元亨。元亨天也，立真人也。人道未尽，无以服天，故不能立真者，不能有元亨之战也。天道自无而化，故元亨立真，因时成德。人道自未而成，故元亨立真，以因成果。天人之所异也，在乎性与情。故辞于立真独重，而文言于性情者明其义焉。苟忘乎性情之正，则乖乎中和之德。失中则本轻，失和则用弊。本用俱尽，身能全乎？故干道变化，仁则宜正其性命，保和泰和，以能立真，乃能守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盖其本固而得弘，道全而用大，此人道之极，克同于天者也。而文言更深以成德为行，见于日行，因时而行，履高不为，居安不逸，能进能退，可上可下，以服92、95之大忍，而称93之君子也。夫在92、95的时则吉，成功者亡。此虽在德，其有异也。待至上9、93、94，居位不正，处事不当。若朝穷之，
若具宾言，高则高矣，其为极矣；要则要矣，其必立志。为君子当之，可由干替以免于为，可因卑谦以去其弊。此二爻本有咎，因人事之善，而得无咎，故称之君子。且加之以弱以惑，言其不免者多矣。人愁能高不忘为，德不忘失哉？曰弱曰惑者，正因其见道者之寡也。故文言于此，重在德业忠信，而归于诚。其言天道，则曰反复，曰自是，曰敬无咎。吾非明其地位之间，为害之甚，必自反求己，自卑以事，自明于进退之意，乃能离于祸福之门，其止至深矣。然此二爻，虽不异处，君子尚能免之。及乎上九，则有穷也。上之未及矣，九之时穷矣。寄居绝地，复当孤食，独处无助，为利无缘。其自知且昏，存心不泯，则安免于毁乎？故爻象皆觉之必毁也。而在文言，则以喻此爻之能安者，为未圣人，盖非寻常君子所能持也。必如尧舜在位，不以天下思，文周备禅，不以生民类，乃能处之泰然，履之坦然。此夫子重言叹其为圣人乎也。盖当此圣人不独无悔，且足以开用九之上智，而起天下之大同也。以高位不足于其心，求辱不足馁其志，从而以天心为心，神用为用，既不为时为所诱，复不为境遇所穷，悠然往来，怡然行止，能以心益其境，质疑其实，得并于天，道与之化，既能存亡进退，不失其正，乃能安为治乱，独行其中。此诚圣人所期，出非常人所望，故能过此，则合前缘之道，用九之象，而服群龙无首之极，同天德不为首之功，以成大同之治，而见天地之责。此干之至德，天之玄德，圣人之纯德也。至此草木且化，何况人乎？故为尧舜文王克当之，而夫子克赞之。千古以骸，知其义者盖先矣，何况见其人乎？此夫子闻言有咏叹神往之意也。雅圣讲述，夫子命将易经卦爻象辞各异，在位讲述，以明义教。义，难言也。成于文字之前，则所含义超乎文字之上。自有文字，乃演之以附于卦爻象下，而终未能尽象之意。故圣人宜在视之。凡一卦象之辞，其传最古者，曰元辞。如元亨利贞四字，基于干一字而来也。其爻辞亦然。不过此元辞，传自先圣，而重演于文王周公，以周易为文王所作，取旧卦象辞而删定之，与前之连山归藏有同义。虽非晋文周创作，而莫不经其编辑推演，故名曰周易，以是所成也。
元辞之下，系以是文，则文周之治，而夫子述之，亦出于文王也。虽今夫子删定，其所本则文周之仪者，虽多夫子润色，其辞义则文周之陈言，故虽谓是文，犹名今也。夫子以是文或略，恐学者不达，更本其义，广之为文言，以明其为是文之详言也。此则全陈于夫子，因与今有别，故多录之传中，为乾坤二卦较详，后人以附于今，非其利也。况所录有遗失，有错简，其编次已乱，则其集序应更为整理，故于文言应别为一卷，而列于系传之前。此在各家已有分列者，不谓无见也。故干卦之辞独多，非经之义，文言之义也。即是文例皆于爻象原辞下，而干卦独总于后，亦未当也。以是文既谓是辞义，又名之经，则宜直列各爻下，与他卦一律，不宜干卦独异也。故是文与原辞应连接读之，以其象义之通也。干卦爻象，以今夫子讲明，其未尽者辞义也。辞生于象，名辞义以明象，象有难言，故求之辞。辞义大明，则象不言自解，辞中自据，即象之所见。象有化而辞有自据，二者异也。故求象义，可于辞得之。干之为辞之始，即干三爻图之重也。然干三爻图亦名乾，以其在原卦，指明天，故于各卦所合，均读干三爻图谓天。如天风姤，天火同人，不曰乾巽、乾离，而曰天者，则以其为原卦之名也。然原卦名天，众卦之干人象天，而所异者，亦属先天，亦属后天。先天气纯类卦，故其名定，其象不异；后天气杂类众，故其名无定，其象至多，以其变化也。干之为象不独天也，而凡干之名者，皆众干三爻图，谓后天者也。果欲干三爻图混，则名不符矣。后天以其变化，所生者众，所象者多，不得以先天之名名之，又不得不定其名，故曰干曰坤。如乾之天地也，以干可象天，亦可象天外之物；坤可象地，亦可象的外之物，其名不至于物，故义之以名后天之干六爻图坤六爻图。因干六爻图坤六爻图以异于干三爻图与坤三爻图矣，则乾坤亦异于天地。如干为龙，坤为马可也；若为天为龙，的为马则不可。此名之必变，而辞之所由利也。亦有其辞，是显其义。无乾坤之辞，安能名干六爻图坤？
六爻图与干三爻图、坤三爻图之同一乎？故此者变也，变其象之异同也。而圣人立辞，则又谓是其教焉。盖名以类物，义以明道，辞以达教，使千古之后，得知千古之前，直探其经纬，索其究竟者，皆赖乎辞。故辞谓教立，而名辞即以明教也。夫干之辞，谓以是干六爻图卦之意，指其象数，别其性情，而教人有所用也，有所取法也。中庸所谓率性为道，修道为教，即此意也。因干之象包乎道，通于性，谓天道，谓人道，谓天下大本，谓天下达德。故此以显之，以示于后人，而后义教以成。此圣人立辞之身心，而夫子是辞之为义也。前元亨利贞，此无字者，权义之辞之所实也，义教之所实也。辞经义弘，自简至远，诚哉圣人之作也。故学者必先百千环诵之也。夫干卦之象物既重，则辞之所至，亦必广博，以服其象。故有关于道德者，有关于事理者，有关于性命者，有关于性情者，既为天下大本达德所存，则其含义亦如之。故辞不得不详，不得不精，既通天道，亦备人事，而教为人立。故由先人道，以人合天，以情归性，以德成道。此如宗为一之旨，义教不二之意，而首皆之于前，则干之辞，实亦章教义也，不图为名相用也。盖象有定，而用无穷；天有常，而人难依；道位至中，而德有不及；性位至尽，而情有多变。以求其一，求其长，求其中，求其合于象，则必本象以善其事，因象以勉其言行，立其功德，然后可积人于天，同德于道，一情成性，以履干行前，而服于全干，然后无负于圣人垂象立教之心，而后无逆于上天大生之人，有始之功，受性与命之道也。故天道其则也，人道其所则也，象其法也，辞其所事法也。以人为天地中和之气所生，故能成其中和，故能复于天地。此原始在药中也。原始莫先乎干，药中莫大于失干之道。故干之辞无不本于天，而及于人，无不至于人，以同于天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。人生自天，则全而归之，礼之至也，道之顺也。此圣人立辞之所由，立教之所本也。故有干象而有辞，有辞而有教。教也者，包乎一切，包一切，则吉凶毁令无不备也，一切道德无不全也，一切事物无不具也。故首皆于前辞，而因其象以喻其意焉。干之象六爻纯阳也，无杂也。
至义也。有始有终也，有生有成也。故有原始要终之意，尽人和天之道也。以守五字足见之也。德不外四行，天不外四时，德不外四方。道虽至大，不外四德。此在天谓元亨利贞，在人谓仁义礼信。或曰至焉，信即至也。此四者信之德也。内曰仁，外曰智，中庸言之也。仁，仁也；礼义信，义人也。人所固有也。四德具而人道全，人道全则天道同归。此天人之和，合于四德，而所谓原始。要终，受信成道者，皆由四德治之也。故亦较近于此五字也。由天及人，则自干推至真；由人同天，则自真推至乾。此天人先后之别，本末之意也。学者其深思之。干卦彖辞者，说一卦之意，而举其要也。象辞者别一爻之意，而异其旨也。故有彖象之书，而象亦即彖生数者也。盖彖成于先，象成于后。古时人事简略，情欲清淡，心无杂思，志无其念。所谓决疑者，求其大端足矣。心既清净，神志灵明，得意则逆之其余，举刚则旁尽其目。故一词为彖，彖端也。起其端，则可详其序，故曰端详。以由端而详其他，如皆纲领而锁其类，无不尽也。故仅有彖辞，而全卦之意，皆从此辞演绎而得，即端详之谓也。后人以是日繁杂，志欲纷纭，心念既多，灵明未简，所疑者日重，所问者日繁，所补者不能尽解，所议者不可尽合。于是神意不复莫通，天数必求明示，而后圣人因其原辞，补其不足，推其于意，定其分别。故象辞既出，而指示更明，谓文乃详，谓义乃密。盖教彖以繁琐，正如纲与目矣。然其辞非人能谓，不过显其未显，尽其未尽，非外于象意而谓之，非备于彖辞而谓之。彖象犹一义也。文辞之详略，意旨之显微，卦爻之总别而已，其他无异也。象成于后，亦因时之为交也。人有聪昏，心有静乱，事有坚毅，道有前明，则学者有疑于详，有疑于简，因其所见，各得其意，则圣人立教之志也。故彖辞在前，象辞在后。彖论大义，象析细理，会归从同，致用个别，非众也，非义也。苟今言之，
节制教矣。干卦彖辞，元亨利贞四字。其释文则申述干卦大用，及人之所合乎彖辞者，盖由天以及人，由体以推用，非详述之不能尽其意。而释文虽详，仍不离元亨利贞四字，虽所述众人事，仍归于四德之成，故其一仁义也。以干之象，得此四字，而名干之德；天之行，则此四字，天道之全，干象之源，统御一切，无内外，无始终，其用莫不兼。故此四德，天下之至德也，圣人之至行也，不独为天之行，干之德矣也。盖天下一切生于天，成于前，则一切皆得天之行，干之德。而人有者焉，天者神也，神不以行；干者象也，象不以名。故欲真之，必存乎人。此是闻名四德而必归诸人也。天之所以与人者，性命也；人之所以合天者，亦性命也。干之四德，在人性中，则人亦理性，非有殊也，依人所行，故亦其名。此四德在天谓自然，在人谓修成。非人亦天也，以人有情也。人情之乖，则立于天，故在正性命，保太和。正者中也，和者和也，不外中和之德耳。此全部之意，见于中庸首章。而全卦之辞，尽于中庸首章各节，盖圣人立教之意，亦即立圣传心之旨。夫子所献章者此，祖述者亦此。此中庸记义而作也。夫子之治也，果就是文之言，各传之文，一一按之，则知夫子之意矣。夫子立教，先在六经，定经首从一词，以肃上古之教，明先圣之传，不得不始于义也。故干彖辞虽简，而释文言则甚详。未教不得不详，未教于天下后世，犹不得不详。其文反复声明，深切昭者，虽本文周之意，却多天宇之功。此其为儒家第一经，孔门第一义。其辞之谨严精审，又于是也。且彖之释文，首皆大哉乾元一语，名乾元之为天下大本。凡天之行，皆乾元之德；万物之生，皆乾元之功。而始终变化，莫非乾元之所流行，则乾元之大，无与比矣。夫干象天，而乾元又在天之上，故述其大也。曰万物滋始乃统天，曰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，大明终始，六位